大家好，由于浮游这个内容实在没有什么人看，所以就提前结局了，实在抱歉。抱歉，没管好这小黑子，是74集当做第3季大结局，这集为新开的第4季第1集。于红豆 ，Yes sir。咱们去一趟城隍庙。我们为什么要去？是因为你要来拜见。这么解释吧，你生来就有因果，若非这段因果，说不定你也不会成精，也就没有现在你的。虽然说如今此事与你关系不大，但因果在此，你也应当去了解这些未曾做完的事情。赐予你生的那个人交代了你一些事情，此事关系着一位叫做如意的人，她是那个人的侄女，你需代替那个人拜访各路妖怪鬼神以及义士，托他们照顾一番那个人的侄女，可听明白？听懂了就好。于红豆面露难色，他不明白于红锦到底是怎么看出来他听懂了的，不过无所谓了，但他也零散的听明白了些，这似乎本就是他应该做的事情，既然是应该做的，那就去做。于红豆，干嘛不到？你骗我，先前路过的那个妖怪告诉我，这根本就不是礼貌。笨不笨？你信外人的话，不信我的话，你个逆子！我不信你，你嘴里没几句真话，休想再忽悠我，我已经不是从前的那个我了。岁月无常，隔年开春，大军开拔，誉王的军队整军待发，直逼晋地而去。所有人都没料到他会这么快的就北上，这誉王起势过快，猜忌之人越发多了起来，这也不禁让人深思了起来。有心之人开始顺藤摸瓜，试图找出些蛛丝马迹来。而正在上京城的唐府，唐月荣也明白，这上京城不能留了。不仅如此，晋地与朝堂如今辖域的商行人员也需尽数撤离才是。誉王暗地里也派遣了员前来相助，欲要在朝堂与晋王发现之前，将人手全都抽离出来。可事实上，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。无为先师，贫道见过唐居士。帝王有命，若唐居士强闯此关，那山上滚石飞剑齐同落下，山谷之中将不留任何活口。先师早便算到我们会强闯此地吧，否则朝廷人手的调动又怎会如此之快？无量天尊，唐居士就此止步吧，这天下的孽障已经够多了，就此随贫道回去吧。谁敢欺负我侄子侄女？就是你个牛鼻子！小姑姑，牛鼻子，你是不是忘了自己当年怎么哑巴的了？竟然连性命的特意照顾的人你都敢动！无量天尊，道门的帝王眷顾，一为国教，贫道为道门之助，恩情当偿，是为本心通顺。好，逆子，你去将前面那群官兵给处置了，我来解决这老牛鼻子。你才是逆子呢！牛鼻子，打架我不擅长，但论起害人，你远不如我。业力，这可是天地业力，你要么给我让路，要么我让你受天地业力缠身，生死道消。你可知，若是这般业力脱手而出，在场之人都会因此丢了性命。我就是要玩大的，老牛鼻子，你就说你敢不敢？不敢玩你就让路。无为道人见那业力晃动之间，心中也尤为担心，他沉默了下来。若是为了一个唐府，便让这么多人身死此地，这着实是不值当。再者说，无为道人却不确定他到底有没有控制着业力的手段，此事不可去赌。先师，我们就这么放他们走了？不放他们，不仅你们会死，我也难逃一劫。若是上京那边，贫道一力承担。小姑姑，你怎么知道我们遇险了？路上人都在说呀，官府还下了通缉，我又不是耳聋眼瞎，怎么会不知道？嘿嘿，怎么样，你小姑姑，我来得及时吧？想好准备什么好酒感谢你小姑姑了吗？到时候定得小姑姑找到这天下最好的酒。说话也要算话。自然。整一口。你真的没问题吗？撑得住。小红豆，你知道的有点多呀。我知道你的功法特殊，是以气运与业力运转壮大，虽能夺人气运，但若是贸然取出来，打破平衡，估计你也会遭受反噬。你现在的情况有些危险。有什么危险的？就是拿出来吓唬人，又没真用了。一小会不碍事。你乖侄女，小姑姑，我还有事，就不陪你们了，等之后我再回来看你们。小姑姑，你要走了。
你现在别过来。你现在的情况必须要找到能够解决你体内气运、业力逆窜的办法才行。我知道，我有办法，你别过来就是，几天就好。我去求通天疆的龙君，你在这里等我。别去，你个逆子，叫你别去了。那红雨我知道，不过那业力，本君对于那业力也无能为力，不过却能为你引荐一人，说不定他能帮上忙。此人有对应的办法。他不怕死。于红锦，他出事了。人在哪里？我引你前去。哪个方向？那边。你别靠近了。那龙君您呢？我进去看看，不必担心，这点业力还不足以伤到我。莫渊，业力与气运失控了。我大意了，我就想吓唬吓唬人，谁知道他就不听使唤了。你现在最好离我远点，这业力可不简单。我能不清楚吗？这业力本就是从我这来的。你要带我去哪？去找宁先生，宁先生一定有法子。他不在，已经过了时候了，找不到他的。你知道先生去了哪里？云姐姐曾经提起过，这世间性命的是不在的。一定还有人能解决你现在的情况。总之，便由我带着你走一趟吧。我便不信，整个修仙界，整个荒海都找不出一个能救你的人。你还不如就把我放在这里，带着我走，纠缠在你身上的业力只会越来越多，到时候连你也连累了。什么叫做连累？这本就是我该还你的。说这些，不知怎的，墨渊有些心疼这丫头。她是那位云姑娘为亲姐姐，可人之寿命终究抵不过妖怪，生死相隔，谁又知道这丫头伤心了多久？如今情况这般严重，她甚至连一个能依靠的人都没有。于红锦想推开她，可如今她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只能就这样被墨渊带走。你便留在人间修行吧，我需带他去寻修士医治。如今这般情况，你着实不便跟着。逆子，听他的，你出身不凡，往后定然有机缘在等着你，别因为我损了根基，断了前路。好吃吗？味道不错。地府已经完成了，只差引渡黄泉之水前来，待人间气运颤动，便是时机。挺好。你就不怕出差错？我信得过宁凡，他定然能做到此事。我看未必，如今他的法力完全不够，若与天道相争，必败无疑。到时候整个地府都只会给天道做了嫁衣。放心，不会有差错的。唉，我不明白你为何这样看好他。他不一样，他是这漫长的岁月里唯一一个与世间生灵都不一样的存在。我是让你小心一些，别真的给天道做了嫁衣。知道了，知道了。这桃子味道不错，回头多种2颗吧。没什么事，便不要来找我了。他不算多疑，但若是想到某处，便是一定要刨根问底的人。你这就要走？我还有一件事要说。你怎么婆婆妈妈的？有什么事便说。魔躯都被镇压在了地府各处，如今只剩下头颅了。你将那头颅藏在哪里了？总之是个意想不到的地方。那你便早些去寻，不至一处，你又如何好插手其中？罢了。不是，我桃子呢？谁偷吃了我桃子？国运难移。这短短几年，大香竟有了灭亡之象，莫非那誉王当真是天命所归？如今誉王气势正凶，好似无人能挡。朝廷几次派兵介入其中，但却都没能讨到好处。就算是有晋王分散其兵力，结果却还是一样。誉王破开其南北战线过后，便持续进军北上，扛着誉王大旗的军队浩浩荡荡，仿佛又摧枯拉朽之势，攻破了一座又一座的城池。短短数月之间，誉王便切断了晋王的南北联系，硬生生的从晋王手中咬下了一大块肉。如此还不够，更是穷追猛打，将晋王逼往北去。这样一来，晋王之军便陷入了腹背皆敌的困境之中，退不得，进也进不得。楼主，这天下情势当真多变，当初还是晋王势强，如今却好似成了阶下囚一般，任人宰割。晋王如今虽被逼向北去，但其底蕴依旧可观，兔子比己总归是会咬人的。照楼主的意思，誉王之后可能会吃个大亏。
也说不准。这般争斗之上，局势总是瞬息万变，谁又真说得准会发生什么呢？话说回来，誉王之前来找过我，有意想见楼主。不见。荣先生对于财政一道有大才，与我帐下甚是屈才了。殿下，吾已老，恐怕不能为殿下所用了。吾知道，乃神仙所授，此道可兴天下，也可败天下，不敢轻传。多年以来未曾教的学生，可这令人世兴盛之法，荣某却又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失传。辗转数十年，康王清代在下，牢狱半生，受神仙所救，得受大道，兴于魏帝，善于燕王，如今归于殿下，许是天意。在下于财政一道所知不多，帐下却有2位贤才，其2位皆是唐家之子女，常管生意经济，皆有大才。待荣先生见过，再谈意向，先生如何？唐二公子与唐小姐，荣某都见过了，的确都是奇才。荣某也有此意，此番前来也是想询问王爷的意思。这般人选，应当只有1位，才当合适。誉王听到这般话语，却是思索了起来。不得不说，荣氏里的话的确提醒了他。似荣氏里这样的大才，就算不处于那财政之下，于这天下之间，都能掀起大事。可这般大事，最终还是要掌握在朝堂的手中，才是最为重要的。世上不能再有另一个唐氏商行了。唐家一子一女都有大才，但若是2位皆得传授，往后又当如何呢？这可是能够搅动天下的道理研究。可左右想来，不管怎么样选，好像都不合适。他们2人虽是一家，但2者这些年都对他帮助不小。可以说这些年，军中主要的财政支出都得益于他们2人，亏欠不得。荣先生暂且先教导唐世景，如何？你是不是想来问本王，为何没有选你阿姐？论及才能，在下不及阿姐。荣先生才能无双，所授弟子也应是能者居之。本王亏欠了你们唐家许多，一切本王都也看在眼里。你阿姐几次身陷囫囵，也都因本王而起，自然也不会亏待你阿姐。对于你阿姐，本王另有安排，你且去吧。唐世景沉默了片刻，最终却也不得不接受此事。燕南天见其离去，不仅轻叹了一声。他虽这样说，但实际上心中也未曾想好该如何安排唐月容这样一个奇女子，他着实不知该用在何处。若说堪以大用，如今他却是有些不太信任其。而更为重要的是，如今唐世景已经管辖着军中大部分财权，若再多一个唐家人，他着实是安不下心来。此事最终便也只有先放下了。我知晓你为你阿姐感到不公，论及商道，你不如你阿姐，这是毋庸置疑的。但论及魄力、胆识与阅历，你阿姐却远不如你。这虽能在后天找补，但有一件事却始终无法改变，就因为的阿姐是女子。不错，这是这世道的偏见，更是女子的无奈，难以改变。天下大势已在殿下，帝王之位亦在眼前，往后新朝出力，你需辅佐王上大兴天下。相比起你阿姐，你是那个最好的人选。我知晓这些你都想得明白，只是心中难平。但我要告诉你的是，你不该因为此事对于殿下心存芥蒂，因为无论是你还是我，坐在那个位置上，都会如此选择。学生明白了。唐月容在誉王帐下没有多余的事做，也帮不上什么忙，索性他便回了眼县老家。若是说来，他还是第一次来到这。好漂亮，难怪大娘时常念叨。墨渊，你说我是不是会死啊？说什么傻话？你怎么会死？这天下这么大，肯定有人能治好你。我后悔了呀，早知道我就不跟那牛鼻子硬碰硬了，留得青山在，哪怕没柴烧啊。你现在后悔了？不过也没事，问题应该不大。到最后不会还是得去求性命的吧？想来宁先生一定是有法子的。这样啊？你不想见宁先生？没有。再找找看吧，能不给宁先生添麻烦，自然是最好。前后他们2人又走访了几处仙山，甚至连一些隐士不出的修士也拜访过好几位。于洪锦这病来的奇怪，他自身能够压制住那业力，但那业力实在太过非凡，这法子便也就断绝了。世上修士对于这气运业力的修行之法少有了解，更是难以对症处置，故而这解法难寻。人间要入夏了，我们去找宁先生吧。我跟个扫把星似的。宁先生，宁先生，我是不是要死啊？你于洪锦也会怕死？怕呀，我还藏着好多酒没喝完，喝完了再死也好。且放心吧，你死不了。
先生你，这本该就是宁某该承受的事，这业力因宁某而起，经你之手又给予红锦，如今归于宁某，也算是因果有数。因为云姑娘的事，这丫头心里埋怨我呢，待她醒了，你也别告诉她此事，问起宁某去了何处，便说是闭关就好了。莫冤待他，谢过先生大恩。是宁某对不住你们。宁某此番是来见山主的，或许会生意外。山君早年也与我等说明了，宁先生且去便是。他告诉你们了啊？山君只说他已经要到了油尽灯枯的时候，也告诉了我，先生每来一次，山主都有可能会随之离去。你来了，时候快了，我想我得来了。你回去吧，你进来的时候犹豫了3夕，想来原本是不打算来的。总要吃个桃子再走吧。没你的，那可惜了。问吧，能问的不能问的我都会回答你，但大概也只有那么几个问题，看我来不来得及告诉你吧。宁某不解的地方有挺多的，便一件一件说给你听，你挑着答吧。那感情好。天机山可是我某个前世所立。幻魔神君是否也是我？宁某与这天地之间有什么关联？我为何会深受诅咒？玉轩他还活着吗？当初我在黄泉之中看到了一道人影，他告诉我说他是我，而我不是他。如今想来，宁某已有了猜测。如今你眼前的宁某，也就是我，亦是一具身外化身，可对？看样子这次我真得走了。我能回答几个就回答几个，接下来一切听清楚了。这一日，天机山大钟敲响，山中地势如阴阳下了山，好似昼夜颠倒，大雨似天河决堤一般落下，雷声似鼓点一般密集。云尾将这忽然昏暗下来的时间照亮片刻，又传来一道又一道让人心惊肉跳的雷声，数不清的天劫落下，好似雷蛇狂舞。数千年来灵气盎然的天机山，仅在这一日之间便散去了大半的灵气。这片北境之中唯一一处钟灵宝地，也从这时开始走向了灵气的凋零。山君走了，雷劫落下后，魂魄俱灭，随着那风雨雷霆消散而去。不过临走时，他的面色却是释然的，好似解脱了一般。数以千年来，他守在这里，时而清醒，时而沉睡，离不开这，孤处于此，心绪早已没有了什么期盼。将这最后一件事做完，他便也就释然的去了。天机山第17代守灯人钟正元见过山主。第17代守灯人兼长老之职，陈道求见过山主。恭迎山主归山，恭迎山主。当日，数百天机山弟子御剑南去，剑气纵横，跨万里海域，自这荒无人烟的北境南下去那修士纵横的南域而去。一柄太清剑引头开路，天机山数位长老紧随其后，所过之处无任何人胆敢造次。黎明昏暗，伴随着那初升的光亮。天以一生，地以6成，利润万物，滋养生灵。木已成殿，有法所成，殿藏仙法，中含道蕴，天机蕴含，广通天地。来，妙法先导，白玉为阶，晶石为柱，殿宇复以红金之漆，大庭卓以灵石点缀。请诸位长老以法为旗，以作大阵，借钟灵鼎盛之气，成仙山为护之阵，龙晶为阵，兹以九子为首，囚牛、睚眦、朝风、胡劳、酸泥、饕餮、赑屃、赑案、螭吻。莫愿镇此山。多谢真龙镇山，九子为护，大阵已成。开山之体，当清一清这世间邪气。天机山弟子听令，今新开山门，万物一心，当除以世间邪气，以祭苍天，以祭山主。遵法旨，遵法旨。天机山数百位弟子当日御剑而起，于那修仙界中掀起波涛风浪，世间邪气无处遁形，尽以仙法所除，万物一心，万物一心。而今是辞旧迎新之时。
宁某欲成地府，善世间轮回，钟先生以为如何？山主客气，钟某以为此事正是大造化。大道50，天眼49，人遁其一，如今天却少一，应当补齐。不知那少去的一正在何处？正在地府之中。原来如此。敢问山主，这地府当以何处为法场？人间如何？善。还有一事，山中有词，山君已去，当有一牌位，便起天机山山岳正神之名，他未曾留下名字。天机山的初代山主大卫真君，的确就是你的前世。那么神君当初的时候也来找过我，的确也是你的前世。那所谓的与天道是否有关联，我对此不太了解。玉轩的事情，你早前即使来世，他都在你身边，但他还是否在世，我也不知道。最后是关于那黄泉之中的人影，我完全不知道。另外，关于你手中的太清剑，你的某个前世曾是一介凡人。早年的时候，三清剑画出的太清剑也并非是杀剑，而是后来沾染的义气。那时的宁凡落于南国边陲，后受人所救，一落猛进，一番谋划，将武道宗门为尊的规矩改写，推翻了一个世道，建立了一个弃前所未有的王朝。而太清剑也是在那个时候随身跟着宁凡，一有杀伐才沾染上的煞气戾气。但后来的时候，他发现世间还有仙迹，便舍弃了人皇的位置，便寻仙访继续了。他也是在那段岁月里，后来建立的天机山，这也是我最为了解的一事了。后来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他都没有再来过了。再次来的时候，大概相隔了将近1300年，那时候一切都已经物是人非了。而来的这个宁凡也早已忘记了这一切。那时的你问了我一个问题，我该如何才能逆转苍穹？改写成规，那时候的你与如今的你一般，纠结在了同一个问题上，那就是符有诅咒。但我对这诅咒实在了解的不多，但不管怎么说，有一点却是肯定的，你的每一世来都会与出惊人。相比起你的曾经，你这一世知道的事似乎太多了些。似乎偏差都挺大的，造反、修行，在一世却又成了魔头。这些人都是我，可在路途之中，结果却大不相同。宁凡转念一想，却又释然了，这大抵是与世道与经历有关系。就好比如今的他，早年才来到这里的时候，他的确心中有着抱负，可后来却又释然了。在之后，他遇到了洪三才，相谈之间，思绪也潜移默化的在转变，变得平静、沉默了些，对于道也有了倾向，所以他往后的日子就变得清汤寡水了些，性子也是如此。当然，这些事也不算重要，真正让宁凡深思的还是山君最后留下的话。这句话不禁让宁凡思索良久。几世都有相似，但到了他这里却不相同了。以山君的意思来说，有些事按理来说宁凡应该不知道才是正常的情况，可他却知道了。对此，宁凡也觉得恍然，隐约间又觉得自己好像落入了什么圈套之中。棋子。宁某需去一趟人间，天机山的事一如当初，由诸位长老以及钟先生你负责。往后也是如此，不必过问宁某的意思。若是按常理而言，宁某已经不算是天机山的开派祖师了。这般看来，龙气已至其身了。宁先生既然都来了，何不见见殿下再走？好久不见，竹先生。宁先生何时来的人间？才到，顺路到了这儿。我曾跟玉王殿下提起过先生，殿下他对先生很是倾慕，十分想见一见先生。宁某俗人一个，更是俗不可耐，兴许玉王殿下见了会大失所望。先生不拘一格，又怎说是俗不可耐呢？还有荣氏里，先前他与我提起过先生，你教会了他那样的本领，使得他能在这天下之间大展拳脚，于那史书之中都将千古留名。不过进了他身上已经蒙上了一层死气，想来不远了，他也很想见见你。没什么好见的，悄无声息的走最好，别又留下些话，让人惦念许久。他收了个徒弟，也想问问你的意见。怎样的徒弟？是唐府的二公子，我记得你跟唐府有旧来着，你应当认识。你觉得唐世景如何？他是个奸商。所谓无奸不商，这倒也对。
唐世锦眼光独到，比他老师还要厉害几分。若是誉王往后当真夺了大位，朝堂上也必定会有他的位置，只怕到时候会闹出不少事情来。是吗？他心里尚且缺了些东西，往后恐怕会犯大错。那便不是我们该考虑的事情。那先生此番来人间，可是有什么打算？来瞧瞧，怕有什么变故。那小生就不打扰先生了。待往后世道变了，在这人间，这块腰牌便是殿下的象征，应先生在人间行事也会方便一些。时隔多年，再回青山城，山下不远处的桃林结满了桃子。如今山下的桃林都是清仙观的弟子前来打理，井井有条，一如当年。一年又一年过去了，花开花谢，果子熟了不知多少次，依旧未曾见曾经的主人回来过后，宁凡顺手便摘了个桃子吃。清甜的桃子入口，那唯余的几分醉意也荡然无存。他不禁想起了阿青，当年的桃花酒很是好喝，如今却也不知道他在哪里修行，过得又如何。宁凡只希望他平安顺遂就好。他想着如今又该去哪里，还要去见许多人。想了想后，他还是打算往南去。如意去了秋月坊，也不知道这些年过得如何。秋月坊的日子如旧，流云观里香火鼎盛。如今虽无道人于此修行，但同医师却是会时常在这观中开一诊，不收银两，只需给观中神灵敬一炷香便是了。来往的人络绎不绝，多是一些疑难杂症寻上门来，还有远处听闻童神医的名号来的。这些年，童之焕也救治了不少人，又因他不怎么收人钱财，最终这些钱财大多化作香火钱落在了流云观里。如意坐在那山坡上，身旁是立着的枪，身旁是2座小山包。娘亲走后，他时常会在这里耍枪给娘亲看。后来叔父整日以泪洗面，身子骨也一日不如一日，终不过半年，叔父便也随着娘亲走了。娘亲说喜欢这四季如春，平静也不曾遭受过战火波及，她想埋在这里。如意便随了娘亲的意愿。娘亲走后，如意也沉默了许多。好难吃，花是看的，不是吃的。梨花，瞧你看这朵小花看了好久，当是什么宝贝呢？你怎么那么笨呢？你才笨呢！你凶起来的样子，反倒让人觉得好笑。不逗你了，说起来，这些年过得都挺平静的。梨花，你会不会觉得无聊啊？我怎么会无聊？我每天晚上忙得不可开交呢。也是哦。还望离大仙显灵。这位老丈，这离仙庙是？你说这离大仙的庙啊？嗨，你是外乡来的，当然不知道。咱们这离大仙可灵了。那不知老丈求的是什么愿？你这人还文绉绉的，离大仙能求什么愿？当然是除猴子啊。除什么？小兄弟，你年纪不大，耳朵不好使了，猴子就是老鼠。宁凡目送着老丈离去，这庙子里现在便只余下了宁凡一人。他的目光看向了那神像，打量了许久，未曾想到梨花竟还有这心思。不过想想也是，当年的时候，燕如初给他封了仙官，梨花是众多仙官里唯一不起眼的那个，故而他立庙收香火，便也算合规，而且的确也是办了实事，也在规矩之内。只是宁凡都未曾想过，这仙官还能这样当，确实不曾听说过有那个仙官是专门抓老鼠的，倒是真是独树一帜。是，梨大仙速速来见。装什么呢？宁好人，你怎么在这啊？啊！你猜？如意，如意，我去童年一那朵朵，这2天别找我。好的，这么快。先生，进来可好？好，都好。陶请先生到那枯树下坐了下来，随即又去后院那面的山上摘了几颗桃子。落日的风徐徐吹来，山里的树木摇曳之声不停地响起。宁凡吃起了桃子来，又打量着这道观，一切都还似从前一般。先生，您那位叫做如意的侄女也来这了，是后面来的，本意是躲难民，好巧不巧来了先生的故地，本来还不认识，后来是因为他娘亲生了病，找到了知唤，这2年都还平静，就是他娘亲。如意这丫头性子执拗，谁也说不动的。是啊，明日我去瞧瞧。先生今晚上住这儿，借住一晚，不欢迎吗？这本就是先生的家，陶氏开心先生能回来。念一如何了？念一他长大了，早些年他还说自己以后要做皇帝呢，想法跟他爹一样的多。大猫大猫，我爹走了，小心为上，再装一回。什么人让你这么害怕啊？梨花没怕过，那你为什么在我这躲着？外面冷，
可这是大夏天。你爹肯定是去见宁好人了，到时候宁好人来了，你可别提起我，问起我来就说不知道，行吗？啊，这人是大猫，你经常念叨宁好人啊？大猫，你不是说宁好人很慈和，像个老爷爷吗？话是这么说，可是他也挺凶的，梨花也怕被收拾。除了如意姑姑，还有人能收拾梨花？如意算什么？本梨大仙叫他一声，他都不敢答应。大猫，你总是这样一本正经的说胡话。童之焕拜见先生。一大把年纪，都是做长辈的人了，可就别给人跪下了。先生，我也只是看着老而已。我知道，反正宁某受不了这套，下次别拜了。呆子。先生，如意姑娘跟金三爷也来秋月坊了，先生这次回来还走吗？还是要走。不过若是顺利的话，之后应该就不会再走了，到时候宁某就在这儿住下了。二人欣喜，随即话总是不停。宁凡一一应对，倒是被他们二人问的都有些回答不上来了，一直讲到半夜。行了行了，都是做爹娘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不着调？童念一还在家里呢，你们俩就一点不担心？莫不是今夜就打算在这山上住下了，不管山下的女儿了？先生说的对，明天等念一醒了，我就把她接上山来住。好了好了，你们俩都回去吧。宁某明白你们两个的好意，不过没必要，又不是明天就看不着了。少了宁某，太阳一样还会升起，平常一些就好。到底还是劝住了，也是念及家中的童念一，这夫妻二人这才不情不愿的下了山。待他们走后，这道观便也安静了下来。宁凡就静静地坐在枯树下，夜里寂静，虫鸣鸟叫声不断，倒不显得孤寂，反而是一种令宁凡享受的宁静。出走多年，他的确想念这个地方了。秋月坊是一切的开始，流云观则是曾有收留了他的地方，如家一般。仅是坐在这里，便让宁凡觉得满足。没酒就凑合着桃子吧。你们师徒两个性子都绝。叔叔，等你起床可真不容易，我都睡了一觉了。宁叔叔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在你睡得日上三竿的时候就来了。还有你看看你那眼圈沉的，晚上不睡，早上不起，都多大岁数的人了，还当自己年轻呢？我这么年轻？我都40好几了，快50了啊！不然呢？好快啊，我也成了上了年纪的人。叔叔方才还说我老，这回又给我拿糖吃，起不来就不好，老了吃糖就是好的了。这牙要是掉了，可就没了。你吃不吃？吃。真甜。我都上了年纪了，叔叔却还拿糖来哄我，是觉得我跟梨花一样不聪明，跟小孩一样是不是？吐出来，不准吃了。我就吃，宁叔叔小气。是，你大度。叔叔是专程来这儿找我的吗？是啊，不来瞧瞧，你都要上天了。前2年是谁，竟将宁某留下的剑气都惊动了？那是意外。再说了，还不是因为宁叔叔你，要不然我哪会跑到上京城去，更不会碰到燕南天。因为我……是啊，上京城有个人想找你，找不到你，就找到我这儿了，说是希望的碰到你了，跟他说一声。谁呀？那个瞎子老套，不是你让他帮你建立了白夜的吗？哦，是有这么一回事。宁叔叔，你不会自己都要忘了这回事了吧？也不是，事情多了，难免记得有些杂了，不提的话，大概是记不起来，但也不是全忘记了。那叔叔要去上京吗？差人送封信过去就是了，也没什么好见的，他本就不可怜，罪有应得而已。走，叔叔带你吃饭去。前些年我经常在关里面待着，我看到了书阁里面的书，里面有叔叔你留下来的笔记。早年的时候，的确在书里写下了一些心得，你看了哪些？那本《太上忘情道经》。那本书啊，当年几次观看此书，只觉得不适于我。离开这么多年，于岁月里，慢慢的才有所领悟。这所谓太上忘情，其实也不是让人忘掉情欲的意思，其深意是对于情欲的控制。当初悟性不够，没能明白，如今回忆起来，才觉此书非凡。说起来，我很少在叔叔口中听到这些关于修行的话，那时候也是书里面，我才感觉到宁叔叔是个真正的修行中人。修行与读书一般，书里的道理止于书中，不在外世。
我吃饱了。我去见见金三爷，之后便回到观了。有什么事便上山找我，又或者去寻童医师，知道了吗？我能搬去道观里住吗？这不是随你吗？山上可无聊得很，只要你受得了。那我跟宁叔叔一块。那便收拾东西，宁某一会来找你。好嘞。东家力道可以吗？我这身子骨真是不行了，当年走几十里地我都不带喘气了，现在走2步都疼得厉害。你早年到处跑，总是会留下些病根的。宁先生，先生快请坐。那什么，伙计，上茶，上好茶，再给我拿一坛子好酒来，快点的。算了，我自己去拿。行了，一把年纪了，别折腾了。先生说的哪类话？我这身子骨硬朗着呢。快坐下吧。先生是什么时候来这儿的？昨日来的，歇在流云观里。我想也是，听童医师说，那流云观本就是先生的道场。那可不是宁某的道场，流云观历代都是传承有序的，宁某是幸得曾经的一位观主收留。是这样吗？不过说起来，流云观的扬名倒是离不开先生。坊间的一些老人们总是会提起一些往事，总有先生你的身影。那都是好久之前的事情了。有人记得就不算久。我听如意说，明年开春你要出门走走。是啊，说起来怕先生觉得我矫情，我就是想再走一遍当年的路，顺道的见一见以前认识的一些朋友。这怎么能算矫情？不过宁某担心的是，现在的你怕是不好出远门了。不走一遭，我死了也不安心的。先生你知道的，我本来就不是什么安稳的人。金三爷看着宁凡，他似乎想问先生，一直活在这世上，真的不会痛苦吗？这也是金三爷老了才明白的道理。他这个见过、遇到过、接触过非常人所及之事，故而长寿的人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故友离世，那种痛苦难以言喻。金三爷到底是没问出这话来，眼前的是先生，这样的话是逾矩了的。挺痛苦的。学生无意揣测先生心思，还望先生恕罪。老了反倒这么害怕了，当年在茶楼的时候不就挺好的吗？宁某这儿没有什么陈规烂矩，想说便说，就是没什么冒犯的。先生这样痛苦，又是怎么解决的呢？我远没有你想象的那般高明，这红尘滚滚，本就不是宁某能随意托起而又放下的。宁某视这红尘情欲为珍宝，故而无力解决。先生一样也无能为力嘛。既是这般，我也无所顾虑了。不瞒先生，我原本是打算今年春时就走的，可心中却又畏惧，路途上皆有故友，时隔多年，若是再见，他们不在了，我又该如何？学生时常在想，当我迈出步子，或许走在路上，就会被这红尘里的岁月所吞没。学生害怕，又无能为力，想寻一法，静心、清心，可先生都无能为力，我又能有多少高招呢？莫要轻看了自己，宁某而非圣贤，无外乎是一个俗人，许多地方也不如你。写书著作，宁某不如你；人情往来，宁某亦不如你。宁某并非高山，只是溪流罢了。学生受教。早年时，宁某在秋月坊有一故友，不慎落了腿疾，宁某见其难熬，便以一杯酒除了他身上之病痛。金三爷如今年迈，却要远行，一身病痛，却难走远。你也不仅仅是宁某的学生，曾经更是为宁某捧场的茶客，打赏无数。我们因茶结缘，宁某便许一杯茶水，祝金三爷开春之际一路顺风。学生定不负先生所望。老友未见，路途还长，三爷慢行，宁某便不多留了。那丫头还等着呢。宁叔叔干嘛不睡正屋？那是观主睡的地方。我听桃儿姐姐说，小道长下了山后往北边去了，一直都没有回来过。是吗？我倒是怕这道观失传了。大不了叔叔自己做观主呗，这样不就不存在失传了？传承有序，那才叫传承，不然这便只能叫做道场。宁某也是受人之托。这样说来，这也不算叔叔的家啊，不然回头宁叔叔搬下去跟我住得了。你一个女儿家，还是算了，别担心。宁某以前有位老朋友挺有钱的，在秋月坊置办了不少院子。哪位啊？我见过吗？你见过，他叫墨渊。我听桃儿姐姐说，以前道观里也就莫大哥跟一位叫做城隍的妖怪常在。莫大哥我见过，那位城隍长什么样子啊？宁凡愣了一下，他也好久没听到这个名字了。是啊，城隍，他如今怎样了？说起来，城隍一直都是道观里最没有存在感的那一个，往往而言，他都是待在那屋顶，化形成那垂脊上的神兽，极少与外人说话。他的性子跟墨渊乃是两个反面。他当年跟着墨渊去了修仙界，如今不知道在哪里。这样啊。哦，你，
我们见过。见过，你是那个在我脑海里砍树的人。念一，这位是宁先生，要叫人，不可无礼。童念一，见过宁先生。童念一的目光一直都在宁先生的身上，他对这人感到无比的好奇，给他的感觉就好像他们之间早就认识，但却从未说过话一般。童念一没有开口，只是坐在一旁，听着爹娘跟这位宁先生闲聊，说的大多都是一些往事。童念一对这些倒不是很感兴趣，听着听着就想打盹。大猫说的没错，这位宁先生真的有些无聊。念一这孩子调皮，就麻烦宁先生了。这2天你留在道观跟着先生，要谨记先生的话，不可忤逆，知道吗？我该干什么嘛？方才你根本就没听吧？我听了。那你爹娘说了些什么？哎呀，宁先生，我肚子疼，要去一趟茅房。所以你爹娘刚才说了什么？这可如何是好？宁某也没在听啊。宁先生在跟我爹娘说话，怎么会没在听呢？再说话也不见得真听进去了。你爹娘左一句右一句的，宁某耳根子也烦。往往这样的时候，他们说一句，宁某只需要点点头，笑一笑就行了。谁知道他俩就把你扔给宁某了。不过无碍，左右你爹娘就是想我教你些东西，凑合着教你一些就是了。凑合。失口，宁某定会倾囊相授。所以宁先生真的不是顺口讲出了心里话？哪能啊，宁某一定好好教你。那宁先生打算教我什么？小念一，你也上山来了？如意姑姑，你也在这？来山上住2天，我先去洗把脸。如意姑姑真是懒洋洋的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宁先生，咱们在背后说别人是不是不好？没关系，你如意姑姑是习武之人，听力不差，方才的话她都听得见，所以就不算在她背后说坏话。先生跟别的先生好不一样。这倒是，毕竟人家是真正的先生。所以你想好了学什么吗？不知道。跟你爹一样，学医怎么样？不好，学医没意思，而且很累。阿爹经常忙得没完没了的，想学点别的。不然，宁某教你砍树吧。就像你在我脑海里砍树那样嘛。学吗？学。童念一很是好奇，到底怎么跑到别人的脑袋里去砍树，但没成想，宁凡却是带着他去了后面山上。是真的砍树，我以为是要到别人的脑袋里，就像先生在我脑海里砍树一样。什么不都得慢慢学吗？先生说的有道理，不过这棵树就这么砍了，是不是不太好？还有这么多果子呢。不是说要将它给砍倒，你脑海里的那棵树到现在不也一直好好的吗？那是有讲究的，说是砍树，其实也是一门手艺。就比如说面前的这棵桃树，任由其生长，虽说每年都会开花结果，但若是今年修剪一些枝干，来年便会长出更多的果子，也会更甜更大。可是先生，我脑海里的树，你每来一次，它就好几年都不结果子啊，到现在都没有长过。那是另一种结果，树不能倒，也不能让它结果子，这是宁某真正要教你的。别人脑海里就不曾有树，唯独你有，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宁某也不知道。先生不如不说。总之，这棵树是你独有的，你与它本是一体。若是这棵树死了，你也没办法活下去；但若是仍由其开花结果，那么你便不是你了，而是另一个你。另一个我。对，在修行一道上，有一种说法比较类似，叫做夺舍，便是某个人的魂魄霸占了旁人的肉身，这就叫夺舍。有人会霸占我的肉身，只是同一个道理而已。宁某要教你的，便是如何修剪树木，从好的一面再到不好的一面，如此你才能控制这棵树，不至于枯死，也不至于开花结果，这样你才能掌控自己的命数。听着好乱。没关系，宁某会一点一点的教你。10。宁叔叔教了小念一些什么？我可没见他这样认真过。砍树。夜里的时候，童念一回到了自己的屋子，闭眼便浮现出了脑海里那棵树。这棵树自先生头一次出现在他脑海里过后，便再也没有开过花，结过果。先生总是说这棵树很是危险，童念一心中好奇不已，但也仅限于好奇，不敢去多做尝试。他也很好奇这棵树为什么存在他的脑海里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这2天里，他时常与先生闲聊，偶尔也会说起当年爹爹上山那一晚上的事情。
据先生说，阿爹在这山上得了一本无字天书，但全天下的医书却都囊括在了这本无字天书里。这也是童念一头一次听到阿爹学医时候的事情，同时又提起了阿爷。今日教你一些别的东西，按道理而言，宁某应当循序渐进的教你。可是宁某的时间不多，只能将这一通杂乱的东西先塞给你，再由你自己慢慢消化。今天宁某要教你的是如何砍你脑海中的那棵树。接下来宁某说的你听好了：人存于世，以肉身为魂魄而起，神念属三魂七魄之中。先生，我好累。你如今尚且还未掌握，强行驱入识海，太过耗费你的精力了。神有力而不伐，一切都要慢慢来，就似我教你的一般。揠苗助长终究无果，水到渠成方为自然。是，先生。宁叔叔不会打算在这里坐一夜吧？就是坐一会儿，一会就睡了。你最近看着心思好像挺乱的，你以前可没有睡不着的毛病，无法无天，不知死活才是你如意的性子。什么无法无天，不知死活啊？宁叔叔就这样看我哦？你不就是那样的吗？那是以前了，我现在嘛，只是年纪大了点，难免想的有些多。宁某还当你是个小孩呢，你自己却觉得老了。不是宁叔叔说我上了年纪了吗？我都没发觉，一想才反应过来，我都快50了，已经老的不能再老的姑娘了。好好，老姑娘，老姑娘了。他们说人死了会变成星星，我见他们岁数大了，反而释然了，你怎的不一样？反正就是怕嘛，我舍不得啊，活着多好啊。那宁某助你入长生一道，如何？怎么了？不想学？也不是，就是叔叔别看我一直都闹腾的厉害，其实真要说起来，我还是更喜欢平静一些的日子，就有个小屋，种点田，养点鸡啊什么的，平平淡淡。修行不耽误这些。这不一样吗？就好像这江湖一样，说着不入江湖，但实际上又有几个不是身不由己的呢？这倒是。所以纠结吗？有龙君的龙气与宁某的剑气蕴养，你总是要比寻常人活得更久的。不着急，等你慢慢想，想清楚，想明白。宁叔叔，黄爷爷当初也在这个问题上纠结过吗？他没有纠结，直面了自己的生死。于他而言，活得越久越是痛苦。宁某年轻的时候，心中也曾想过，若是能长生在这世上，那该多好。可慢慢的才明白，似我这般俗人，若是长生于世，所遭受的只会是岁月的折磨，饱受痛苦的摧残。执拗的人是禁不住长生的。叔叔是执拗的人。是啊，好像变成星星更好，可我又担心。烟黄楼走了，云姐姐也走了，叔叔身旁的人都在逝去，却少有人选择留下。在旁人的目光之下，好像宁叔叔变得没有那样慵懒沉默，慢慢再好起来。但如意明白，宁叔叔不过是以这样的方式来安慰自己，受了伤却只会躲起来，用衣裳遮住伤口。如意当然明白，他不止一次做过这样的事情。担心什么？没什么。你的心思都写在脸上，不难猜。叔叔不准说，就当不知道。那我不说。别担心我，我会活得好好的，顶多只是落魄一些，但总是会活着。快去睡吧。叔叔也早些睡。夜里，流云观也安静了下来，却不寂静，有蝉鸣声，晚风吹拂树木的沙沙声。这不大不小的道观，陪伴了宁凡许久的岁月，与那后来青山中的小城一般，抚慰着他的内心。伤疤会有愈合的那一天，也有可能会逐渐溃烂，但也总会有药，顺其自然就好。隔日一早，宁凡下了山，去了一处茶楼。客官请。这封信是交给那老瞎子的，顺便告诉他，让他不必来了。来了，宁某估计也不在这里了。大人，可是堂主他想亲自见一见您。见就不见了，没什么好见的。我送大人。忙你的去吧，不必送了。当夜，那茶楼的伙计便带着信件离开了这儿，就如他来时一般，没人知晓。童念一本以为宁先生会一直教他，但后来的某一天里，他大清早起来，却迟迟没能等到宁先生。小念一，宁叔叔呢？不知道，我一早就在这里等着，没见宁先生，说不定先生下山去了。怎么了，如意姑姑？小念一，你该下山了，姑姑再去睡会。如意姑姑，这都快正午了，你还睡啊？如意只是点了点头，没有说话，好像接着睡上一觉，便不知道宁叔叔已经走了，他便能在身旁多待一会似的。童念一叹了口气，最终却也无奈，他还以为先生会回来，但也只是他以为，便白白等了一个上午。童念一回到了家里，童之焕与桃好像明白了什么，
先生不教我了吗？先生有更重要的事，乖，念一。那以后还会见吗？会的，一定会。你怎么回来了？先生好像走了。走了，他走了。是啊，宁好人怎么就走了呢？他怎么走了呢？怎么？大猫也舍不得宁先生吗？他上次答应梨花给梨花带鱼干的，他又忘记了。说不定是先生太忙了。反正宁好人也不是第一次忘记了，他总是这样，说话不算话。还有为什么宁好人不来找我？不是大猫你要躲着宁先生的吗？宁好人没找我。是大猫你要躲着的。宁好人没找我。大猫你不要难过，你难过我也难过。梨花下次不躲着了。童年一幼，难过不起来了。他忽然间发现自己越发越是不明白大猫的心思，好像自己一直在长大，但大猫却不是。梨花忽地叹息了一声，嘴上说着鱼干，可他心里却是真正的有些难过。梨花趴在那地上，便再没有说一句话。童年一看得出来，大猫很喜欢这位宁先生，毕竟这么多年以来，大猫一直都将这位先生挂在嘴边，少有停过。他不禁心想，若是自己也会难过的吧。恍惚之间，他好像也明白了如意姑姑为什么又折回去睡了一觉。在他看来，这应当都是好难懂的道理，但好像忽然之间，他就明白了过来。历史的长河里不乏智勇无双之辈，而燕南天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当他将心中所抱着的最后一份任性舍弃过后，一位真正的帝王也将在这土地之上觉醒。这位承载着燕氏血脉的王爷，拔出了腰间的剑，指向北方。在这一片曾被羌人、北漠人偷换了天的土地上，他将重新站起，重复苍天。乱世不知何年何月，不知以何为继。同年10月，在经历了半年的顽固抵抗过后，晋军降于惠安，最终只剩下了1万余兵马，其中半数都是老弱病残。誉王花费了近10年的岁月，由边关荒凉之地崛起，先后收复了燕、晋两地，成为这天下唯二的掌权者。而这最后一剑，也指向了那已经腐朽糜烂的朝廷。赵灵君，这位名字之中颇具灵气的皇帝，却是先后所有人中最为不同的那一个。作为数位王爷之中为数不多不曾造反、不曾谋逆的皇室血脉，在小皇帝死后，他也如愿坐上了这个位置，改年号为至顺。如今正是至顺3年。赵灵君清楚地知道，如今的情况，没有人能救大襄。但身为一位曾经迷恋道法的翼王世子，他却知晓，这世上能帮到他的，不只是人。在晋王失势之际，他便笼络了大批妖、精、鬼、怪，更是重用无为道人，并起道场，招揽各方能人异士。于是，在他上位的第2年，世上便多了一个组织——仙妖庙。而于红豆作为仙妖庙的一员，以吃饱饭为己任，每日要做的事情就是跟着一群妖怪望风，然后吃饭，再望风，再吃饭。不得不说，仙妖庙的日子好极了。道长，你想什么呢？没想什么，贫道问你件事。如今这天下的局势变了又变，官家上位后大兴改革，积攒了不少国力，又创立了仙妖庙。紧赶慢赶，好在是恢复了一些元气，但比起气势汹汹的誉王，还差了好些。如今唯有出其不意，才有胜局。你觉得这往后的局势会是如何？道长问我，不是为难我吗？我哪里懂这些？那简单些问，你觉得是誉王当皇帝好，还是现在的官家好？我不知道，我又没见过官家，更没有见过誉王，哪里知道哪个好？不过听说誉王人挺好的，他们都这样说，说誉王胜算更大一些。是吗？其实贫道也这么觉得，誉王才是那个顺应天意的人。可是道长不是一直在帮官家吗？那不一样，道公成了先皇的恩情，由此兴盛，接连乱世，朝堂失势，我道公也当偿还这份因果。因果不是和尚说的东西吗？道士也讲因果，说个简单的道理，知恩图报，这是为人之本，不可忘恩负义。这样啊，不太明白，感觉不值当。道长你明明更看好誉王，但因为这个所以站在了朝廷这一边。若是输了，道长连同着身后的道公也会身败名裂吧？说不定还会死人嘞。就算如此，那也要去做。而且有一点你说错了，道教并非是势力，而是一种思想，一个念头。就算贫道败了，道教也不会因此消失。那你呢？你为什么又在这里呢？先前道长不就问过了吗？我是走散了啊，误打误撞来了这儿。那你现在知道情势，又怎么选呢？不知道，但我不想掺和进去，再不济到时候还几顿饭就是了。而且这儿也不是我自己要来的，是他们给我抓来的。若是这般，倒也说得过去。是啊，道长，我觉得人还是不能太死板，毕竟道长你也说了，这不单单是你的事，是整个道宫的事。贫道会仔细考虑的。小子，别跑！你又要干嘛？我不喝酒，也不去青楼。放心，
不带你喝酒，也不带你去青楼，带你去玩点别的。道友何必为难他呢？牛鼻子，我跟他玩，干你什么事？一边凉快去。你带我去哪？我教你剑法，你想不想学？看你没安好心。我没安好心，我可不管你这个。从今往后，我就是你师傅了。见了我，你得规规矩矩的喊一声师傅，知道吗？我才不拜你为师呢。那可由不得你。学剑就学剑，你带我出城又做什么？叫声师傅，我就告诉你。呸！嘿，你小子得了便宜还不知道？你可知你师傅我名为景无涯，乃是绝世剑仙，曾经更是剑山长老。你可得记住了，走在外面报我的名号，管用的很嘞。谁信你的话啊？嘿嘿，你看，头发，你懂个球，这头发可不一般。走，给你打把剑去。你认真的？不然。于红豆吧唧了一下嘴，心中不禁暗道：果然是个老骗子。起初的事实在荒谬，于红豆也不得不这样想。可后来发生的事，才让他明白，这老头竟是真有几分本事。我教你这剑法，取自六欲剑典，你可得好好学。于红豆听不懂这些，但左右有些不想低头，便跟那老剑修僵持着。老剑修却不管他愿不愿学，反正他是要教的。秋去冬来，北方下起了大雪，连同上京城在内也起了大雪。战事却没有因为天灾停止，仙妖庙的7成妖怪都被换了出去。这些妖怪大多都是为了人道气运，成就仙官而来，如今也到了出力的时候。于红豆也在其中，他本是不想去的，但老剑修却是压着他去，说是非要让他去见识一下，看看战争的惨烈，以及那煞气、死气与怨气，说是他们这一门的剑法与这世间的气有着很大的关联，要他亲身体会。小小姐，知书姐，你这是怎么弄的？为什么？没事的，小小姐。知书姐，你跟我走吧，咱们离开这里，回家去，回家。知书却拒绝了，在他看来，或许这才是他的家，他忘不了这里。这座青山环绕的城，囊括了他的大半生。他喜欢这里不紧不慢的生活，更喜欢这里的人。虽然说他们如今都已经不在了，但这却是支撑着他活下去的念想。怨气将会一点点的侵蚀他，他也会在这岁月之中魂飞魄散，这是他早已想好的结局。是我害了你，知书姐，是我害了你。小小姐，别难过，也不必内疚，这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于红锦哭得厉害，仿佛再度成为了小孩。知书无奈，劝不动他，便去那屋里取来了2坛子酒，他便陪着小小姐喝酒。这是头一次。这一天里，于红锦喝得烂醉，躺在那院子里，口中含糊不清地念叨着。一向不知世事，整日欢笑的他，如今却被悲伤所笼罩。一壶一壶的酒灌进嘴里，从那爱喝的酒变成了消愁。自那以后，于红锦哪里都没有再去了。他开始修缮这处小院，不会的他就去学，不懂的他就去问，清扫灰尘，除去苔藓，补上屋瓦。他忙碌着，知书也在一旁帮着忙，好像这日子也没有那么无趣了。后来，于红锦便又在街上开了一处酒坊，他盘下了之前李二叔的铺子，开始酿酒。甚至于闲暇的时候，他开始看起了书。这是于红锦早年就一直在想的事，如今才兑现。云先生，陛下还是别来了，这不是折我功德吗？好久没来了，险些忘了这事。当年我当你一心寻仙问道，谁知道半路做了皇帝，反倒还把我拉下水，人道气运纠缠着我，我反而有些难以抽身。这贼船云相已经上了，不好下的。是，当初你诓骗我的时候，可不是这么说的。当初的时候，不知是哪个跟我说，忙完这事，他就让我进青天剑，准我周游四方。现在可好，坐在这宰相的位置上后，我就没下来过啊。人间有人道气运护身，也不错啊。对我无用啊，这因果纠缠，对我而言，反倒似要命毒药。我不都说了，这事是我的错了吗？我认啊。那你就行好，准我辞官，让我走吧。现在不行。那你说这些干嘛？现在的情况，云相你知道的，我得御驾亲征，朝中一切大小事务都还要太子负责，可他实在太过孱弱，完全不足以支撑起这些事务，还需你帮上一把。你尽是乱搞，我是宰相，我该怎么帮他？朝中那些官员，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我。监太师不就好了？其他人我信不过别人。好，我不管你怎么想的，反正我是不干。没关系，我已经拟好诏书了，由不得你。
好你个赵灵君，你真是不当人子！我当你做朋友，你就这么算计我？最后一次，真的最后一次。我就不该来人间，当初的时候也不该跟你喝酒。已经晚了。话说我们是什么时候认识的？5年前，好像是。那时候你还很稚嫩。这皇位就这么让你舍不得？我不是舍不得，我就是想试一试。祖辈的光辉照耀着我，这是我的使命，这是我必须要去做的事情。我也不想眼睁睁地看着那群蠢材将大香给葬送了。其实说来，若是这些个皇子里，但凡有一个有先皇的半分风采，我都不至于来。祖辈的光辉啊！你别死了就成。死不了。4月，大军挥兵向南，直面豫军。在经历了长达半年的争斗后，豫王暗中占据先机。夜里的一封书信让豫军全军戒备，抵挡住了朝廷谋划许久的夜袭。战事也从这个的时候向一边倒去，朝廷的兵马被打得节节败退。豫王敲开了朝廷看似严密的防守，将这关乎着朝廷生死的关隘打破。大势已去。同年10月，于那大河之地，两方迎来了最后的一战。赵灵军将所有的希望都放在了这里，若败则国亡，若胜，胜了又当如何呢？赵灵军迷茫了，这偌大的摊子遗留下太多的问题了。他深刻的明白，豫王并非是最后那个兴起的人，天下终将叛乱不断，惊人的反扑，北方萧人、北漠人的蠢蠢欲动，大襄境内家国理念不全，百姓只谈生计，不谈家国。他对此感到失望，对这个天下感到失望。在那10月飞雪的日子里，大襄的军队兵败于大河岸边，最后的殊死一搏，没能博得一个好的结果。赵灵军的目光之中带着释然，他望着这偌大的战局，他看不到半点希望。伴侣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修行之身可日行千里，我从上京过来，不过须臾片刻。我可从没见你有这本事。你不知道的多的是呢。跟我走吧，豫王的军队马上就要进城了。太子怎么样？你儿子不是当皇帝的料，不过你放心，我已帮他划去名字，往后做一个寻常人就是了。豫王不会找到他的。那便好。竹先生，那踏云而去之人是谁？他带了谁走？殿下，那人恐怕并未人间修士，他带走的人是赵灵军吧？他已对这天下失望透顶，想来是不会再回来了。一入仙道，无缘帝王。这句话反过来也是一样吗？本王并非昏庸迂腐之君，竹先生放心便是。那缥缈仙道，随他人去追便是了。10月的雪化的也快，不等到豫王打到上京，朝廷之中却已乱作一团。太子失踪，云相不见踪影，人皇也失踪于那战场之上，群龙无首，朝中一下便失去了所有的主心骨。在这样的情况之下，朝中文士欲扶持另一位世子上位，暂且稳住局势，但却无人应允，没人会愿意坐上这样一个将要灭亡的位置上去。最终，朝中大臣挟持了一位年仅6岁孩子的上位，本以为如此能尚且稳住事态，再做反击。事与愿违，局势未能稳住，可朝中的重臣们却已无心此事。归降的话语在朝中传递，若顽固抵抗，或许只有死路一条。城卫已离，仅凭如今的兵力，根本阻挡不了豫王的铁骑。在持续了3个月的吵闹之下，豫王的大军兵临城下。那一日，上京城门大开，年幼的皇帝一步一步走到了那豫王的面前，他的眼中满是疑惑和不解，茫然地看着周围，他的手中还拿着一卷圣旨。谁让你来的？别哭，一会随叔叔进城，叔叔帮你杀光那群欺负你的人，怎么样？随本王进城，凡遇大襄官员，抓捕关押，不可放过。殿下，新朝出力，不好犯下太多杀孽，所以我准了他们秋后处斩，吊死也好，留个全尸，这是本王留给他们最后一分体面。这群人留在世上，只能是祸害。这孩子才6岁，这群人却把他一个人推出城来，递交降书，他们贪生怕死，本王偏不让他们活。再者说，这本就是赵祯当初做过的事情，他可从未善待我大景的官员。殿下，竹生得走了。竹先生为何离我而去？若是竹先生走了，那妖房该由何人来管辖？早年在下从未与殿下提起过。吾之主号竹来先生，乃是曾经的禹王。先生算到大景之节，命我一路相助。先生已去，我之使命也已完成。这画卷是先生所留之物，亦是竹生曾经的居所。
殿下有大才，心有狠辣，亦有仁慈，帝王之术早在心中。竹某没有治理天下之才，殿下便不必挽留了。竹先生不忙的话，便多来上京走走，与我闲谈几句也好。待我坐上那个位置，我便真是孤家寡人了。竹生听到这样的话，却未曾回答。斜阳洒下，他长舒了一口气，他完成了自己该做的事情，在此迈步，他的自在就在脚下。登基大典却还不急，大清朝堂遗留下的问题不止一点半点，那数不清的烂账，以及官员的贪污问题尤为严重，还有手底下的武将该如何安排，文官武官的位置又该如何定，不把这些事解决了，登基大典也得延后。手头的事情还未解决，结果北方又传来了消息，燕南天本意招边关守将回来封赏，这可倒好，那些守将一个个都回不来了，心里面更是憋着一股子气，一个个都尤为气愤，说是一定要将那群北漠人彻底打服，甚至打灭为止。这群人一个个都是凶厉的主，生怕是没仗打。如今北漠凑上前来，他们巴不得多挣点军功，当即调兵，领5万兵马直去边关，要趁着这天时正好的时候，将那北漠人最后的锐气彻底磨灭，让他们永远不敢再窥忌这片地域。时机终于要来了，还有如意这丫头念什么圣？好像她跟燕南天交集并不算深吧。跟了宁某一路了，还要我请你出来吗？宁先生，我们也算是老朋友了，何故见了不打声招呼就要走？找我准是没好事，我不走干嘛？先生这是说的哪里话？其实你若是按部就班的做着仙官，日子也算快活逍遥，可你偏偏要去管别的事情。那不一样，您想想，我以前也是风光过的人，如今让我做个阶下囚奴，我定然是不愿意的。宁某对于这些功名利禄的不感兴趣，所以对于你这种想法也不太理解，再多讲也只会觉得你们有些蠢。你说的对，先前若不是你留有奸计在那位姑娘身上，他们估计就能杀了誉王，晋王也不会落败，如今也轮不到他誉王了。晋王许了你什么好处？难不成让你个妖怪做国事不成？你知道的，这一片地方归我管。当年那环妖四处游说，拉拢了我们这几个，定下规矩，管辖这地狱里的妖怪，不直接对凡人出手。晋王找上了我，只要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往后便让我统领人间的各路仙官妖怪。难怪待誉王登基，设立其他仙官，人道气运也会反噬我。我这身上带着玲珑的印记，又遭天道记恨。当初一道雷劫又斩去了我7成修为，我又能逃到哪里去？难不成找个地方躲着？咱们往年也算有救，我也给你做了些事，不然你行行好，给我找条出路，怎么样？我这倒真能给你安排个事情，保你活得长长久久，就是有些累，有些无聊。你真要救我？不是救你，是你正好有用。你能不计前嫌，我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若是你真能保下我这一次，我给你做牛做马又何妨？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树叶会指引你去该去的地方，这段时日随你去哪，到时候过去了，会有人安排你做事的。你不告诉我做什么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，好好享受你最后的悠闲时光吧。令叔叔来了通天江，何不去龙宫做客？去了，你爹非得拉着我喝个3天3夜不止。那倒是，父亲他的性子总是这样。来时我听江上的渔夫说，近来通天江时常涨水，又忽然想起了好些年前你告诉我说就要化龙的事。叔叔因就要化龙了，那时没能赶上时辰，气运分散，我见王朝之运化龙怕有风险，便一直等到现在，如今则是要压不住了，所以才导致了这通天江水势不稳。什么时候？待人皇登基，气运一统，便是化龙之时。挺好，复应吉兆，也能多得些香火。那英渊呢？他应该也快了吧？二哥他打算晚一些再说，父亲想将龙宫的事交给他打点，他不想去接这活儿，便一直拖着，想等着大哥回来甩给大哥。大太子也不见得乐意。是啊，总之大哥二哥都是那种性子，搞不好这些事怕是要落在我的身上。唉，关键我也不是很想。有归丞相在，应该也不会太过麻烦。话是这样说，但其实许多事情还不是都得亲力亲为。父亲他名威四海，故而不必去理会那些多余的事。可我不同，
尽管有父亲在身后撑着，但让旁人说起，总是会觉得我是狐假虎威。其实，在宁某看来，管他旁人如何说，家中有长辈撑腰，那一样也是本事。这虎威终将落在你身上的，到时候那些人也自会闭嘴。承叔叔吉言，不过这事还说不准呢。若是大哥二哥肯接下这些事最好，我也自在一些，不怕叔叔笑话。我就是有些贪玩。怎么会呢？宁某还有要事在身，便不久留了。侄女便预祝叔叔事情顺利，马到功成。多谢。英文望着那白衣先生离去，只觉得宁叔叔好像尤为开心，似乎眼前有什么泼天的好事在等着他。英文也为宁叔叔感到开心，因为在他的印象之中，他极少感受到这位叔叔眼中有这样不掺杂任何的喜色，这十分难得。哟，来了！这么吵你也睡得着？树上我都睡得着，这里算什么？ Nice。走，我请你喝酒。你是不知道，我这些年可是见识了不少。我去了极北之地，冰作大地，万里风雪，身处其中，只觉世间唯我，虽孤却静。后来我又往南走，步越南北，这一路上定是尤为让人难忘的。嘿，不止如此，我还发现了一个秘密，这天地间竟然是个两面。我从这一面走到了那一面，一直往前，我回到了我来时的地方，就是这里。我往北去，一直往北，数年后我却回到了这里，这当真，当真。怎么会是两面呢？照你这么说，它会不会有可能是一个球呢？是了，为什么不是一个球呢？对啊，对啊。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原来如此，原来如此，哈哈哈哈！宁兄，宁兄，世间多娇啊，你一定要去走一走，看一看，那风光真的是。一个人去没意思。你这话说的，咱俩一块啊。你不是走过一遍了吗？那又如何？咱们这次不走南北，咱们就往西而去，再走一遭。若真如你我所想，那这天地岂不是并非方圆，而是个球？这说出去不得惊骇世人啊！来来来，喝酒，喝酒。老剑羞醉了，说话都有些不清楚了。宁凡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，这世间万万里，他真的走了一遍。你舍得从温柔乡里出来？你这是说的什么话？再好也不能一直睡啊！你早晚是要亏空的。黎明时分，天色灰蒙，原本是寂静之时，可这一日的上京城却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拥挤了起来。今日是帝王登基的日子，来往官员武将络绎不绝，他们的步子都朝着那朱红高墙之地走去，那里是象征着权力地位的地方。时辰要到了。圣上英明神武，万古帝王之尊，今日登基大典，乃国之幸事，臣等忝列其中，荣光可贵。皇帝燕氏自取南天，即位于今日，天颂统绝天震应童耳书，万岁，万岁，万万岁！朕历经千难万险，终将承袭皇统。今日登基之际，朕心怀天下黎民，肩负厚重责任，朝臣忠良，百官忠心。朕许国民以太平盛世，许后嗣正先风骨。誓言于今，誓立天地为正，誓以帝王之尊保天下稳定，着力不倒，昭昭令德，永彰后世。朕执掌江山，志在四方，是继承先圣之遗风，延续王道，百年宏图，一统天下，万世基业。有朕在上，必能大业繁荣兴盛，国泰民安。今日福地祭天，臣民共旨，感天地造化，感先圣遗训，天地父母，万物之始。众生之爱，朕登基之际，仅以虔诚之心，顶礼膜拜，祈求天地神灵庇佑，赐予朕以明智，赐予臣民以安康。愿天地神灵慈悯，护佑我大景江山万古永固，让国泰民安，风调雨顺，五谷丰登，百姓安乐。臣等谨奉天的神明，先官列位，永续万民之福。敞黄泉之门，所现阴阳，轮回斩前，扣。宁凡迈步往前，他的身形就此消失在了这城隍庙中，走进了那黄泉之门中。在这天地气运震动之时，宁凡再临黄泉。此一刻，
他已做好了所有的准备，不成功便成仁。接下来所要面临的一切都将是未知，他能做的就是竭尽全力将这黄泉之水与冥府相连。我感觉到了，他终于伸手了，你也等不及了吧？千百年都等了，这么一会儿又算得了什么呢？你还在这里，难道就这么相信他？当然，我没理由不相信。你去哪？去拿我的剑。那个人不在。这是黄泉，眼前这块碧玉包含着的是这黄泉的规则，亦是权柄，就好似满月一般，是从天地之间分化出来的天道法则，带着天意的权柄。宁凡握着那碧玉，攥在掌心之中，他随即便感觉到黄泉似乎浸在掌心之中。宁凡左右环顾，却迟迟见不到那个人，他沉默了下来。当初那个盘坐于此的人，如今去了哪里？宁凡心中不解，但却不免有些担忧了起来。这道人影在宁凡这一直都是变故，是他完全无法掌控到的事情。宁凡攥着碧玉，沉默了许久，他有些犹豫了起来。可如今的情况却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。若这次不一鼓作气，再等下一次，又不知要多少年。这一趟总是要破釜沉舟的。睡衣踏雪，烈焰熊熊，呼唤逝者归来，魂魄摇曳，轮回再现，世纪还魂，烛影悠悠，阴阳相通，永生相依，世纪成愿，还无之主，血海澎湃，魂飞神驰，世纪还魂，生死与共，轮回往复，永世相随。敲响天机大钟，各封弟子立刻前来殿前。有人想蒙蔽天机，还是当初的那个人？此时正是人间帝王登基之时，天地之间的鸿运紫气都已去了人间。钟先生，魔修的祭坛有异动，祭坛上的古字符文莫名之间被发动，一些隔得比较近的飞禽走兽被抽干了精血，尽数也吸纳进了祭坛之中。我已暂且以阵法控制住了那祭坛，还请钟先生定夺。带我过去。血迹，血迹。钟先生，我修阴阳之法，方才之时，天地之间的阴阳之气忽的躁动，阴气忽然间有所增长。血迹还魂，果然是血迹还魂。要快，绝不可让这群人得逞，让那魔头活过来，这天地之间势必要掀起大乱。钟先生，这世上当真有血迹还魂，使人复生的法子吗？有。若是此人未入轮回，始终于那黄泉徘徊，便有可能使其复生，但那要以浮尸百万，万灵遭殃为代价。天地如何能容忍？所以他们要蒙蔽天机，争取时间，我们也要尽快了。我这便立刻各大仙山发送密信。一定要快。越是古旧的事物，便越是充斥着腐朽而又诡异，就似这祭坛一般，无论从史书还是记录之中，都未曾找到过半点记载。在魔修当道的那般岁月里，这段历史好似被抹除干净了一般，或是正道，又或是魔修，总是有意为之。这也导致了如今面对如此变故之时，所有人都显得有些无措。自古以来，天机山顾及世间，于这危难之际，总会出现在众多修士的视野之中。力挽天青，如今之时，仙门的目光都看向了这个存在于世间不知多少岁月的山门。当那仙剑御空而起，便也预示着一场争端无法避免。天机山紧急诏令了山门以及在外的所有弟子，在山门鼓中敲响的那一刹那，万里无边的苍穹上，数千位修士脚踏仙剑，俯瞰着滚滚云海如潮的壮丽景色，剑光闪烁，铿锵之声震天动地。一声令下，剑仙们齐聚一线，齐心协力，同时御剑飞升，剑气凝聚，风雷激荡，数千位修士冲上苍穹，划破云霄，稳如山岳，千剑齐飞，万剑翩跹，剑气如梭，身畔风起云涌，剑舞天穹。他们去往那魔气死气升起之地，去阻那天地之间的异变。深潭幽冥，阴雾缭绕，黄泉之门乍起，鬼影悄悄前行。黄泉冰水，氤氲上升，辗转阴阳，往生万灵。魑魅魍魉，烟雾缠绕，化作黄泉之灵，常伴身旁。昏黄之火，燃尽尘俗，涤荡心灵，超脱轮回。以血为誓，以魂为玉，磨砺心智，淬炼成仙。炼我元神，重塑灵魂，尽火重生。愿闻神旨，炼我肉身，净我心神。听雨太清，酒葫芦震。
骨自纤维，助阵黄昏。想撑死宁某，那你便来，显化炉鼎，练此阴阳。胆敢逆转阴阳，逃离黄泉，你是何人？是你，你到底是谁？神念出。不好，听雨太轻。还你。先别急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宁凡心头大怔，以此人本事，若是要杀他，方才那一刹那完全足够。说罢，那人已然顺着那道开出的门逃了出去。但宁凡已无心管顾了。此一刻，整座黄泉都颤抖了起来。黄泉所有的规则，连同着那碧玉给宁凡带来的规则，此一刻也躁动了起来。这不禁让宁凡有些无措。黄泉在发怒，纵使是方才自己这般窃取黄泉的规则，宁凡都未见他这般气愤。此人到底是何身份？仿佛这整个黄泉都只是看押他的牢房一般。那臭小子怎么还不来？爹，大哥他说不定有事耽搁了呢。在外面晃的都不知归家了，这么大的事情也不早点回来。小妹走水在即，爹，咱们先不管这些。朝运已起，走水在即。剑山弟子听令，起剑除魔。灵月仙岛弟子听令，祭法器，显神通，灭邪魔。广场仙山弟子听令，天机山弟子听命，诸位道友前辈，且随我诛邪斩魔。众道友，随我斩灭这正道自诩，再现乾坤。小道友不愧是当时第一天骄，谁和你是道友？小道友何必如此那么？王某早年也是正派修士啊。阴阳显化，八法四方，尽起是起。唯我为尊，请祖师法相。灵符，化神。古字。好好好，请祖师降力，乘3000弱水。阴阳两仪，化为五行，护我周身。这般看来，还是在下更胜一筹啊！你们剑山的御剑术不是名动天下吗？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的御剑，剑化3000。剑化3000，阵列前行。列阵不过小道耳，让你看看什么才叫做大道。恭迎魔尊重返天下，恭迎祖师归来。萧洞虚神色一怔，恍然之间便觉这天地之间忽的起了异样，好似多出了什么东西，却又说不清道不明。此刻他也意识到一切都已经晚了，那魔头恐怕真的回到人间了。青山城王侍女如意于江湖之中有枪仙盛名，曾3次救阵于危难之际，故震惊特册封其为如意郡主，享荣华富贵，传家族香火，望他能秉持仁爱之心，励精图治，造福百姓，思国家万事兴盛。如意，如意，你现在是郡主，而本黎大仙是仙官，咱们都是大官了。那黎大仙要不要本郡主带你去吃好吃的？好啊，好啊。无处不在，怎会如此？师兄，那魔头的魂魄如今只是散落在这天下之间，还未合一。他要去找肉身，
不可让其得逞。快！好，我这就吩咐下去，让各大仙门留意。我剩下的神念都出来了。你现在要出去找吗？暂且还不行，那老天道正在装呢。当年我夺了皇权的规则，躲在里面，他拿我没办法。这次我自己跑出来，他肯定是不想放过我的，他马上就会睁眼了。那你为何还要出来？待宁凡收复了皇权，你顺着皇权直接到这儿起步更好。宁凡不蠢，若是我藏在皇权里，他肯定会找到我的，到时候我根本就藏不住，以他的性子，肯定会将我的肉身给封印的死死的，搞不好更是会直接毁了。他能毁了你的肉身？当初玉轩都没毁得了，他能做到？他能，除了我之外，只有他能做到这一点。我不在意你怎么行事，我只要你将他带回来。我知道。我已经等了很久了。此一刻的宁凡却是陷入了苦战之中，皇权的怒火最终落在了他的身上。面对这暴动的皇权，宁凡不禁显得有些分身乏术，同时他的心中也生出了许多疑惑。方才此人藏在皇权之中，自己竟没有半点发觉。此刻皇权的震动，比起自己方才炼化的时候，可是天差地别。也就是说，此人方才在暗中竟是帮他炼化皇权。宁凡更加不明白了，此人对自己的态度模棱两可，不好也不坏，这次更是暗中助力，这让宁凡很是难以理解，也对这个不以面目示人的家伙更加好奇了起来。大哥，来了啊！大哥，你怎么在这？你这是？当年莫妖主走水，化为真龙，后入荒海。城北苍妖主独镇荒海北域，这些荒海的孽障害怕再出一个莫妖主，故而早便停留在外，想断小妹的走水之路。当年之时，莫妖主便是一路杀出去，才得以化龙的。天时已至，小妹快去吧，大哥为你护道。多谢大哥。真是赶上了好时辰了。阴阳起，五行生，万法现。照这么下去，恐怕要被耗死了。现在看来，只有这一个办法了吗？世间有道，人道、鬼道、妖道、仙道、佛道，分两间阳间、阴间，阴阳逆转之地，是为皇权，生死之间，阴阳两岸。今日宁某请诸道相助，一平皇权。你是何人？宁某见过官家。是你，你便是竹先生那位口中的宁上仙。宁某此番前来，是为求官家相助，借人道气运以用。有求必有报，官家放心便是。却不知上仙借我人道气运是为何用？镇压皇权，开辟地府，再造轮回。上仙所行之事，朕难想象，造化不凡，更是朕无所触及之事。地府轮回，朕于书中有所听闻，才乃大造化也。上仙行此造化天地之事，朕自当相助，故朕准也。多谢官家。先生相求，还无所不应。胡军，请借妖族气运，宁某一平皇权。先生但取无妨。多谢。龙君，劳烦借人间水族气运以用。好你个宁凡，没事不找我，有事一定来。我就知道你这声音一响起，准是有事求。算了，拿去，记得来龙宫找我喝酒。我都不知念叨了多少遍了，没见你来过一次。下次一定。先生何必相求？先生知会一声便好。山主自行做主就好。辛苦了。魔修起事，山主要多加注意。好，你好好歇息歇。诸位道友，宁某单字凡，名不经传，恰得天机山诸位长老推崇，奉为山主，未曾扬名。今宁某欲转阴阳，立下地府，
再造轮回，开辟大道。然力有不足，故请人道、妖道、仙道、鬼道、魔道各道相助，气运之下镇压黄泉。今日所求，宁某来日必有厚报，还望诸位道友助我一臂之力。宁某拜谢。这便是我与前辈的差别吗？前辈造化非凡，自当相助，还望先生一举得到。无数仙山宗门响应，就算是游历在外的散修，亦是被这宏大造化所惊骇，亦是愿助一臂之力，些许气运，不碍什么事情，只是想见识见识此人是否真的能做到逆转阴阳，镇压黄泉。当然，亦是有人不愿相助，气运珍贵，于他们而言，也没有必要送给一个压根不认识的人。呼应不少，就此略过，毫不在意的修士也有不少，但就算如此，所招揽到的气运也足够了。尊主，天可有恙？暂且无恙。尊主之意，天即将变。阿弥陀佛，我佛门立处于这雪山纯净之下，多年闭门苦修佛法，却未善大道，始终不出。今有前辈相求，借我佛门气运，一平黄泉再造轮回。却不知尊主何意？贫僧轮回百世，最终一世，留的人性，新的那位前辈指点，方才成就这无上佛身。这位前辈乃是贫僧曾经的老师。尊主一会有私心？怎么不会？佛像佛心，与仙一般，总伴着人字，世人都会有私心。阿弥神，你着我相了。这位老和尚曾经有许多的名字，而对他而言，那轮回百世之中，他印象最为深刻的还是那最后一世，他做个沙胚。那一世，他叫做风飞雨。他曾经有一个师傅，姓宁，叫宁凡。人道在前，鬼道在后，佛道于左，妖道为右，仙道在上，无道于此。苍茫黄泉，阴阳相随。今这黄泉化为自由，宁某引黄泉之水，连同世间渡鬼渡己，再造轮回。有地府阴间，善世间轮回，牛头马面，引魂入地。孟婆镇桥，忘却此生，判官执笔，善恶赏罚，阎罗掌印，定夺生死。三生石前，前世今生，阴阳之茫然，当成清晰。镇引开黄泉之门，归阳饮水。来了，我就说他行吧。接下来的麻烦才是大麻烦。你帮帮他，扛一阵子，到时候我来结尾。我尽力。有劳。你这动静闹得有些大了，天道说不定已经知道这儿了。宁某就在这里等着他。黄泉已然填补进了地府之中，轮回也已完善。以你的道行，若天地欲要杀你，你在劫难逃，倒不如趁此机会投身轮回，说不定可躲去此劫。没机会的，他已经追来了。滚！你一直在注视我，一直等着这一刻，对吧？从一开始你就知道我的打算，也未曾从中阻拦。不管是我找到魔域也好，又或是镇压黄泉也罢，你都未曾出手。甚至在这途中，你就算知道我欲与你为敌，你还是愿意应我敕令，借我这天地之力。你是想坐收渔翁之利，借我之手补全天道。我来助你。雨水消散，雷云稀疏，天劫退散，大地如钢。起来！我送你进轮回。你休要欺人太甚，否则我便乱了这天地轮回。
赵玉清。一大把年纪的人了，还玩什么与天斗的把戏？赶紧滚去轮回吧，我来应对这东西。小心！狗东西！狗东西！上次没宰了你，这次我看你跑到哪里去！哟，记起老子了，看样子是上次打的你不够疼。还来这招，我看你是不长记性。四雷。我自己过去吧，你去帮他。你发现了？等我回来再说吧。多谢你们了。你。你笑什么？我就说他根本不蠢吧，这家伙就是什么都知道，才这样大摇大摆的把天道引进来，把这个麻烦留给我们，好一出将计就计。好啊，好。你最好希望咱们能解决天道，不然咱们都得死。你抓着的这副躯体又不是我，朝着他生气又有何用？大可不必担心天道，这不是来了一个解决事情的人吗？咱们瞧好了就是。狗东西，现在不是你的主场了吧？老子早讲过，换个地方，老子定是把你打得狗都不如，吃老子一剑。赵玉清的剑在这天地之间横竖挑动，一动一静，掀起无边剑意，操弄着的仙剑灵气盎然，斩碎了一缕又一缕的天地道运。早在当初的时候，赵玉清与这天道相争，便吃了许多暗亏，一直记在心里。如今换到了地府主场，心头愤恨一起，赵玉清便不再有半点留手，硬生生的压着那天道打。世间怎有如此凶悍的修士？他可是宁凡的徒弟，更是这段岁月里唯一撑起那魔头威名的人，岂会是一般人物？听他所言，他早年与这天道有过一战。那得问宁凡了，我可不太清楚。你这话真是古怪。这有什么古怪的？宁凡本就是特立独行的一个人。你胆子真够大的。那是自然，不然怎么跟这天地斗法呢？宁凡走进那片轮回，忽地感到一阵眩晕，虚无于眼前升起，一阵空荡寂寥之感传来。他恍惚了好一阵子，却不明白这是哪里，但这却总是给他一阵熟悉的感觉，就好像他死后来到的世界。他不明白自己到底是逃脱了诅咒，还是忙活半天，最终自投罗网。宁凡的情绪忽地颤动了起来，一股愤怒不安的情绪由此升起，他的思绪逐渐凌乱了起来，千般算计，万般谋划，最终却还是回到了这个地方。这不禁让宁凡有些崩溃了，他只得安慰自己，这只是暂时的，待那轮回重现，他会成为一个普通人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人，不会有诅咒，会经历生老病死，不会在那死而复生之中来回煎熬。慢慢的，他的思绪沉了下去，好似化作了一块石头一般。规则重立。宁先生他做到了，轮回全矣。钟正元笑而出声，为山主之城而贺。只是他不知道的，那轮回真正的主人却已经不是他宁凡了。人皇登基，昭告天下，自今日起，严谨国号不再为大襄，而为大锦，年号顺治。当初的誉王，如今也成为了顺治帝。登基大典当日，顺治帝先后册封了朝廷各大官员、武将文臣，一路相助，跟随的唐明镜任户部尚书，掌管财库、唐府以及那背后的唐氏商行，也在这一刻不再隶属于个人，而是属于皇室一脉四涌。这是过河拆桥，但这同样也是唐府唯一的出路。天下不会再允许第二个唐氏商行存在。自古以来，道法自然，灵气滋生，为天地之间至纯至美之法。朕乃畏之而又爱之，故特此诏书，以宣告天下。自今日起，以全山道教为首，朕册封道教为国教。道法玄奥，内含天地造化之道，使天下百姓皆能受其恩惠，领悟其中奥义，修身养性，与天地同寿。在这天下争斗的过程之中，清仙观站在了对立面上，因此一事，他也失去了一直以来道教正统地位。在往后的一段时间，道教也将以全山为尊。时隔多年，全山终于成就了正统。无为道人在此一役后，褪去了一身道袍，回到了那青山之中的道观。时隔数年，他对于这座道观有了别样的感情。这座道观所代表的曾是一个时代，如今也迎来了尾声。经历了这么多事后，无为道人彻底放下了凡尘，祭拜过师兄过后，便将这观中的一切全都托付给了玄真道人。他自己则是下了山，云游天下去了。这一次，他以一张布条蒙住了自己的眼睛，重新去看这天下。
而在清仙观施了道统过后，香火便大不如前，来往的香客也少了许多，远道而来的人也越来越少。慢慢的，清仙观之名也疏远了尘世，唯有这青山之中多有知者，新旧更替，潮起潮落，历史的车轮正滚滚向前。骗局，这只不过是一场骗局。那一阵阵苦笑在这山野之间传遍，宁凡失魂落魄的起身，晃动着身子往前面走着，他摇着头笑着，好似疯了一般。那笑声之中夹杂着不甘，带着那被欺骗过后的彻底绝望。这轮回只不过是一场骗局，宁凡嘲笑着自己的天真，又苦于这无法脱身的痛苦。那张面孔之上半哭半笑，哭此无能，笑此天真。此一刻，他多想沉入梦里，就算成为梦奴又有何妨？不能好好活着，那倒不如醉生梦死。梨花猫照例来到庙子查看今日的香火，入了怀序过后，来给香火的人家就多了起来。这乡里乡外的，家里总是会闹些鼠灾，可别不在意，这若是有谁不小心被咬了一口，那可是要起疫病的，后果尤为严重，所以大户人家都尤为注意此事。眼线李府，哎呀，老熟人了，不过他家怎么年年闹鼠患？梨花摇了摇头，也想不明白，他觉得大抵跟李府的库房到处是动脱不了干系。接着他又看了一下另外一张纸条，还有一户人家就在秋月坊，是一户徐姓人家。梨花隐约间觉得这户人家似乎是卖豚肉的，篓子里放了一块上好的五花肉，另外的就是纸条。梨花也不嫌弃，她不爱吃五花肉，回头带回去给如意吃去，她爱吃。收拾好了东西，梨花就要走，却忽地感觉到桌子底下有动静。宁好人啊，该不是昏过去了吧？你等着，梨花这就去喊人去。你说谁？宁好人啊，宁好人，梨花没有看错。人呢？刚才明明就在这里的，就在这儿的。这把剑，对，这把剑在这里，就是宁好人的。如意走上前去，将那柄剑捡了起来。他认得这柄剑，似乎是叫太清，不会有错，这就是宁叔叔的剑。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叔叔怎么会连自己的佩剑都落下？梨花找到宁好人的时候，他好像昏过去了。我们得出去找找，宁叔叔恐怕出事了。梨花点了点头，随即跟着如意出去了。这一人一猫里里外外在这些地方找了个遍，甚至于如意还找来了一匹马，一路顺着官道找到了眼线去。如意一路询问，却都一无所获。梨花找的另一个方向亦是如此，就算他使了神通，也没能找到半点痕迹。一人一猫却都无功而返。直到那日落之时，如意心中才彻底断了心思。天黑了，便很难再找到了。他另外又去了趟唐府，找了唐月容帮忙，让路过的人都留意一下。如意姐姐放心，宁叔叔他法力无边，肯定不会有事的。如意放心，宁好人不会有事的。回头我找找那些妖怪们，让他们都帮忙留意一下。唐月容听闻此事过后，也联系了不少人，打听宁叔叔的下落。唐月容与如意一样，有着不好的预感。最主要的是，那遗失在庙里的仙剑，这实在难以让人往好的方面想。唐月容心中也是担忧，索性便再去找了白夜的人。贵人确定是见到了此人的吧？我倒是没有亲眼所见，不过却可以确定，他之前出现在了秋月坊附近。白夜这边暂时没有消息，不过贵人大可放心，只要此人不是躲进了深山老林里不出来，那我白夜便一定能再找到此人。有劳了，贵人客气了。白夜的人匆匆的去了，随即在白夜的联系之间，这天下间许多的人都收到了消息，让他们留意一个穿着白衣的人，另外还准备了画像。白夜的办事效率总是让人难以想象，转眼不过3日，那画像便从这南边边域的眼线一直传到了上京城去。几乎这天下之间，属于白夜的人都知晓了这件事情，可纵使如此，却也依旧没有消息传来。如意此时已经心急如焚，直觉告诉他，宁叔叔这次一定是遇到了难事，可如今他却连人都找不到，这如何让人安心呢？眼线往北，临近通天江，在那靠近江边之地，有一处方阵，此地名唤青田坊，此地以稻米闻名。对，这疯子还在街上溜呢。可不是嘛，天天都在，也不知道在晃什么。嗨，你别说，我听说这疯子疯是疯了，但还记得喝酒嘞，时不时会去房东头的鱼丫头家讨酒喝。玉小妹，房东头。
你怎么又来了？哎，你这身越来越不是个事了，不会是跟疯狗打架了吧？你不要跟疯狗打架，知道吗？被咬了就会发疯，神仙都救不回来。唉，我这是说什么呢？你本来就是疯子啊！总之，不要去跟疯狗打架就对了。也得亏是我爷爷不在，不然你高低今天是要不到这葫芦酒了。真能喝，前天才给你打满的，这就喝完了。你到底有没有喝呀？不会倒了吧？酒可贵得很，都是粮食酿的呢，倒了那可真就可惜了。算了，反正跟你说你也听不明白。你不是会说话的吗？要说谢谢知道吗？算了算了，都一样，反正你也听不懂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记得这把剑来着，当初的时候，这疯子被街上的泼皮欺负，旁人要抢他的剑，可他硬是死活不松手，一直紧紧地抱着。疯是疯了，却是把这剑当作宝贝一样，舍不得给别人的，拿命都要护着。借你呀，你讲话了。都是假的，假的，都在骗我。我不要你的剑，你自己拿着，这不是你的宝贝吗？你。你们在干什么？喂，疯子，找你好久了，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？我给你包子，你接着把上次讲的那个说完，怎么样？我说你就不问吗？包子啊，包子里面可是肉的，不是菜的，香喷喷的肉。你不吃我吃。我就不明白了，我堂堂田家少爷，却要陪着你个疯子在这里斗来斗去，好没个脸啊！我说疯子，你就不能接着把上次讲的那个故事讲完吗？我心痒痒啊！还有，疯子，你讲个话能死吗？好啊，居然睡过去了，真是没把我当回事。你不是爱喝酒吗？我就拿了你的酒葫芦，看你喝什么去。可田少爷使出了吃奶的力气，都没能把那酒葫芦拿到手，而那疯子只是一只手就把那酒葫芦捏得死死的，丝毫没动弹。真是邪了门了。田少爷心里面这么说，但他却是觉得那疯子若是没有疯的话，估计也是个有本事的人。之前他夜里在街上闲逛，听到那疯子说书，语句流畅，书中之事更是环环相扣，引人入胜，可见其本领。就是疯的太古怪了，时隔几日，那疯子都没再发疯说过书了。故事断到一半，便让田少爷心里面好生纠结。本事也不小啊，怎么就疯了呢？阴阳两气，左右逢源，化为太极，以柔克刚。太极，太极，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？疯子，你的剑呢？剑。这几日下来，慢慢的青田坊的人都习惯了这疯子的存在。坊里面好人家多，总是会施舍些饭食。最主要的是，这疯子不是那么令人讨厌。疯子有时候会拿扫把清扫大街，来这么多天，这街上很多时候都是干干净净的。听说这都是疯子夜里面扫的，不过也有议论纷纷的。我跟你们说，这疯子可厉害得很。之前的时候，他可是3天3夜没合眼，白天瞎溜达，晚上扫大街，没停过，连住3天。哎呦，这把厉害！你们说这疯子到底是什么人啊？之前我瞧那疯子可怜，便花了2文钱买了几个干饼给他，他没吃呢。知道坊北门那边那个破院子吗？他去了那，把干饼都分给那些个小乞丐了，他自己是一张毛瘤。你还可怜这疯子呢？你在说什么屁话呢？亏你还读了几天书。前些年打仗的时候什么情况你不知道？那时候咱们比起乞丐又好到哪里去了？你看有人给我们一张干饼吃吗？有吗？乞丐不如，疯子也不如，总得是个人吧。哎，你在这呀？我听说最近的事，大家伙没再看你笑话了。我就说吧，你以前肯定是个好人，绝对不坏的。哦，对了，你的剑落我那里了，回头我拿给你。那是借你的。我不要。哼，你这疯子真讨人厌。于有余气得跺了跺脚，随即便也就忘了这事。于有余惦记着把剑还给他，可后来很长一段时间，他都没有再看到疯子了。街上慢慢的多了许多污秽，也没人来清理。街上也时常议论怎么没瞧见疯子了。陆续的便有人发觉，
疯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走了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慢慢的就有人忘记了这回事。不过于有余却记得，因为那把剑还在他那里。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有点像。像什么？像我以前遇到的一个疯子。听雨呀，怎么？这柄剑怎么在你这儿？他借我的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就说借我。别害怕，你是个有善心的好姑娘。既然是宁叔叔借你的，你便好好收着，危急之时他能保你平安，别弄丢了，叔叔会回来拿的。明年快入夏的时候，我再来找你。留下这样一句话后，如意便走了，也没有留下半句解释。于有余站在酒坊里有些发愣，他完全不明白这个莫名而来的人是何身份，但这人身上的气势却是将他给吓坏了。如意本身就是从那纷乱的江湖之中走出来的人，枪仙之名也不是切磋出来的，而是一枪一枪杀了不知多少人才从众人的口中传出来的。这个不知世事的小姑娘自然是受不了这一份气势，难免的害怕。于有余见这把剑留在了这里，于他而言，这好似就成了一个烫手山芋一般，丢不得又拿不起，心里面怕得很。还有如意走时留下的话，明年还要来。于有余不明白，他小心的把那把剑收好，不敢再拿出来了。可是说好的明年，这才没过1个月，那个人就又来了，不仅来了，还带了一只猫。关门来之后来东水巷子找我。不是说明年吗？我改主意了，不行吗？如意，你把人家吓哭了。不是，你哭什么？我不。什么不？我不会去找你的。就这？我不认识你，我不会去找你，你更别来找我。他胆子不大。的确。如意别说话了，梨花来说。妖怪，那什么鱼什么鱼？哎，梨花记不清楚，他不是什么好人，不会讲话。梨花来跟你解释一下，这根本就是个误会。妖怪嘴里没有真话。啊？梨花就要说，反正你要听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。哎，你哭什么啊？贼属意哦。梨花是好人啊，不对，梨花是好猫。于有余看着他，总归是不信的。梨花管你怎么想的，反正现在我解释给你听。我们一开始过来不是来找你麻烦的，我们都是好人，也不随便杀人，不随便杀人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我们之前的确杀过人，现在不是不杀了吗？你看是不是？之前杀过人。瞎说什么呢？谁杀过人？我可没有。不准哭，我不杀你，你以后就跟着我，我教你学剑，答应你就应一声，不答应我就杀了你。续接上集，于有余在如意的威逼下被迫跟着学剑，白天就在酒坊帮忙，晚上就来院子里练剑。如意觉得进度实在是有点慢，索性就拿了点钱财来，将酒坊给买了下来。另外雇了一个人帮于有余卖酒，另外也见到了于有余的阿爷。于有余的阿爷倒是个讲究的人，一开始如意进门的时候，他就拿了把砍刀追着如意跑。后来如意解释了好几遍，老头子才就明白了事情的缘由。老一辈总是一点就通，尽管如意供词是那样的抽象，他还是听明白了。说到底不过是教他孙女学剑。原来是个误会，小鱼儿他胆子小，请多担待。回头老头子我会好好跟他解释解释的。女子学武是好事。老爷子话不多，知道了缘由之后，却是长舒了一口气，心里面好似放下了什么东西。小鱼儿他爹娘都死在乱世里了，等我这老骨头走了，我都不知道他能不能平安活下去。嫁人我也怕他嫁不到好人家，若能学得一身武艺，老头子我也能安心一些。如意听了后心里蛮不是滋味，不禁想起了自己的爹娘，于是痛定思痛，一定要教出一个绝世剑仙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论起打架，如今江湖上没几人是如意的对手，但论起教授武艺，却是一窍不通。这可如何是好？笨蛋，你不有个弟弟吗？他不是懂剑法吗？是啊。小鱼儿，收拾，咱们出远门去。于有余抱着剑，不明所以，心里面却是一顿。虽然说阿爷跟他解释了，可他心里面还是不信，总是觉得这两人是要把他养肥了给卖了。如今是终于到了时候，可却由不得他去不去。如意硬拉着他走了。完了，这个就是买主吗？阿姐，你不会强迫人家了吧？我怎么会强迫别人？啊！
反正你好好教就是了。我不太懂剑，你比较懂，这丫头交给你了。回头我要在江湖上听到她的名号，没个剑仙的名头，我就赠你。我自己都不是剑仙呢，阿杰你也太为难人了吧。平安闭嘴，这都小时候的事了，还拿出来说。反正就是我不管，我就是要这样，你必须得帮我，不帮你就死定了。我服了你了。自那往后，于有余就跟着这个叫做平安的人练剑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仅来了1个月，他的剑术便突飞猛进，比得上如意教个1年半载的了。你怎么做到的？说来也好笑，他误以为自己是你被卖到我这儿的，我就跟他说，你不好好学剑，以后就没办法找那坏人报仇。他顿时就好像醒悟了一样，练剑也勤快了起来。好你个平安，竟有谋害阿姐之心！阿杰你懂什么？这叫阳谋。狗屁阳谋！你们这些乱臣贼子，竟是在外败坏我的名声。阿杰你有什么好名声吗？大胆，吃我一拳！随着这连日的打闹，如意也要离开这里了。留在这里，主要还是担心于有余会不适应，自己也不好跟他阿爷交代。如今看他好好的，并且为报仇努力着，如意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。尽早提上日程，期望于这丫头早点忘记仇恨。反正自己是解释不清楚的，这锅自然就甩给了平安。在这里好好的，明年快到怀旭的时候，我来接你回去。等我明年学好了剑，你来我就捅死你。遇到事拿着腰牌报我的名，要不然咱们别回去了，就在这江湖上逛逛吧。这都多少年了，这江湖上都快忘记咱们的名字了。梨花反对，梨花还没给眼线的李老爷家除老鼠呢，东西梨花都收了，还有秋月房的。少装蒜！之前从秋月房出来的时候，我就瞧见你夜里面去了的。你怎么知道？你那尾巴一动，我就知道你有坏心眼子。反正梨花不跟着去了，如意你老是去找死，一定都不在意后果。梨花还想多活几年。有那叔叔的剑气跟龙君的龙鳞，我不会有事的。梨花不去，你连天王老子都敢得罪。你不去也得去。人间太平，可在那修仙界中却是掀起了混乱，魔头出世也激起了魔气的滋生。尽管各大仙门修士都已下山处理魔气，却还是无法从根源阻止魔气的增长。天机山道人收纳天地灵气，在那灵气之间却察觉到了约莫1/10的魔气，魔修的道路正在逐渐复原，就好似断裂的登天路，如今重新架好了阶梯一般。这些魔气到底从何而来？萧洞虚百思不得其解，他查阅了大量的书籍以及笔录，却都未能从中找出原因来。伴随着时间的推移，魔气越发多了起来。萧洞虚整理归纳了天机山以及各大仙门送来的魔气记录后，慢慢从中发现了规律。出生人口：林家村、东岳城。轮回是轮回出了问题。萧洞虚心中大怔，随即他就想到了地府黄泉。当年之时，宁先生借各道之力镇压黄泉，引入地府，再造轮回。可如今这轮回却将魔气带到了这世间来，所以他们的方向一开始就错了，一直认为是魔修在这天地之间搞鬼，结果他们却另辟蹊径，在轮回之中动了手脚。可这怎么可能？宁先生完善了轮回，绝不会允许魔修钻空子的。地府轮回莫不是被魔修占据了不成？先不要透露出这件事，我想想办法，走一遭地府。先生，地府若被魔修占据，恐怕是有去无回。我若回不来，那便说明魔修的确占据了地府，篡改了轮回。还有别的办法的，还有别的办法。先生再给我一点时间，很快我就能找到解决之策的。说罢，他便直奔了藏书阁。这一次，他不会再错过任何的细节，从那千万万的文字之中找到解决轮回错乱的解决办法。与此同时，世间呼胀的魔气也使得魔修逐渐壮大，修仙界各地的乱动愈发频繁了起来。最为严重的就是修仙界北域一片，那里已经被魔修彻底占据。可还不等萧洞虚从那藏书阁里出来，钟正元便已经离开了天机山，他去往人间寻找进入黄泉地府的办法。同时，他也未曾给萧洞虚留下半点找到他的办法，并将天机掩盖，算不出他的去处。丫头，回头你种点葡萄呗。哎，这地府什么玩意也没有，要吃自己种去。凶什么？魔君，你最好早些将答应我的事情做到，不然我便自己来做，你也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。那你去做吧，我倒是想看看你自己能不能做到。
要有耐心，再等一等，等一等。你的是事，我的是一样也是事，这是早便说好的事情。我比你更希望能早一点，可如今还不行，我得活下去，我的魂魄还散落在人间天下，再等一等，等一等。这里便是地府。大胆，你这妖孽竟敢擅闯地府！我并非擅闯，而是由一片树叶带我至此，是宁先生让我来这的。来人，给我压下去！府主，此妖被这片树叶带入了地府之中，说是宁凡让他来此的。这里面的确有他的法力。府主您看，是杀了此妖以绝后患，还是……先留着吧，阴差不是还差许多吗？这妖怪有点本事在身，也能暂且一用。此妖若是那宁凡的探子，恐怕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地府的事逃不过我眼睛。再者说，宁凡早已疯了，也无力再管这些事情了。疯了？是，那小的便先退下了。于有余习剑2年，他已跟从前大不一样，身上多了几分锐气，褪去了稚嫩，神色也瞧着沉稳了许多。他虽习武尚晚，但在这么也是得了楼主亲传，很快就追上了楼里的一些武师，偶尔也能打个有来有回。但说到底，力气还是不如男子，输多赢少，倒是辜负了老师的期望，成为剑仙大抵是没可能的事情了。我阿爷呢？你阿爷他？于有余抿了抿唇，知道了他的意思，一路奔了回去。多年未曾归家，如今回来，家中却挂满了白愁。惦念最多的阿爷，如今也躺在那棺椁里，也不会再说话了。阿爷，不孝女有余回来看你了。于有余3日都未曾合眼，最终是昏倒在灵堂里的，眼泪都哭干了。阿爷走后，也意味着他再没有亲人了。本还留了信的，如意见他情绪不大好，便没有拿出来。直到老人家下葬，于有余的情绪慢慢有所缓和过后，如意才将信交给了他。乖孙孙，阿爷要走了。人总有要死的时候，要么今天，要么明天。阿爷我活得够够的了，不亏什么，唯一担心的就是你了。早些年阿爷我时常在想，要是就这么走了，留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人，可怎么办？你一个姑娘家，会不会被欺负？会不会嫁不到好人家？又没有亲人给你做主。阿爷时日无多了，要是没见到最后一面，你也不要难过。听那如意小妹说，人死了过后会变成鬼魂，阿爷不会走这么快，说不定你看信的时候，我就在旁边，见过了，阿爷就放心了。你也不要难过，不难过，不哭鼻子，往后你要好好活着，多吃饭，长胖些，乖呀。信到这里就彻底没了后续。看完过后的于有余却好似平静了下来，抹去了那眼泪，看着这空荡的四周，他觉得阿爷或许就在这里，正看着他，所以他不能哭。这个总是哭鼻子的小姑娘，如今也能止住泪水了。后来的日子，于有余便留在了青田坊里，重新经营起了那酒坊。他只是想静几日而已。打酒卖酒的日子，于有余又好似想起了曾经，他不禁感叹，人长1年，便又是一个模样。他跟之前大不相同了。他觉得大抵是学了剑的缘故，打酒的人不多，他便时常发呆，脑袋里多是一些年幼时跟阿爷的记忆。呀，疯子，你这3年去哪儿了呀？于有余张了张口，心里面有很多疑问想说，为什么把那柄剑给他，以及他到底是什么人？他想问，可疯子却不见得会回答他的。疯子回来了，青田坊的街道再一次干净了起来，这种久违的感觉令人忽然间想了起来。再一转头，就看见了那街上的疯子。当如意从于有余的口中得知那个疯子回来了的时候，顿时之间心头一颤，没心情再管顾什么，火急火燎的便冲了出去，满大街的寻找着那所谓的疯子的身影。他的神色焦急，害怕错过，来回找着，不错过这街上任何人的面孔，就算是街边的乞丐，他都要仔细辨认，确定不是后才离去。青田坊不大，他不停地找着，心跳不止。宁叔叔，你到底在哪啊？叔叔，宁叔叔，如意，宁叔叔你怎么了？宁叔叔你别吓我啊！宁叔叔，
如意带你回去，这就带叔叔回去。我们去找童大夫，他一定办法，一定。如意，你疯了！这么远，你怎么背得回去？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梨花去求人帮忙，等我一会，等我一会。令叔叔怎么了？叔叔他好像疯了。我带你们一起去见父王。宁凡，他怎么这样了？父亲，令叔叔他好像疯了。什么？龙君，宁叔叔他到底是怎么了？你是他那个侄女吧？我见过你。至于宁先生如今是什么情况？他没有被搜魂的痕迹，不过他的神魂却很不对劲，似乎陷入了沉睡。老龙王欲言又止，有的话他没有说。宁凡的神念少了很多，他早年见过宁凡的神念，那时通天的神念，老龙王记忆犹新。可如今，宁凡的神念却连普通修士的都不如，那不见得那些神念去了哪里？父亲，令叔叔如今这般情况，有什么办法吗？我对这方面了解不多，元山狐族对于神魂一道颇为了解，我让姓苏的来一趟，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。你先带他进龙宫休养。你也发现了？你觉得会是怎么回事？我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。一开始我怀疑他是被人谋害，可是他身上却又没有半点痕迹，反倒更像是忽然不见的。他的疯病估计也是神念的缺失导致的，可是那少了的神念去了哪里？不错，问题就是出现在那缺失的神念。我对神魂一道了解不多，你有什么主意吗？若是别人，我或许有办法。去找找天机山的人吧，说不定他们能算出来。你跟天机山还有交情？之前有所接触，你怕是不知道，天机山已从北境搬至了修仙界中，宁先生也在那时成为了天机山的山主，只是一直没有消息传出来而已。他真是不声不响的就办了这么多事。索性咱们便跑一趟天机山吧，你这通天江也没什么好的，灵气也不充沛，也不助于宁先生恢复。你尽是放屁！我龙宫乃洞天福地，不比那天机山强，不比你那元山强。随你唠叨吧，你们这些个龙族的就没一个话少的。二位前辈，宁先生这般情况，就算找回缺失的神念，恐怕……你不必担心，宁先生的神念大不相同。我来请你算一算，宁先生那缺失的神念丢在了什么地方？这我恐怕办不到，只有去找钟先生或是陈长老。不过我感觉宁先生这样的情况不像是神念丢了，倒是与我在一本古籍里看的情况有些相似。什么情况？有一本古籍叫做《周公梦法》，其中记录的是一位早古的修士修行大梦术法的心得记录，其中就有记载，修士沉浸在梦中无法自拔。书里也写过，这样的情况一般都是修士自己愿意的，因为修行大梦法的修士其实都是分得清楚梦与现实的，只是自己不愿意醒来而已。什么意思？二位前辈不要着急，这也只是我的猜测。一般而言，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宁先生对于现实尤为失望，所以这样选择的。而且这不是也还没确定吗？我还得查查古籍。那你愣着干什么？快去查！我这便去。到底是什么事，竟让他对现实如此失望，宁愿陷入梦里，也不想再活下去？萧栋虚张了张口，他想说些什么，但话到嘴边却也说不出来。其实他也不明白，为什么宁先生这样的修士会在这样的事情上犯错，这很不应该。先生是个俗人。小道长，那依照如今的情况，可有将宁先生救回来的办法？据周公梦法记载，梦主陷入梦境之中，神念也就此随着大梦散去了。我猜测梦可能与梦主本身有关联。这些玄而又玄的东西，我最是听不明白，你就直说，如今要做什么？龙君，我的意思是，如今的当务之急，如何找到宁先生的梦境在哪里？再则就是谁进那梦里，而且这一趟极大可能是有去无回的。你说话小点声，吓到这位小道友了。就你会装温文尔雅？照小道友的意思，也就是说宁先生的梦境不在这里，而在别的地方。
梦游兴起，心而化世界，入而成洞虚。梦法中记载，似梦主与宁先生这样的情况，梦境都会在现实之中化身一方小世界，会有入口。一般而言，入口会在修士的尸骸之中，但是我却并没有在宁先生的尸骸之中有所发现，藏起来了。会有这种可能。书中梦主曾经就将梦境视若珍宝，藏进过宝盒之中，只是后来觉得不便，又放回了尸骸里。这般梦法实在玄妙难解。书中关于起梦的说法也很是模棱两可，只有一句：一切由心而起，梦源于心，仅此而已。要不要将此事告诉他那侄女？先不说吧，我最是不喜动脑，这可是把我磨得好生头疼。少说这些，还是仔细想想如何找梦境为妙。你说说这之前的时候他也没说半个字，这会从哪里去找去？小小道友，你说若是我们直接问宁先生，有可能问出来吗？如是其中记忆有所保留，说不定真的能问出来。你们在说什么？为何本君听不明白？当初让你多读书，你非要去种地，你还是去别处玩吧。现在本君要去忙了。你信不信本君一拳下来，能把你8条尾巴都打断？莽夫！一身骚臭，还好意思说我？小小道友，咱们先将宁先生唤醒吧。先生，宁先生，宁先生，先生，你醒一醒。先生，你可还记得之前将梦境藏在了哪里？梦境在哪？梦在哪？梦在哪？对，梦。先生，你把梦放在哪里了？仔细想想，想想。梦？什么梦？什么先生？胡军，宁先生的反应太大了。那我们还要尝试吗？你觉得呢？我觉得没有必要了。照宁先生这样的情况，想来是不知道关于梦境的记忆的。也就是说，如今宁先生就是失去了那段记忆，但潜意识里记得的确是有这么一件事的，从而引发了神念的动荡，肉身的疼痛，对吗？你们这样说着，倒是让本君想起了一个人，说不定他会知道。什么人？照你们这样说，也就是神念上的问题。只要找到宁先生保留有记忆的那一段神念，说不定就能找到答案，对不对？的确如此。其实宁先生在人间还有留着的神念在哪？74集的时候，宁先生以神念操纵力士，带其行走天下，拜访各处。那力士因宁先生的法力与世间的灵气，诞生了神念意识，而宁先生念及其成灵不易，便让存在于力士之中的神念沉睡了过去。如今或许尚且还在那力士识海之中。你早不说，你早跟本君讲明白，本君早就说了。走。你说说你哪有个修行中人的样子？他是不懂什么玄妙的道法神通，但光听意思也能明白，这一切的全都因为宁凡自己的心智不够坚定才导致的。修行，第一步就是修心，而他宁凡却从不重视这些，反而深陷进红尘之中。老龙王早便猜到往后定会出事，只是没想到会这么快。见过龙君，苏虎君跟萧道长不在吗？他们去人间看看能不能找到法子。宁叔叔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了？还好，如果他们这一趟有收获的话，说不定很快就能清醒过来。宁叔叔一定会醒过来的。你也别太担心，不是什么大问题。老龙王昧着良心说话，这若不是大问题才怪呢，若是弄不好，那真就是天人两别了。虽说老龙王说的这样轻松，可如意却是隐约之间察觉到了不对劲，若是简单，也该早就解决了才是。说起来，本君还见过你小时候，那时候在庙会上，宁先生求着我给你了你姐弟2人各一道护身法力，后来化作了龙灵，一直在你体内。这一转眼，你都这么大了，还未谢过龙君赏赐。别客气，是你宁叔叔求的我，嘿嘿。很多人可能没理解我的意思，置顶视频只是方便大伙抢先观看，并没有说不更新了。最新1集已更新，想看的可自行观看，谢谢大伙。元山13代猢狲胡银，拜见胡金。你是我元山的妖怪。回胡金的话，胡金是我大哥。本君听胡金提起过，原来你离开了元山之后，竟来了人间修行。恰逢天时，谋个好出路。确有此人，不过他如今不在小的这儿，而是在蓝先生所长的药房之中。你带路。遵令。见过胡君。好好修行，你的造化不远了。多谢胡君吉言，只是恐怕要让胡君失望了。于红豆并非宁先生，于红豆只是于红豆而已。
这我自然知道，所以此番我也不是来为难你的。那是。还请宁先生醒来。宁某见过胡军，却不知胡军此番来寻是为何事。所以苏某是想问问先生，那梦境到底藏在了何处？胡军且待我缓和一二。胡军是想问梦境在哪？不错，在先生的记忆之中，的确存在着一些蛛丝马迹，但我却也不明白哪里到底是哪。我只能告诉胡军，那个地方是处于阴阳相交、生死之间。先生可否说详细一些？只是生死之间，我也不知到底是何处。在他的记忆之中，那场梦便只存在沉睡后的世界里，那里就好似一个中转站一般，界别与生死之间。胡军恕罪，并非宁某故意隐瞒，只是一些事情不得准许，我也不能，更不该说出口来。若有机会，还是让先生亲自跟你解释吧。我只是先生一部分的神念罢了，又或者说，只是残魂。苏某明白了，还望胡军能救回先生，有劳胡军了。先生客气了，多谢小友了。一点谢礼不算意思，此番多谢小友配合。不，胡军，这太贵重。好好修行，苏某便不多打扰了。小红豆，醒醒了，人已经走。蓝先生，这到底？得了便收着，反正是白捡的好处，不要白不要。先生，这会不会不太好啊？不会，所谓爱屋及乌，你承受了宁先生的影子，拿点好处不算什么。苏俊涵将从宁先生的神念哪里问出的答案告诉了萧洞虚，而当萧洞虚听后，确实有些茫然，可转念一想，却又觉得不对劲，随即思绪便落在了地府上，似乎只有这个地方最为符合阴阳相隔之地，更是在生与死之间。看样子，小道长跟我想的一样，在地府，或许咱们得走一遭地府。事情麻烦了，怎么？有件事，天机山一直未曾往外界说，地府好像让魔修占领了。此事得从长计议。萧洞虚点了点头，二人也就此回了天机山商量对策。当老龙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，脸色也微微变了变，没了之前玩笑的样子，反而是一脸凝重。老龙王的心中忽然冒出了一个想法，他不会真的会死吧？若是他死了，他甚至不敢往深处去想会是有这样的震动，可这怎么可能呢？他怎么可能会死呢？老龙王百思不得其解，可如今却又确确实实的看到了一个将死的结局，这很奇怪。在他看来，最不应该的就是出现这样的情况。而在几人商量对策之间，忽的一天日落之时，当几人回神，目光看向那床上的时候，却不见宁凡的身影。他回来了。我去筹备，有件事我要交给你去办。你愿为魔君赴汤蹈火？不是什么太要命的事，只要小心行事就好，脱身不难。这是魔君，这是您的，我的肉身。魔君，您的肉身。接下来半年之间，魔气已经弥漫在了整个修仙界中。不仅如此，魔修一有动作，那些诡异的祭坛再次出现在了众人的视野之中。这一次却是让众人看出了所以来。这祭坛本意乃是招魂之效，当初的一场血祭将那魔头的魂魄带回了这人间里来，如今正是要招魂引魂，使其魂魄归一。有活人进来了。是谁？是个道人，天机山的道人。天机山的道人，想来是发觉了你做的事情，特意进来打探虚实的。便让他打探吧。你的意思是留下他？不，让他走，让他将消息传出去，便是要让那天下慌乱起来，所有人都慌乱起来，那天道才会信以为真。你胆子真够大的。不假戏真做，怎么能瞒过他天地的法眼呢？这老家伙贼的厉害。人间稀有有言，地府有孟婆矗立桥前，一碗孟婆汤，忘却今生不快事。那便是地府的孟婆。你的。哎，不成，这人不一样。大人，怎么？得加大剂量，要不然忘不干净。想来您就是孟婆了。啊，对，是我，你别害怕，
一口汤下去，什么事都忘了。乖啊，好好喝汤，别闹事。之前有个家伙就是闹事，被我熬进汤里了。孟婆大人，为何我要加大剂量啊？你不是凡人吗？我观孟婆大人似乎只是凡人魂魄，却为何能看出在下？我的眼睛。在下还有疑问。你废什么话？你可别吓唬人，你还不一定打得过人家呢。你想问什么？说来有些逾矩，在下是想问问，这孟婆汤到底是以何熬制，能让人忘却前世今生，实乃神汤？不可以告诉你哦。在下喝下汤后就忘了，应该也不碍事吧？那也不行。好吧。这才乖嘛，不该问的咱们别问，乖乖的昂，我给你熬汤喝，乖啊，别闹事。哎，方才那老头呢？老兄，所谓幽冥地府，进了这里也就没有回头路了，你这不是白费力气吗？在下钟正元，还未请教道友。我道号赤帝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我？先前仙魔一役，贫道见过真人风采。那又怎么样？还不是死在魔修手里了？真人方才说此地没有退路，有进无出。钟道友，你本事够大的，这地方如今可是由魔道掌控，你竟连肉身都能带进来，真是好本事。如今地府轮回是由魔修掌权，不是那位宁先生吗？我哪知道，我来的时候这里就是这样的，那些个魔头我瞧得清清楚楚，就是当初仙魔一役里的几个，我猜兴许是哪位先生跟天地相争，最后让那魔修渔翁得利了吧。我得赶紧出去。你甭想了，此地必有破绽，定是有出去的路的。道友加油，我先睡一觉。我有个主意，萧道友请讲。当初那魔头能够从黄泉之中回来，那也就是说，我们一样也能将地府里的人给带回来。当初那魔头可是献祭了不少人。夫君，你听我说，我对那祭坛研究颇多，这么多年来也未曾放弃查阅古籍，寻找古字。我师一门师承玄九仙山，更是曾经古字修士的发扬之地，对此颇为了解。经过这么多年琢磨，这才发现那祭坛最主要的目的，并不是引魂，而是用作敲开天地的封锁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实际上此事若顺应天地，是无需献祭的。如今黄泉并非天道掌权，我们也不会与天地为敌，我们要面对的是那魔头。是了，让我想想，让我想想。宁先生，宁先生，先生，钟先生，钟先生去了地府。真就像是陈道长说的一样，若是小小道友将心思都放在修行之上，这天下君位便有他的名字了。不对，不对，应该是这样。哎，也不对。黄泉属阴，澄水地府，二者阴阳。是了，阴阳交替，日夜变化。没错，就是这样，没错。小小道友，小小道友，胡军，胡军你来了，你看，你快看，我就差一点点，马上我就能将古字阵法完善，很快，要不了多久，咱们就可以将钟先生跟宁先生一并给救回来。你看这里，还有这，原来我们都错了，引魂之法不仅仅只是出声呐喊，人的魂魄之来都与这天地有所共鸣，就好像天道誓言一样。这里，这些天你都没有休息。什么休息？哎，不管这些，你看这张，这几个古字让我成功的连通了阴阳。偶然间，我跟黄泉的某个亡魂有所联系，当真玄妙无比。小小道友，不要太过着急了。我不着急，不着急。你还是得适当休息一下。修士虽精力不穷，但也不是真的无穷。到底是哪里？差在哪里？哦，原来如此。原来如此。胡军，我参破了，我参破了。苏俊涵的脸上露出了笑意。
眼前的人仅凭着自己的才智，一抹灵光，便敲开了那地府黄泉的大门。他的道始于书中，归于自然。门。钟先生，钟先生，宵小道友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苦了你了，你先好好歇息歇息。是该睡一觉。竟真的有人参破了阴阳生死，打开了地府的大门。他感到有些难以置信，大抵也是因为好奇之心，所以他并没有第一时间阻拦，而是亲眼看着这一切，看着那钟正元踏入了回到阳间的漩涡，这倒也省了一些心思。满月还在想怎么不让这钟正元发现，将他给送出去，如今看来却也不必麻烦了。怎么了？满月摇了摇头，却没有与他解释太多。他对打开这扇门的修士尤为好奇，在他的记忆之中，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，从未。满月忽的心有所感，心中想到了一幕幕，或许是好奇，又或许是期盼，他也因此留了些心思，想看这个人往后会是何等姿态，这天下会不会因为此人再生变故，着实有趣。萧洞虚一连睡了7日，脸上的疲惫也尽数褪去，那暗沉的双眸也逐渐有了亮色，整个人也精神了许多。苏俊涵看到好起来的萧洞虚，也由衷的为他感到高兴。魔修藏身地府，搅动天下风云，若要解决此番劫难，唯有从根源下手。师兄的意思是说，从地府下手？唯有如此。还有宁先生困入梦中，宁先生明知红尘煎熬，却仍是不曾回头。早在多年以前，钟某便猜测先生必有一劫。宁先生本就不拘一格，再说先生本就自人间而出，恐怕也难以舍弃，故而才会如此。为今之计，该是想想该如何将宁先生给唤醒才是。萧洞虚将自己与胡军之前所得到的消息说给了他们听，随后又说出了自己的想法。他觉得或许之前的古字符文依旧有效，若是先生在地府之中，只需信物一件，便能寻到。先可一试，至少要先确定先生是不是在地府之中。好。有人以古字术法连通了阴阳两界，这道门只能出不能进。这门就这般巧，开在了我面前。找到了，宁先生果真在地府之中。小道友，洞虚，我没事。竟有这般连通阴阳之人，不可谓是奇才，这是连我都未曾办到的过的事情。很惊讶吧？起初时我也很是惊讶，这片天地由我所掌，可此人却偏偏绕开了我，硬生生划出了一道口子。还有，你受伤了？若我肉身于此，何至于被这雷劫所伤？满月看着魔君暴跳如雷，他摇了摇头，只当是看个热闹。魔君暴跳如雷，他如何也想不到，这天道会用这样下三滥的手段，莫名偷袭。你不是说只出不进吗？人是如此，可这是天道雷劫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本就是曾经天道的一部分，又如何拦得住？为什么会这样呢？会不会是因为宁先生窃夺了轮回的缘故？可如今轮回并非以宁先生为主啊，我想再试一次。那紫霄神雷非同凡响，尚且也不知道到底是奔着谁去的，若再试一次，同有变故。钟先生，我能感觉到那雷劫并非奔着我等来的，而是面向阵法的另一面。钟先生，再试一次，仅此一次。苏某为你护法。若有胡军护法，想来不会出太大的问题，那便再试一次吧。多谢胡军，多谢钟先生。傻孩子，你应多考虑考虑自己的安危才是。别！你要怎地？还去一剑！就你如今这般，再挨2道紫霄神雷，我怕你跑都跑不及。我跑都跑不及？笑话！我堂堂幻魔神君，会怕这小小雷劫？往年这紫霄神雷，我身手极来，何惧也？那也是曾经。尝尝我这新茶怎么样？好茶。用什么熏的？怎会有桃香？是桃干，这茶好喝是好喝，就是不经的放，炒干了的也会烂。可惜了，茶这东西就是放久了才更是香甜。
所以说嘛，这一口只是喝个新鲜。哎呀，这日子过得还真是舒坦呢。不好吗？那自然是好的。那不然让这世道乱一点？倒是没必要折腾来折腾去，只是为了新鲜，那倒是有些不适当。也是。先生怎么又跑这儿来了？都说了要先吃过早膳才能喝茶。黄老头早前熬了粥，吃了一些了。这还差不多。梦里什么都有，有他想见的人，有说不完的话，不会孤单，也不会无聊。他能像是一个平常人一般度过一年四季，能见大雪，也可见春风。时辰不早了。是啊，时候不早了。有时候我真觉得自己是个心狠的人，却又不得不这样做。你可不要心存侥幸，会误了大事的。我自然分得清楚，论起心狠，少有人心是比我狠的。唉，你自己做打算吧。过了这一遭，所有的事也要收尾了。有缘再见了。他走了吗？愿他心想事成。魔君穿行在那一片混沌之中，在那轮回的长河之中，寻找着那一扇通向人间的大门。时间紧迫，不容他停留。不知过去了多久，他于那轮回的角落找到了那一片未知的混沌。这在某个人年头之下化作了一场大梦，却又狭小，小到只是某个人的一片天地，而他也走进了那片梦境之中。是谁？梦里面的日子自在吗？你是何人？你不记得我了？当初你可是摆了我一道，你忘了吗？宁某以为我们之间不会再有任何瓜葛。没有瓜葛，你忘了我跟你说的吗？你就是我，我们之间又怎会没有瓜葛？你当真好大的本事，谁能想到你这个魔头会藏匿在黄泉深处呢？世事无常，我不如此，如何能活到如今呢？你来我这是为了什么？宁某不想与你废话，当然，宁某也希望你最好什么都别说。是不想面对曾经的自己吗？宁某说过千百遍了，我是我，而不是其他人。我是其他人？你觉得我是其他人？你难道忘记了你是由哪里来的了吗？这里可是我的梦境，还轮不到你这个魔头造次。你竟连自己都骗过了，连这些过往都不在意了。过往云烟与宁某何干？说什么我是你，我只是我。魔头，你既敢来，我便让你葬身此地。且来！也罢，宁凡，那不如便比一比，到底是谁的梦更为厉害了。开。诛！天庭，尔未获苍生，还不服诛？诸神敕令。原来如此，金石现于灵山上，石破天惊，灵猴出。立于山中美猴王，灵起至诚问长生。寻得灵台方寸山，求得长生万神通。顺下东海寻神兵，所紫黄金披在身。真名于此镇天地，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好个齐天大圣，好个寿与天齐！有请二郎显圣真君。我早便说过，你便是我，你的一切都是我赋予的。魔头，我便是我，我不是你，这可由不得你。如今作何感想？无话可说。你本就是我估计抛出的棋子，是我神魂之中分割出去的一部分。我将你投入轮回，为的就是今天这一刻。你要做什么？我需要你的肉身，替我瞒过天道。你应该庆幸才是，若不是我，那便也就没有你了。可笑。至于你，便待我受那天地雷劫吧。魔君轻甩袖子，
不再与之言语。时辰已至，所有的一切都已经按部就班。待他一把将宁凡提起，周遭的光景刹那转变，从此轮回，通向世间。祭坛之上，风云鼓动，雷云滚滚而来，预示着天劫将至。天地玄黄，鬼神莫葬，天地乾坤，道法无伤，阴阳相生，生死轮回，魔幻尊名，尊请回头，以我心血，魂归故里，恭请魔君。恭迎魔君。魔头，你休想得逞！皆无魔气，成无大道。众修听无法令，魔气归一。魔君无冤仙之山。快些，趁此机会剿灭那魔头！诸位道友，随我阻拦这些虚伪之辈。诸位道友，且随我踏破此地，斩那魔头，还我乾坤。他该死在我的剑下，其余人全都滚！赵玉清，你在犹豫什么？那魔头逃走了。你刚才……最新剧情已更新，想看的可自行观看，谢谢大伙。天地乾坤，敕令斩分河水。这样的感觉真是让人有些怀念啊！往年时，他行敕令得天地相助，可谓是呼风唤雨。后来入魔便不再有这样的情况了。如今再度拾起，不免让他觉得有些恍惚。如今这般就可以能慢慢谋划了，不着急了。如今可是李代桃僵，他可不是之前的宁凡，而是曾经那人人喊打的魔头。但是谁又看得出来呢？至于宁凡，便代替他承受天道的雷罚吧。我就说你没那么容易死。得益于这副肉身。那倒是，好歹当初他以前也是由江道入行，又称金江道人，这副肉身自然强悍不已。你似乎很平静。木已成舟，我又能有什么办法？更别说如今身受重伤，宛如丧家之犬，除了此地，我也别无去处了。明智之举。当年在青山城时，你收留了我，如今我也收留你一阵。那还真是多谢。宁凡，你早该明白的，我本天道最是无情，从一开始你就踏进了圈套里。其实早在之前的时候，我就有所发觉了。那你何不当初就斩了我？没有你们，我又如何能完善地府皇权，顺利的踏进轮回呢？所以你本意就是想拉我们做你的垫背的，你还真是无情。若是对待朋友，宁某定不会如此。我现在将你赶出去还来得及吗？你觉得呢？玩笑而已，便在这住下吧，等你休养好了再出去。你们到底要做什么？我不做什么，是他想做什么，你得去问他了，我了解不多。所以你早就知道地府是无法破除诅咒的，对吗？知道，他早便试过了。早便试过了，以前还有地府。这么简单的道理你想不明白吗？我本就是天道的一部分，那你觉得我会是哪一部分呢？原来如此。我于这世间本就只是一道规则罢了。所以玉轩的事也是你编造？这件事我不曾骗过你。那你又是抱着什么目的呢？照你的话看来，你与那魔头应该有着不同的目的，只是过程相似，故而同路。我说的可对？不错。不过你知道了也没什么用，如今你已无力阻止这一切了。都已经这般了，明说又能如何呢？我只告诉你，你和他的目的都是一样的。一样，可他的作为却有些不一样。一样的，你们最终都会走向与天道抗争的一幕，
你的心中仍旧对于天道抱有好的看法，但他却不一样，他是一心要改天换地。改天换地就能破除诅咒了吗？兴许可以，就没有别的办法？这是他的原话，我不是你们，又怎会知晓那么多事？多事之秋，自古以来与天相争都不会有什么好下场，但也总是会有这样的一群人出现在历史的长河之中，这是史书笔记之中不曾记载过的一些人。当他们踏上这条路开始，便也注定着烟消云散。在满月的记忆之中，他都已经记不清有多少个似他们这般不畏天命的人了，但唯独他宁凡给了他不一样的感觉。2000载命运，抗争于天道，再至往生轮回，行将道，入魔道，血洗了整个修仙界。在这片天地之间，掀起了一阵令人难以置信的动荡。那时的他不畏天地，一步步往前踏去，势必要与那天地争上一争，可最后却失败了，败得彻底。为了保住性命，他逃离了肉身，窃夺了皇权的规则，躲在了其中。也是因此，他躲过了诅咒，并斩下一部分神魂送入轮回，借机假死，瞒过天道。天道果真上当了，追着前去，而他也是在这个时候慢慢的蚕食皇权的规则，一步步将这占为己有。而后来的宁凡，也就是由此而来。这一路上多有波折，不过好在又有了希望。魔君假借肉身回到了人间，躲开了天道的目光，这也意味着在不久后的将来，他真的有可能逆反天道。满月也不知怎的，总是对于这个人有着莫名的信心，又或者说他早也觉得这方天地早该换一换主子了。宁某仍有一处不解，为何地府轮回会是无用之举？在那诅咒之间，间隙不过是在于轮回，我越过其中，不就是跳出了诅咒吗？为何会不行呢？你们不一样，这天地之间总有一些特立独行的人，而你们并不在轮回的法度管辖之下。为何？他与我解释的时候，有意避开了这个问题，我想他是知道原因的。若有机会，你亲自去问他吧。多谢。你去地府休养吧，只有在靠近轮回的地方，你才能躲过那诅咒。记得戴上面具。当宁凡来到地府，看到如今眼前的景象，不由得恍惚。转眼数年过去，这里已经大变了模样，地府的一切都已完善，各路阴差鬼差把守各处，沙海之间，数不清的亡魂赶赴那奈何桥。在如此短暂的岁月之中，这里却得到了真正的完善。第2季31集的时候，由他在人间带来的将士亡魂，如今担任着鬼差之责，化身阴兵，镇守在这地府各处，一切是那样的井井有条。咦，魔君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不是去人间了吗？事情处理完了就回来了。喝汤吗？我就不喝了，我还有事，就先走了。这就走了？奈何桥边的孟婆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她就是玉轩。你不是告诉我说玉轩承受了因果，坠入轮回了吗？是啊，不过在那黄泉路上却被人给拦住了。他如今已经什么都记不得了，那般因果早便让他从踏入轮回的那一刻起就忘记了所有事情。如今的他不过就是一道魂魄，只是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小姑娘。起初时，我与魔君商议，想将她送入轮回，再寻后事。可世事无常，意外之间，我们发现她与你们一般，都是那个特例。她本身就是跳出过轮回的人，往生经注定了她无法似一个正常一般轮回转世，所以我们便只有另寻他法，暂时便让她去做了孟婆的职务，这样也不会太过无聊。方才何不给我打声招呼？忘记了。你若有心，就少跟她接触。我倒是希望我根本就不认识他。还有什么事一并说了。他把那柄魔剑留给了你，还有玲珑魔塔一样也留在了这里，你随意处置便是。现在他所有的一切都属于你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建议你配合我们，毕竟我们有着同样的目的，不是吗？我再考虑考虑。你好好考虑吧，反正日子也还长着呢。宁凡离开了南园，再度回到了地府。他寻了一处僻静的地方，坐下来反复回忆起了最近的事情。他从一开始就沦为了别人棋子，自己所遇到的一切都是事先所安排好的，这样的感觉很不好受。他本决心沉入大梦，可却又被那魔头踹开了门，这样的身不由己，也不由得让宁凡思索起了何去何从，自己该不该掺和进去呢？不得不说，满月的话的确让他重新看到了希望。当初的魔头如今以宁凡的身份活在了这世间，并以此瞒过了天道的杀法。也从此刻开始，他开始谋划这一切的事情。要想改天换地，绝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更别说是在这样一副孱弱的躯体里。眼下的日子还长着呢，接下来便是一边修行一边等待。他的步子很稳，上一次吃了亏，如今不敢再有半点懈怠。
最新剧情已更新，想看的可自行观看，谢谢大伙。续接上集，宁凡整日都待在那地府之中，靠近那轮回的大门，一座黑塔摆在这里，源源不断的魔气裹挟在那走入轮回的亡魂身上，带进了轮回之中。宁凡看向那门前的黑塔，抬手之间将其招了过来。此时此刻，这座黑塔已经不再能开口了。从一开始，宁凡便误会了，这座黑塔从来都没有灵智。幻魔神君将他的头颅藏在了这黑塔之中，夹带着他的一缕残魂，一并被封印在这座黑塔之中。一直以来，与宁凡说话的都是那魔头。如今掌心之中的黑塔不过是一件简单的法器罢了。宁凡看着这座黑塔，心中涌出些许无奈。尽管他知晓这黑塔必有藏匿，可他却也未曾想过会是这样的情况。所以当初在临安坊与环妖相遇，也并非是意外，而是刻意安排好的。这黑塔注定要落进他手里。这些骗局一层叠着一层，让人看不透真相。宁凡将这黑塔封印，同时阻断了魔气通过轮回涌入那世间。他如今无处可去，天道之下无处藏身，只得栖身在这地府轮回门前，静待时机。在他没弄明白一切的前因后果之前，他是不会离开这里的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进来的？我问你，你到底是谁？如你猜测的一般，我的确不是那魔头。宁某很是好奇，那天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你怎么会变成这样？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此事说来话长。那岂不是说你要替那魔头承受天罚？是这样的，不过只要我躲在地府，天道也拿我没有办法。这与监禁何异？并无差别。我去杀他。且不说你能不能找到他，若你真的杀了他，那我恐怕真的就没有任何办法了。赵玉清皱着眉头思索了起来，似乎是想寻求那解决之策。前也不是，后也不是，如今眼前的困境，宁凡只有等。在机会未曾出现之前，他只有不断的修行，在那关键之际去搏那一个机会。他作为幻魔神君早就规划好的替死鬼，在这场棋局里，交给他的结局只有两个：死在天劫之下，要么就是躲藏于此，苟且偷生，却永世不得踏出这里。但俗话说，大道50，天眼49，人遁其一。这最后一丝机会，便在于他身后的门里。在那轮回之中，魔君取缔了他的身份，但同样的，也将遭受那一副身躯所带来的因果。他将如曾经一般，经历岁月轮回，死而复生，生而复死，如此往复。那个一就在这道门后，可如今却不是一个好时候，一切只有慢慢的来。你怎么老得这么快？再过几年你就知道了，过了50这个坎，便是1年1个样了。你叔叔不是神仙吗？你何不去寻那长生仙法？陛下以为长生就一定是好事吗？我这一辈子活得够够的了，什么都见过了，什么都体会过了，再活下去又有什么意思呢？能得个善终就已经很不错了。你还是少说这样的话，于你而言，再活个20余年该是没有问题的。兴许吧。他甚至觉得这20余年不免有些太长了些，但他也清楚自己的确要比寻常人活得久一些。别说我了，你看着可比我老多了。每日劳心劳神，自然老得更快一些。那挺好，到时候说不定我还能送你。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。顺治12年入夏，当新生儿不再带着魔气降世，正道的修士都不禁长舒了一口气。他们总是心有担忧那魔头掀起这天道大劫。可意外的是，自那一次后，那魔头再没有显露过身影，而魔道一脉也好似藏了起来，少有在人间现世。魔君再度从那轮回之中醒了过来。眼下的岁月很是枯燥，他要做的便是完善这具肉身的不足，这将需要很长的岁月。而身处地府的宁凡，则是走上了另外一条道路。他盘坐于那轮回之前，炼化那阴阳之气，一切都处于了寂静之中，但好似也预示着不远的将来将会有一场大乱。在这枯燥的岁月里，赵玉清偶尔会来地府看一看他。满月并没有阻拦过赵玉清，大体是因为当年天道追至此地时，赵玉清替他解决了阻碍，便也就卖了一个人情。赵玉清是个很无趣的人，从他的行为就看得出来，那云浮山上一片寂寥，但他却能一个人在那山上待上数十年、数百年，故而每次来，他都跟宁凡聊不了几句，说的也只是一些外界的变化。岁月就这么匆匆过去了。陛下深夜换频道前来，可是有要事？朕心有疑惑，才请教道长一二。陛下请问便是，频道知无不答。敢问真人，身为帝王，真的就断绝长生路吗？
真人不必担忧，朕只是好奇而已，随意问问。回陛下，陛下身负人道契约，贵为天子，但身处其位，也将深受其束。也就是没有可能。陛下想听实话吗？自然，你直言就是，恕你无罪。陛下若舍弃身下的位置，想来是有机会的。燕南天听到了这个回答，心中却又恍惚，让他不做皇帝了。可这个位置哪里又是想做就做，想不做就不做的？燕南天有些失望，随意聊了2句后，便命人将真人送了回去。3员道人从宫中出来过后，心情异常沉重。他明白，无论是官家一时兴起，还是有所预谋，那追求长生的种子便已经埋下了。哎，怎么老儿糊涂了呢？罪过罪过。朕为何就不能长生呢？京南边陲，秋月芳一如往常，时隔多年再度回到这里，一眼望去，却不见这有多大的变化。山下的人戴着斗笠，遮蔽着天上的雨水，抬眼望向了那山上的道观。一转眼，不知道多少岁月，再次回到这里，许多记忆从心头荡出。上山的石阶上布满了青苔，如今已经没什么人来打扫了。同一师云游去了，道观也很少开门了，那大门紧闭，也没了香火，冷清不已。坊间的人常说，观中有仙人，不久将回，故而没人敢去动那庙子，更没有贼敢前进去。一步踏上石阶，来到了那观门前。当那人将斗笠放下，露出了他本来的面貌，眉目似狐，目光却显得坚毅硬朗。城隍伸出手来，打开了关门，关里落叶飘满，好多都已烂去。他走进了关中，第一件事便是将这关里的枯枝落叶给清扫了去。枯死的桃树上长出了许多的花草，种子落在树木的缝隙间，生根发芽，好似枯木逢春一般。做完这些，城隍又打扫起了关里的灰尘，转眼间将这观里打扫得一尘不染。抬手引出几道符箓，在这道观之中设下阵法，以免宵小入内。城隍长舒了一口气，安静，也不言语。这样的冷静让他觉得恍惚，甚至让他觉得来错了地方。莫大哥呢？陶姑娘呢？他不明白，怎么一转眼就成了这样了。最新剧情已更新，想看的可自行观看，谢谢大伙。哪来的水果？早年我在地府隔出了一片地方，里面皆是自然，没有死气。你还有这般闲情逸致？天道自然，当有自然。可这是地府，乃是阴间。阴间怎么了？外面来了一个你的熟人。我的熟人？怎么进来的？死了就来了。是谁？姓欧阳，是个凡人。他现在在哪？应该在沙海吧？你要去见见吗？还是算了，徒增烦恼。什么时候你宁凡这样看得开了？我若是看得开，我就去了。哦，原来是在逃避。宁凡无奈一笑，摇了摇头。他是从大梦里走出来的人，也不该说走出来，而是被人硬生生的拉出来。他没有对着命运升起希望，对他而言，这一切的事情毫无道理可言。但如今又能如何呢？如今自己才是那个阶下囚，那魔头顶替了他的身份，在这天下之间走动，而自己只能顶着这一身因果业力之躯，躲在这天地间的轮回前。宁凡可以试着去解释，可事实上，不见得有多少人会去相信。钟正元他们肯定会相信，但那千千万万的修士又如何敢相信？这天地之间皆被魔气所侵染，而如今这副肉身正是那魔修的头子，谁会信这口中说出来的话语呢？总是闲来无事，不妨你教一教我如何化这一身魔气为己用。你愿修魔？这已经不是我愿不愿意的问题了。都说魔道捷径，但实际上这魔道与玄门一般，其妙用无限。早古时更有冠绝天地的魔道神通，立教天道。你若要修行此道，就不能轻看了此道。宁某觉得各道都有所取，入魔更似心思的偏执，世间唯我，世间独我，这同样也是道，只是在大多数人看来，这样的道会使得修士堕入杀孽之中，故而称魔。但此道何尝不是推开心门的造化吗？不愧是同一人，你在玄门之上，造化不算太深，但此一番话却足以表明了，你其实更适合修行魔道，就如你说的那般，世间唯我。不过一句话，你便下如此定论，是有意引我踏入魔道吗？你就适合这个。还请指点一二。我不会。那魔道本就是偏执的，而身为轮回的辅君，最不应该的就是有偏执之心。满月本身就是道，是轮回，他无需再去看其他的，甚至需要更纯粹一些。地府里可有懂得？他麾下的那些人，你都可以使唤。不好问，怕是容易露馅。我先琢磨一段时日吧。别琢磨得太深，说到底，魔修的路子总是有些弊端的。宁某明白，多谢提醒。
下，长生仙路并不好走，尤其是对陛下你而言，更是困难。通敬道长不妨告诉朕哪里困难。要看陛下如何想，若是陛下能够舍弃身下之位，其实一切都能迎刃而解。朕若是都想要呢？那就难了。还请王姑娘直言这破局之法。若说困难，难就难在陛下的身份。陛下身为天子，做人皇，这天地之间的灵气造化都将通过陛下分至这天下万灵，万灵得道，又化气运，反哺于陛下。这时帝王之道，自赵祯一统天下过后，后世帝王抛去有违天道的人皇，其寿元都要比前100年中的帝王更上一层，这便是国朝升格所带来的好处。可朕记得赵祯并不长命，其后嗣也死于阴谋算计之中。顺成帝亦是如此，为何你却告诉朕帝王越发长寿？陛下，我说的寿元，死于非命，这与寿元并无关系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赵祯与那几位人皇，连同这顺成帝，都是死于非命？不错，赵祯巧借大道，但为天道，这是天意之法，死于非命。而顺成帝亦是异曲同工，其逆天而行，早年丧命，不然依其寿元，再做数十载，不成问题。依你的意思，便是说只需朕治国有方，便可得气运反哺，增进寿元。正是如此，这天地之间，气运早为定数，这里多些，那里就会少一些。陛下励精图治，治国有方，使这天下安居乐业，固然可增国运，可这却只是一小部分，微乎其微的。真正能使得陛下长生的，乃是大气运。大气运又从何而来？讲来，略来。燕南天在一阵沉默过后，忽地喘了口气，不知为何，他在恍惚之间，竟是确信了眼前之人说的话。气运真的能令朕长生。一句话下，他的思绪颤动，忽有起事之心。陛下要明白，入此大局，那便是先凡之争，轻则国祚覆灭，重则万劫不复，天下必逢乱局，争端一起，将不受天地所护，到时候便是妖孽谋国，修饰贪欲，若无从应对，天下将民不聊生，国之气运将一点一点被蚕食，直至新的人皇出世，一切归于最初。妖道，若是陛下怕了，那便安行国道，莫误家国，莫使天下遭劫；要么便舍弃这身下天子王位。放肆！来人，将其打入冷宫，好生看管。传言人死入地府，见800里黄沙，赐孟婆汤1碗，忘却凡尘往事，踏上奈何桥，直面3生，走入轮回，竟是真的。在这地府待得怎么样？也还成啊，每天就熬汤，跟这些亡魂闹一闹，挺好玩的。你问汤怎么熬啊？这不是你之前教我的吗？我忘记了，一时好奇，所以来问问。忘记了？好像是哦。你好像真不一样了。上次见我的时候，你都好像不认识我一样。敢问，可是孟婆当面？是啊是啊，汤在锅里，自己打，喝了就过去。你叫什么？回阴差大人，老朽姓赵，赵氏无极。赵无极？你是赵祯的儿子，当年大襄的太子。阴差大人知晓老朽。那誉王如今在位多少年了？有10年了吗？已经在位15年了，今年正是顺治15年。都15年了，你呢？当年燕灭过后，听闻你去了西北，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？阴差大人说笑了，我孤身一人前去西北，又能掀起什么风浪？大襄大势已去，我也不过是游荡了一圈，见了一见那西北风光，便寻了个地方，了解了此生。我倒是有些不太明白，当初你为何抛下了燕地？难不成是未卜先知？当年我父皇马踏西萧，将那北漠人打回了北地，我这个做儿子的，又怎会在末路之时投靠异族？我赵家子弟不做这般通敌之事。赵祯真是留下了好骨气，喝了这碗汤便去吧，下辈子投个好人家。这天家皇室终究不是个好的容身之所。阴差大人，喝了这碗汤，真的便能忘却前尘往事吗？想来是如此的。赵无极在短暂的犹豫之下，捧起那一碗汤，随即仰头将其一饮而尽。这一碗汤乃是真正的绝味，他活了一辈子，却也从未喝过这般好喝的汤。在喝下那碗汤间，生前的记忆在脑海之中犹如走马观花一般重新复现，一幕幕呈现于脑海之中，直至那人生的末尾，一场秋风，一阵大雨，最终这一切的一切化作泡影。最新剧情已更新，想看的可自行观看，谢谢大伙。钓鱼好玩吗？
有时候我真是不想看见。你应该感谢我才是，是我赐予了你生的权利，能得这数千百年的自由快活，你有何不满的呢？不敢不满。搭上手来，归我神躯。与我一战，若你败了，还请还我自由。不必这么麻烦。服气了吗？魔君平静地道了一句，墨玉再无他言，他知晓自己已然没有了再站起来的机会。他沉默了，在良久之后，化作了一声叹息。魔君伸手，墨玉的身形逐渐溃散，化作一道图腾，顺着他的手臂流淌进那4只百骸，在其丹田之间，那道麒麟图腾若隐若现，片刻之间化作了平静。魔君做完这些，随即离开了这里。他还有一些地方要去。人间之地，通天江水平潺潺作响，在那龙宫之中，一扇门后传来一声。身为人道水平的龙君目光凝望而去，他知晓那门后将会是万劫不复。龙君没有告诉任何人，独自一人走进了那扇门中。发生了什么？父亲呢？父亲不见了，通天江的水势似乎……随我去父亲的墓中。大哥，父亲一定还活着。我们暂且先压制住通天江的水势才行，不然人间必遭劫难。我去求北仓主墨龙君。墨龙君，我父亲如今下落不明，人间水势不得不顾，可否恳求龙君暂管人间水运，避免这人间生灵涂炭？这是你自家的事情，且不说我一个外人不合规矩，其次，此事你应该找应天泽，他有这个本事，你又何必来求我？大哥，小妹，我不是不愿，只是这水势不是以力就能镇压下来的，虚借神位，而我道不在此。而且父亲如今只是下落不明，并不是真的。你大哥的心中的道终究不够坚定，罢了罢了，我便暂且接管吧，待老龙王回来，你须好生解释才是。拜谢龙君。龙王像裂了，你是说水神龙君恐遭不测？陛下，是有这个可能的。可据那折子上所说，如今通天江域的水势已经得以缓解了。早年北仓真龙之君墨龙君与通天江龙君有救，天江娘娘请了其前来，暂且压制了水势，这才没让江水泛滥。世上还有真龙？陛下，其实墨龙君也是自人间而出。墨龙君乃是天顺20余年时由碧波湖顺南御河流入江走水，当时掀起了不小的阵仗，当时水势的突变，早年也有所记载。常言道，九五之尊，亦乃真龙天子。如今看来，真龙是真龙，天子是天子。陛下，水神龙君依附于人间，陛下有令，龙君大抵也不会拒绝的。是吗？燕南天觉得好笑，这样的话早已唬不住他了。他摆了摆手，三元道人便也由此退下。至于这通天江的事，既然已经压制了，那也就得了，只需明日写一道折子，安排赈灾的事即可。燕南天只是因为此事心中有些不痛快罢了。或许在他看来，这天下之间只能有自己一个真龙，那便是真龙天子。当这一切的一切呈现在眼前，妖方、道人、龙君、仙神，这光怪陆离的世界满是真相，不再是虚假。燕南天恍惚间便觉得这天下好像不是他的天下了，他茫然，心里又觉得空落落的。当夜他没有翻任何一位嫔妃的牌子，而是命人将王英英带了过来。陛下深夜唤我前来，不知是想问些什么？陛下想知道的，不是已经都知道了吗？朕稍有猜测，不知对错与否，所以想请你来解答一番。陛下且问便是。王英英知无不答。你说有没有一种可能，朕只是一个猜想罢了？若这气运以王朝天下为整体，那为何不将其塑制一人之身，又或是一物之上？若是这般，朕可否长生？不行吗？还请陛下容我考虑几日，此事我也暂且下不了定论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朕之所言有可能是可行的？王英英不敢下定论，还请陛下莫要太过激动。好，你先考虑，若是可行的话，立刻让人来找我。是。受命于天，即寿永昌，传国玉玺。贺喜陛下！
朕就知道，天顺帝没想出来，赵祯没想出来，顺成帝也没想到，是朕想到了，是朕。不过有些话还需与陛下说明白。你讲。气运分化，在平日之中，陛下也会失去家国气运的庇护，可有解决之策？唯有将那气运的债务握于手中，陛下才是人皇。放下，陛下将不再受家国气运所护，妖魔仙家，寻常百姓皆可杀您。依你之见，以何为债务为好？陛下，这不是随意就可以选定的，寻常之物难以成气运加持，不过却有一物，暗合天数，可成气运，最为合适。此物正是那传国玉玺。传国玉玺，妙哉！朕之心，王姑娘功不可没。这怎么可能？陛下尚且还在壮年，突发恶疾绝无可能。如今宫内宫外也是一片安定，怎会出现人皇易主的星象？三元道人不敢相信。一般而言，似他这般道行是算不出这些的。一般能算出来，基本上都是大势已去，结局无法更改的时候。可如今哪有半点迹象啊？他百思不得其解，一连算了5遍，这才敢确定。陛下，我多年来常修道经，与阵法一道，所知不多，还需有人协助才是。王道长可有合适的人选？陛下，全山的与阵法一道颇有研究。全山啊？兴许是因为星象有变，地星易主之象导致的。地星易主，气运聚于玉玺，地星必然大变，故而星象所显示，全山的道长估计以为天下要易主了。好一个两面三刀的全山不成，又该找何人呢？听闻江湖之间有一势力名为白夜，可谓无所不知，无所不晓，消息冠世灵通。陛下或许可以遣人去问问。朕有所听闻。宁先生常是居无定所，踪迹难觅，但前后常居于兖县秋月坊流云观，原川青山乘船风向，疑似仙家下凡，乃红尘仙人，本领通天，言出法随，人间修士无比赞叹其道，心驰神往。若论道行，此间无二。全山大变，似与其有关；生河水起，天劫降世，似与其有关；妖房兴盛，似与其有关。此人早年在青山城与王家为邻，王家女王如意后成郡主，封如意郡主。王家子王平安如今为江湖南北楼主，执掌一方江湖。宁凡疑似2人之师。据朕所知，你也是青山城人士，你可知晓这位宁先生？回禀陛下，我曾与宁先生有过一面之缘，宁先生曾与我祖辈有故。此人如何？不太清楚，也只是见过一面而已，匆匆而别。你说此事若是得此人相助，会是怎样？9成、10成、10成能成。你对这位宁先生评价如此之高？宁先生他是真正的仙家，不过这位宁先生却不见得会答应陛下。宁先生性情随性，很难请动。听闻如意郡主是他的侄女，若是看在情面上，说不定可行。最新剧情已更新，想看的可自行观看，谢谢大伙。听说官家如今在找宁某，你是宁凡，宁先生。正是宁某。不知宁先生竟在上京城中，本以为远在天边，不曾想近在眼前。官家客气了。先生名动天下，今日一见，果真名不虚传，果真仙风道骨，乃真正的仙家。先生快请落座。不必这般麻烦，宁某只是好奇陛下寻我到底所谓何事，竟还找上了如意。他们。我以神通暂且镇下了他们，我2人之间，他人无从知晓。原来如此，宁先生当真是神通广大，所以官家直言便是。还请先生随我去见一人。官家请吧。王英英见过宁先生，见过陛下。不必多礼。宁先生，吾父思念先生已久。先生当初说喜欢我家那百香面，铺中便常会留上1碗，不知先生何时回去再尝。你父亲不是早便过世了吗？
父亲是过世了，不过面馆却重新开起来了。那是极好的事，若有机会，宁某一定回去尝尝。你与宁先生解释一番吧。此法的确巧妙，或许可行。先生此言当真？官家不必激动，世间诸法不试过一番，结果都是难以知晓的。宁某也只是说或许而已。先生都说可行，那想来是无碍的。不知先生可愿助我一臂之力？修行之人最为忌讳插手天家之事，此事宁某倒是不想涉足。不过官家之心的确坚毅，从这苍茫天道之间另寻门路，可见官家悟性上佳。宁某也愿结个善缘，为官家画一副天地大阵，以聚国运。先生大恩，燕某没齿难忘。这机遇是白来的，在魔君看来，这人道的气运他始终都要去参一脚的。不过人间相比起修仙界而言，实在复杂，天道对于人道的庇护是非常的，他正头无从下手。可当他发现那地星大变，星象所示人黄易主之时，不由得心生疑惑，索性便化身前去查探了一番，果真让他听到了燕南天与王莺莺的对话，只能说得来全不费功夫。官家，这便是大阵法图，依此阵法各画八方，49道，口诵经引，即刻成阵。届时会有阴阳倒转之意象，瞒天过海，引气运入玉玺之中。宁某尚有事务在身，便不多叨扰了，便预祝官家心想事成，早日登临大道。谢宁先生吉言。燕南天一顿，正要挽留，可魔君却是在转身之间，身影便消失在了他的眼前。他不禁恍惚，神仙手段当真玄妙无比。这也让他越发期待了起来。王莺莺接过了燕南天手中的大阵鱼图，见其上的描绘的古字，却是完全看不明白。他不禁摇头，心想这般高人手段，当真是自己难以揣测明白的。宁先生不愧为宁先生。转眼几日，怀旭逝去，魔君也在岁月之下重新陷入了轮回之中。此一番收回了麒麟与真龙图腾，也算是收回了几分力。另外又落子了朝廷，往后那人道气运，他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也算是多了一份力。更让魔君觉得心中畅快的是，宁凡此人早年留下了不少气运在身，杂七杂八，青丘狐族、仙界天机、人间气运几乎都有接触，这也让他能少费些力气。他心中安定，想着改天换地之时不远了。幻境，宁凡摸了摸下巴，自己反倒有些没搞明白。似假非假，又不像是幻觉一样，再一招手，眼前的景象就此消散。他不禁摸了摸下巴，接续深思了起来。假的终究是假的，似假非假，在宁凡看来一样也是假的。那如何化假为真呢？想着想着，心思却又远去。满月姑娘，方才异动是怎么回事？闲来无事，琢磨出了个幻境神通，怎么连把你给惊动了？只是幻境吗？有什么不对的吗？满月张了张口，却没有解释。方才的一瞬间，他明明感觉到宁凡消失了，他抬眼望着地府，却依旧没能找到宁凡的身影。这又岂是幻境这样简单的事情？满月没说几句话就离开了，也没说明其中的意思，反而是宁凡沉思了起来。满月的到来很是可疑，这不禁让宁凡思索起了方才的幻境是什么地方引起了满月的注意。原来不是幻境。画梦为真，镜花水月，妙哉妙哉！或许神通术法本就如此玄妙无比，甚至连他自己都不明真相是如何。阴差阳错，无心插柳，造就了这般神通。造梦，造梦，当真妙不可言。宁凡的一举一动，满月都看在眼中。他知晓，就算自己不说，宁凡也会反应过来的。宁凡对于修行一道了解不多，可他终究不是一个蠢材，一念就能反应过来。他听宁凡说着梦之一字，只觉得恍惚。满月想起了当初的玲珑，那世间千百般规则，无数秩序，无数生灵。最初之时，也只是因为玉轩的一场大梦，梦将会是一切的开端。没有人比他更为清楚了。贼老天，追着老子不放了是吧？娘的，老子不信你还能追来！你怎么这样狼狈？你个老妖婆，化作玉轩的样子作甚？老子这会正在气头上，你最好滚远一点，不要让我看到你。天道之下容不下你，这地府算是你的容身之处。我为府君，
更是此地的天道。你要是两头都得罪了，我真不知道你还能躲哪里去。你少在我旁边说些风凉话，要不是我，你能是此地的辅君天道，早便被天道收了。不能，你既无处可去，便先待在地府吧。这是没什么灵气，但不免是一个好去处。地府很有趣的，不比外面差。我先睡一觉。最新剧情已更新，想看的可自行观看，谢谢大伙。宁凡，这呢？方才是幻境。你觉得我那么好骗？我以为你没认真看来着。什么东西？法香小世界？是梦法，你可以理解成规则短缺的小世界。你到底是那魔头还是宁凡？如假包换，我只是进来在琢磨魔道而已，场面不免血腥了一些。贼你娘，你还真像个魔头。是吗？也还好吧，也没有那么像吧。可别真的入了魔了，那魔气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尽管这东西很好用。宁某自然明白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你怎么这般狼狈，像是逃到这里一样？天道在追杀我，到底是他的地盘，我不是对手。说起来，这事也怪我。你可别往自己脸上贴金，我只是跟这天道有旧仇而已，可不是来救你的。说起来，宁某可很是好奇你跟天道的恩怨。陈年烂谷子的事有什么好提的？对了，你之前托我事，我没找到，那狗东西很能藏，再加上天道在追杀我，我也没功夫去找。找不到就算了吧，你好好活着比较重要一些。还有一桩事情，人间王朝那头老龙不见了，星象又显地形大变，人皇易主之象，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有人造反？没有，这星象莫名其妙的，可那人间局中并无任何变故。你方才说老龙王不见了，应征？之前人间水势还失控了，你那化龙的弟子还前去帮了忙，如今荒海的事都不管了，留在人间镇压着水势呢。这事闹得可不小，整个修仙界都知道了，都在猜测人间出了什么事情。你觉得应征会出什么事？说是消失，大抵是死了。人间水神龙王庙的神像都碎了，不死估计也废了。神像碎了，以应征的本事，谁能奈何得了他呢？我杀他如杀鸡。你把这天下想得太简单了，一些老东西颇有手段，明面上敌不过，那就玩些阴的。那老龙的确有点本事，但还不够。那你呢？你在修仙界中颇具恶名，又是怎么压住的呢？简单，再阴险的手段都敌不过绝对的差距。你若是有机会回修仙界，可以去打听打听，各大仙门按理来说都应该有几个老祖宗的，但是你看现在有几个仙门请过老祖吗？当年这些老东西联手骑上云浮山，全被我宰了。反正你平日里也哪都不去，不妨就留在地府吧，这里清静，不要是闲了，地府也有不少活，欺负来这闹事的修行之人，也还算是有趣。算了，在云浮山上我那是清修，在这地府却是真坐牢。我可不怕那狗天道，等老子修养好了，回头就挫一挫他的锐气。我觉得你会留下的，带你去见一个人。他，满月告诉我说他就是玉轩，但我也不大清楚，他似乎什么都不记得了。他不是早便死了吗？为什么会在地府？那魔头早年藏在黄泉深处，我想或许是那个时候就将他拦下来的。那我就留在这里玩玩，好好玩。赵玉清就这么留在了地府里，并且化作了一位阴差，守在了孟婆殿内。他时常观察眼前的孟婆，大抵也是想确定这到底是不是他记得的那个玉轩。而宁凡却无心管顾这些，他一心修行他的梦法，渐有所成。我的钱袋，听雨，你能帮我找回钱袋？听雨，饶命！小贼，钱袋还给我！给你。随我去官府。姑娘，钱袋我都还你了，你还要我去官府啊？还了你就没罪了。不是，对了，你那柄剑从哪里来的？干你何事？姑娘误会了，我只是看那柄剑眼熟，似乎是我一位前辈的剑，他应该认得我。谁认得你？你手里的剑，他叫听雨对不对？你认识宁先生？认识，不仅认识，我和宁先生很熟。你胡说，先生的朋友怎么会行这般鸡鸣狗盗之事？姑娘别激动，俗话说，行走江湖谁没有个难处呢？我也就是饿了，买个包子，你看里面的钱不也没少2个字吗？那是我来得及时。
姑娘您行好，看在宁先生的面子上，饶我这一次吧，我真是迫于无奈，我真不是什么坏人。我想问问宁先生的剑为什么在你手里？我就问问，你跟宁先生什么关系？早年的时候，宁先生教过我一些神通术法，跟着宁先生游历了一番。之前的时候，先生发了疯，莫名其妙的就把这把剑借给我了。借给你？那宁先生现在在哪？不知道，听如意婶婶说，先生是生了病。啊？他生病？他会生病？如意婶婶是这么说的。我还是不明白，他为什么会把剑借给你一个凡人？你救了他的命吗？没有，我只是在他疯疯癫癫的时候，给了他一些酒喝。你知道这把剑到底意味着什么吗？意味着你握着这把剑，能在这人间横着走，就算是取了仙界，也不见得有几个人能奈何得了你。天下无敌。若是落在宁先生手里，那就是天下无敌，天上也无敌。但你吧，最多能在人间耀武扬威。说完了吧？说完随我去见官。拜拜了宁。青山城如往日一般祥和宁静，传风巷子如今没几个人住了，巷子里都空了。当年王朝更替，于洪锦便去官府将这里的院子都买了下来。他有钱，有不少。他在青山城开了个酒坊，盘下了当年李二叔的铺子，照例酿酒卖酒。于洪锦的手艺不知比李二叔好上多少，喝过他酿的酒的都说好，来往打酒的人不断，慕名而来的也有许多。于洪锦便一边酿酒，一边陪着支书，日子平静祥和，少了些吵闹，更是安逸。店家在吗？是李家后人吗？你找谁？这已经不啊！你是？我还记得你，洪锦，于洪锦，传风巷子里的小孩里，你最是调皮。我是阿青，还记得吗？记得。阿青姐姐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之前你去哪里了？我随上仙去了仙界修行，如今在大雪山绫罗女仙座下。大雪山？哪个仙山取这么个名字？门中弟子不多，便也不显名声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记得这不是李二叔家开的吗？如今怎么是你在打理了？原来如此，这天下真是多变，前后不过80余年，王朝却反复更改。是啊。二人闲聊了起来，于洪锦将其请进了屋里，用好酒招待着。这没别的东西，只有酒，小食更是没有。阿青尝过酒后连连道好，随即又问起了早些年相熟的人。除了宁凡，我没提的都已经不在了。如今只有你一个人。还有支书姐，她在家，不过已经成为鬼修了。鬼修啊？为何会？反正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。阿青姐是来找宁凡的？不全是，也是想回来看看你们，看看我的桃林。桃林倒是还好，青仙观的人在看着呢。虽然没落了，但好歹也是仙家道门，不至于有人敢找麻烦。不过宁凡不在这了，他已经好多年没有回来过青山城了。总之已经过去很久了，10来年了。不清楚，兴许20年。我记不得。已经过去这么久了呀？是啊，岁月无常嘛，习惯就好了。于洪锦满不在意地说道，他似乎很平静，似乎在云姐姐离开过后，他便再也没法算清楚岁月的长短，没那么记得清楚了。阿青来的不是时候，至少在于洪锦看来是这样的。他也明白，阿青此行也仅仅只是回来看看，看过了也就过去了。他真正要见的人是宁凡。阿青在青山城待了3日便走了，走的时候于洪锦去送了送，另外备了一些酿好的酒，阿青欣然收下，说下次再来看他。或许是因为于洪锦的外表，所以他们时常将其当作是小孩子一般。于洪锦何尝不想自己是个小孩呢？他想得要死，什么都不懂的日子真好，可惜已经过去了。最新剧情已更新，想看的可自行观看，谢谢大伙。又来了。喂，小赵子，你干嘛？上工呢？你又想跑？有事，你先撑一回，我去就来。第几次了？第3次。真是冥顽不灵。我不是告诉你了吗？不要再修行那个什么老子梦法，这都第几次了？妈的，老子要是来晚一步，你今天怕是都醒不来了。我没事，你先去忙。你没事？什么鬼样子了？神魂都险些弃肉身而去，你说你没事？
我说了，我没事。没有下一次，不然你与那魔气都将斩于我之剑下。那梦法，你不能再修行下去了。这身魔躯的魔气太过厚重，稍不注意就会填满你的梦境，到时候你只会沉沦下去，难以逃脱，最终走火入魔，神念也会被那魔气吞噬，那时候你就会成为真正的魔头。不必太过于执着于此，可以另寻他法。宁凡坐在原地，没有答复满月的话。满月见其不发片语，便叹息了一声，离开了这里。而实际上的宁凡却是痛苦的，他一次次的试探改变这一场大梦的格局，可始终却都无法恢复原样。魔气会影响大梦，所有的一切都在变化，大梦不受他的控制。他试着去控制，可却在一次又一次的骗局之中被戏耍，使他挥不出剑来，斩不破梦境。宁凡目光望着那昏暗的天穹，他不是一个轻言放弃的人。魔躯所带来的魔气，他能够压制，但他却无法压制住自己的心魔，他被困住了。魔道终究是偏执的，他会引导着修士走上歧路。心定者则无穷，心若飘忽，那便是万劫不复。他们清楚地知道宁凡的弱处唤醒了他心里的心魔，不断地折磨着宁凡，使其陷入其中，进退两难。宁凡不禁深思了起来，他明白破局的关键在于心魔，可他始终斩不碎那心魔。尝试了3次都是在于生死之间。若非赵玉清在身旁，他估计已经被心魔所吞噬，就如满月说的一般，化作真正的魔头。若不修行梦法，又该如何呢？我还不信弄不过你这个心魔了。作何？再帮我一次。你怕是真的入了魔道，本事没学成，这份偏执的念头却是真真实实的。我不这样做，我很难走出这里。那魔头拿我做了替死鬼，我侥幸逃过一劫，又怎能甘心？路要一步一步走，怎能这般着急？我行魔道便是为了快，如今已经没有让我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机会了。待那魔头以我之身铸下大错，我就算重归己身，天地的威压，世道的唾弃，还是会再次将我推至深渊。赵玉清听后神色顿了顿，他不知该如何去劝宁凡，因为他说的的确没错，谁也不清楚那魔头要做什么，或许今天，或许明天，他就有可能搅个天翻地覆。最关键的是，世人不会知晓是那魔头所为，反而会认为是他宁凡。而且你知道吗？这是根本解释不通的。当年我借各道所助，窃夺皇权，可到头来地府有成，可最终却使得魔气顺着轮回落入了人间。当众人看见那魔头以我之身大行魔道，众人又会如何想？我又该如何去解释？我帮你，但仅此一次。若是这次出了意外，你就放弃这般妖魔的梦法。你要扭转乾坤，但前提是要鲜活的才行。身怀浩然正气的就一定是好人吗？身上魔气滔天的就一定是恶人吗？你太天真了，这世道可不是以好坏善恶来区分人的，而是谁胜了，谁说的算。对，当年魔君横推3万里，将这修仙界闹得天翻地覆，那时候没一个人敢在魔君眼前大呼小叫。提起魔君，现在手底下的弟兄们有些不安，现在的情况就好像是人间王朝的国君失踪了一般，他们都有些担心玄门的弟子杀上门来。担心也是多余的，走上了这条路就无法回头了。你这话也太直白了些，总不能就这么告诉他们吧？自然不会，但他们的确没法选择。王和有些无奈，他轻叹了一声，索性便不讲话了。他只是觉得这世道有些可笑，手底下的这些魔修，说来也可怜，随便拉几个出来，都是曾经饱受苦难摧残，苦于无力改变眼下困境的人，一入魔道，才让他们真正的成为了人。这样的人占了至少70%。试问一下，这些人有何可恨？他们应该更为可怜才是。没有魔君在，我二人担不起这个魔门的名头来。你要想想办法，看看能不能联系上魔君。我只有说试试。咱们还得找一个安全的地方，东躲西藏的，终究是不行的。我想开魔山，你跟不跟？你开？你我二人在魔修之中影响力最大，却和根本不行，无信无义，不得人心。另外几个也是游手好闲的，我觉得魔君恐怕短时间内很难回来，我们必须要做好这一切。你我为主。是也不是，玄门有道长真人，台前供奉，10香火敬奉，我魔门为何不可？这样一来，魔君也不会有任何意见，之后也不会怪罪我们二人。我去找地方。气运在变化，师兄，我们都老了，如今是后辈的天下了，一切缘法得看他们。我们这些老的，终究要做垫脚之物。天冷了，我去添些衣服。钟正元的步子很慢，
显得垂老不已。陈道求平静而望望，他的心绪有些复杂。当一个修士开始怕冷，要多添些衣服的时候，所预示的将是尽头的到来。身负因果的钟正元已经快到了人生的末尾，他是真的老了。最新剧情已更新，想看的可自行观看，谢谢大伙。真如先生所料一般，天地异象，吾将成矣，吾将成矣。这人皇当真是好胆。气运，人道气运要去往何处？是谁？是谁掩盖了天机？是何人？大胆！三元道人难掩心中的怒意，可如今一切的一切却都为时已晚了。三元道人如何也想不到燕南天打的是这个主意。身为全山掌教的他，虽不敢说道行有多么高深，但他如何想不到聚天下气运这一法呢？可是这哪里是一个可行的法子？气运于身，便是因果在身。百官人皇有人道气运加护，这世间的妖魔鬼怪不敢轻举妄动，否则必受天谴。可往后却不是这样了。他燕南天可以手握玉玺，不受妖魔侵扰，可那朝廷的官员呢？百姓呢？又当如何？糊涂啊，陛下，你糊涂啊！陛下，气运未完全归于玉玺之中，暂不可触碰玉玺。不着急，不着急。连续数日，人间动荡不止，通天江大水泛起，无人敢阻止。这乃天意，就算是墨渊，也只是平静地看着，未曾阻拦这一切。身为天江娘娘的英恩也颇为无奈。庙宇中求愿止水的香客，近些日子堵满了庙子，他们磕头跪拜，但最终却也只是白费力气。人皇犯了这般忌讳，这般乱象，亦是天罚。老天爷啊，您睁眼看一看啊！求求你！6月预报，6月预报。皇帝失德，引来天怒，6月飘雪，天将水洪，灾祸已至。真人，朕该如何？陛下下罪己诏吧。燕南天张口本想反驳，可转念一想，这人世间的祸端的确也是自己引来的，可他却又不愿意去承认。若是真的下了罪己诏，不是坐实了那坊间百姓的传闻吗？自己并非无德无才，他只是有些想不过去。这么多年来，他兢兢业业治理国家，使得这大景蒸蒸日上，百姓安居乐业。可只是一场大雪，一次飘雪，百姓便彻底忘了是谁让他们过上了好日子。燕南天忽地觉得自己这么多年的辛劳完全不值得，太不值得。哟，这不与小子吗？老师傅，什么话？我有这么老吗？没成想在上京城里遇到了你，我也没想到。二人聊起了这些年的事，于红豆也说起了自己当妖方修行的事情。妖方啊，感觉也没多大的本事，当初你该跟着我的。蓝先生很有学识，也有大本事。好，有本事。来的时候看到城外的难民了吗？看见了。想不想救他们？这般苦难，谁看得过眼？心又怎么过得去？救自然是想救，可这不是寻常的雪灾啊，我怎么救？对于天罚，我们这样的修士的确不该触及。不过别人不行，你说不定可以。什么意思？你或许不同，甚至是非常的不同。你去试一试，说不定这雪就停了呢。试，我可不敢。蓝先生跟我讲过，这是要命的事情。又没让你与天作对啊！笨啊，你求一求天不就好了？求什么？怎么求？这还我要教？庙子里上香的怎么求你总见过吧？见过，可是又有什么用？求哪里求得来？哎，话可不能说绝了。别人求没用，你说不定一求就见效了。反正也不耽误什么，试试又不费什么力气。老师傅，你好像知道什么，可为什么不跟我讲？你是有宁凡作保，说不定能行。又是宁先生，我就知道。说实在的，你们都因为这个人来找我，可我真的不认识什么宁先生，甚至连面都没见过。他到底是什么人啊？宁凡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不知道。那我该说些什么？你就求这上苍收了天罚吧。还请上苍收了天罚，放过这些无辜的百姓吧。笨啊，要说名字。说啊。雪停了。景无涯顿了一下，抬眼望去，此一刻天上已经没了飞雪，雪真的停了。景无涯有些恍惚地看着这一幕，他拉开于红豆，来回地望着那天穹，目光又在于红豆的身上转动，大抵是觉得难以置信。
尽管景无涯心中有所预料，但真正见到这一幕时，还是让他心中颤了一颤。竟然真行啊！说不定是巧合呢，或许真是吧。这次的天法到底是如何来的？这样有用，人皇真的能踏足仙道？真的能，人皇是落了好处，可这天下百姓可就遭殃了。这怎么说？人道气运不同于旁的，天道眷顾于凡人，故而气运可助凡人不受妖魔所侵扰。如今气运归于玉玺，虽说气运仍在，但却已经作用不到这王朝之中的凡人的身上了。曾经妖魔少伤人命，怕的是气运之下的天法，如今可就不怕了，也意味着人命真正成为了草芥。果不其然，接下来这样的惨事不断发生，城中如此，城外更是，甚至有一整个村的百姓一夜之间尽数被屠，甚至连骨头都没有剩下。一转眼21年了，你往后别提醒我，你一说，我总是会去想。这不是给你一些动力吗？你让我帮你，可这都几年过去了，没见你有动静。这样容易死的事情，当然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行。原来是这样吗？讲真的，还是外面的天下好，这地府压根就跟牢狱没什么区别。是啊，倒是你呢，打算什么时候出去？我不知道。怎么？我还没弄明白。你是说孟婆啊？说起来，他到现在都还没能想不明，那孟婆到底是不是玉轩的魂魄？或许是错觉，又或许是因为他忘记了曾经的记忆，才让赵玉清认为眼前的人并非是当初的那个人了。宁某也分不清楚。你也不确定？是啊，你至少熟悉此人，可我却从未见过他。你的确把自己的前世跟自己分得很开。为什么不呢？转世续缘是许多人都求不来的事情，你却唾弃，所以我不明白。我是我罢了，很简单的道理。最新剧情已更新，想看的可自行观看，谢谢大伙。还请为我护法。引。不是说邪魔外道吗？我瞧着怎么一片浩然。山川异域，风月同天，山海之精所含异象多，有九州之大形，有神怪之虚实，有人类之生存。山为人界之极，海为天地之涯，南有南岳，北有北极。随着宁凡的话音落下，这片虚空之中逐渐诞生出了一幅又一幅的景象。只是在刹那之间，山海流转，岁月转变，九州大陆出现在了赵玉清的目光之中。世间万灵，人妖鬼神，千百画面落入眼中。在这样的变化之下，赵玉清为此惊叹，一眼过去便是四季轮转，沧海桑田，仅是刹那，便好似是千万年的岁月。一语为真，所见世界。佛家有言，一花一世界，一叶一菩提。书中有妖，万千变化。山海经言，有兽穷奇，状如虎，有翼龟山，其上有兽焉，其状如牛，为毛，名曰穷奇。音如好狗，沟无之山，其上多玉，其下多铜。有兽焉，其状如羊身人面，其目在腋下，虎齿人爪，其音如婴儿，名曰饕餮。一个又一个独特的妖怪出现在了赵玉清的眼中，这是他从未见过，更无法想象的妖怪。这些妖远远要比荒海之中千奇百怪的妖怪还要诡异，一出世来便让他觉得有些不适。一眼望去，便知不是善类。满月平静而望，在这外面，宁凡与赵玉清只是矗立于此，显得一片平静。他索性便出现于此，坐在了这里，等着他们二人醒来。满月也好奇，宁凡的梦里会有什么？准备了这么长的时间，又会带给他怎样的结果呢？着实让人好奇不已。在那梦中，赵玉清见这世间逐渐显化，一切的一切都是那样的真实无比。在某个刹那之间，他竟也恍惚了，以为这梦中之事当真成为了真的。宁凡不断的念着，没有一句落下，便代表着这世间多出了一只妖。而让赵玉清心中颤动的是，那些妖无一例外皆非善类，有兽出现便是大水翻山，更有干旱之妖、瘟疫之妖，在他口中无一善者。而这一切并非说得上是魔，但却跟一个邪字扯上了数不清的牵连。赵玉清知晓，恐怕后面的事更不简单。他不禁看向了那被自己带入此地的魔气，到如今宁凡都还未曾用上，如今这里仅是大梦，尚且是假，仍不是真。但说到底，梦法，所谓之事，便是化假为真。世间从何而来？由天，由自然，由道，玄而又玄，说不清，更无法道明。
莫非是上古？若这真是上古之时，那为何会变成如今这般景象呢？神去了哪里？这些山海异兽又去了何处？一些海域，一些山峦，又是什么时候消失的呢？哟，这不是小鱼儿吗？都长这么大了，这么高了啊，不错哦，斩妖剑仙。不是什么剑仙。我当初把你交给平安的时候，可是让他交出个剑仙的，没想到还真成了啊。不是，是听雨。那也是本事，听雨可不是谁的话都听。说起来，你师父让你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如意姑姑，师父他只是说让你去一趟南北楼。让我去一趟？没有别的事情了？没有了，师父没吩咐别的事情。管家，牵我马来。天顺24年秋月，南北楼外的林子泛起了黄，枯叶将这条曾经满是鲜血的道路给遮掩了起来。马儿踏过，沙沙作响。王平安坐在一张椅子上，目光望着眼前的秋色，一时间心中惆怅万千。他在等阿姐，不过他不着急，他知道阿姐一定会来的，而且很快会来。平安，堂姐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让你徒弟来找我是什么意思？我在等你，阿姐。我问你什么意思？当年我们都拜了龙王的，这才多少年啊！我命不同，当年陛下行为天之举，我在其中自受天谴，故不偿命。阿姐别哭。你放屁！你命长着呢，我准你死了吗？我带你去找童大哥，他是宁叔叔的徒弟，他一定有办法，我带你去。没用的，阿姐。此地有哪路神仙妖怪，还请现身一见。我乃大景郡主，求你们帮我一次。我有龙鳞一缕，剑气一纵横，只需将人送去春晖府。不要在我身上浪费这些了，那是宁叔叔留给阿姐你的。我要救你的命，我要救你的命。春晖府相距此地1200余里，他命数已尽，若是你要救人，神仙来了也救不了的。你只管帮忙，将我姐第二人送去即可。且容我看一看你所说的龙鳞跟剑气。上我身来。阿姐，回去吧，不要再去了。平安，平安，你清醒一点，不要睡过去，不要，我不准你死，我不准。阿姐，与我说话吧。好，咱们说话。我想回家，阿姐。回家？咱们回家，等童大哥救你回来，咱们就回家，哪里也不去。阿姐，我在等你，我只想再见见阿姐，没有旁人了。你说什么啊？你不会死的。堂姐。阿姐在这儿。想吃冰糖葫芦？好，阿姐去买。咱们分着吃，阿姐你多吃2个，像小时候那样。阿姐不抢你的了，都给你吃。平安喘息着，却是咳嗽了起来。在如意来之前，他便是吊着命的，他没有死，只是因为自己仅剩的一点念头。平安，接着说啊，不要停下来，不要睡，不要。我不睡。阿姐还记得咱们小时候吗？我还很小，你就背着我，咱们去井边，你老用水抹我的脸。记得的，都记得。为什么不早一点告诉我？为什么？我反应总是不如阿姐快，不是吗？阿姐很好看呢，跟小时候一样。你说什么啊？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，不好看了。平安走了，下辈子你还做我阿姐吧。我不做官，不混江湖，就平平淡淡的过一辈子。咱们平安如意。平安，你说话啊，平安，你说话。还去春晖府吗？去青山城吧。事没办成，不要报仇。你还是拿着吧。你若诚心，那便回答我一个问题，以此交换，怎么样？你问。我不太明白你们人的感情，你明明非常难过，可现在却又为什么没了任何反应？这是为什么？或许我只是更难过了。那只鹰妖离开了这里过后，这座山中余下的只有寂寥。如意守在那坟前，他什么都不说，眼里剩下的多是一些平静，但在那平静之间，更多的却是绝望。他在这里守了3日，白日里少有言语，夜里清冷寂寥，
便会话多。他也不知道自己夜里说了多少话，已经记不起来了。儿时的记忆浮现在脑海里，那般自在随性的日子早已远去。她不再是一个小丫头了，平安也早已不是那个小孩。姐弟二人各自有道，在于江湖，在于这个天下。3日后的清晨，露水顺着那树叶落了下来，滴落在了如意的鼻尖，好似也在提醒她一般。平安，阿姐走了。阿姐走了。最新剧情已更新，想看的可自行观看，谢谢大伙。完了，我留在人间的一道剑气碎了。恪守心神，勿想他事。宁凡你清醒一点。有兽焉，其状如赤豹，无尾一角，其音如鸡石，其名为征。泰山上多金玉真木。有兽焉，其状如牛而白首，一目而蛇尾，其名曰斐。喝了汤就能忘却前尘往事，快快乐乐的进轮回，喝吧喝吧。可以不喝吗？可以呀，你也可以留在沙海，不过身后的桥。当然，你也要想好了，要是待得太久了，你就再也走不过桥了，也就没有下辈子了。人真的有来世吗？我也不知道。如果真的有的话，我想等我阿姐。你可不是一个乖孩子。让我等一等吧。如意，你的酒。多少银子？我拿给你。自家人要什么银子？走了。于红锦摆了摆手，随即便回了自家院子。如意坐在院子里喝起酒来，他想平安了。约莫半月过后，如意领养了个女娃，家里是青山城外的人，他爹好赌，欠下赌债后将他娘卖给了伢子，后来还不上债，被人打个半死，还想卖女儿，结果没来得及就撒手人寰了。丫头名叫朱古秋，见了人有些胆怯，但这往年的名字到底是不能用了。往后你跟我姓，便叫王玄机吧。玄机是一个懂事的孩子，在他看来，这世上没有不劳而获的事情。到了新家过后，便时常扫地洗碗，不敢懈怠。他更害怕这一切都是虚假的，轻轻一碰就破碎了。懂事的让人心疼。如意没少跟他讲道理，说这是他的家，不必像这样。可这丫头心里面有结，怎么也说不动。如意很喜欢玄机，这让玄机感觉很是安心。对他来说，有饭吃，有地方住，就已经很好了。娘亲是很好的人。娘，外面有一个姐姐，说是找你。这可不是姐姐，你得叫她红锦姑姑。姑姑，好乖的丫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红锦姑姑，我叫王玄机。送你。哎，小孩子可不能喝酒，可别乱来啊。你就护着吧，这是空葫芦，我自己做的，小玩意给孩子玩吧。你红锦姑姑给的，那就收下。谢谢姑姑，真乖。玄机有空来找姑姑玩哦，姑姑就住在对门。好。梦中，在赵玉清的注视之下，那一本书在肉眼可见的情况下慢慢变薄，而眼下的梦境之中也已经显化出了无数的妖怪神灵，九州各方各妖各神，有翻涌海水的真龙，有烈火灼热的凤凰，还有那邪气滔天食人吞妖的大妖。这里越来越真实了，越发让人看不出破绽来了。这也让赵玉清心中时常生出错觉，好像这已经不是梦了。也是因为这样的情况，赵玉清也不敢再在这梦里久待了，偶尔会回到地府，让自己清醒一些。满月见他出来后，总是会问一些情况。情况是好，只是给我的感觉很是不妙，我总觉得他不是在造梦，更像是在造戒。造梦本就与造戒一般，这二者怎么能混为一谈呢？梦是假，戒为真，这般庞大，又怎么可能化假为真呢？这根本不可能。在上古时，便有修士以梦成戒，这其实不算难。你知道的多些，不妨与我好好说说。梦法亦是自然，在早古的岁月之中，便有几位修士沉于梦中，自成一戒的，先后出过几位名声响亮之辈。其中有一位号百川真君之人，便将梦里面的东西显化出来，化为了真物。这真能行？自然，不过这可不太容易。百川真君已经算是这千万年岁月里难有的奇才了，但也仅仅只是从梦中显化出了一座仙山而已。这座仙山你应该很熟悉，之前那座仙山叫做道玄山，后来改了名字，叫做云浮山，也就是你的道场。我的道场？你说云浮山？是啊，不过百川真君在这过后不久就死了，死于分不清真伪，迷失在了梦法里。我在那云浮山上待了千百年，我怎么不知道这回事？没有传闻的。自百川真君化梦为真后，那梦法的记载几乎全都被毁去了。诸多修士以为此非正道，乃是邪法，后来也就没记载流传下来了。你在骗我？我若是告诉你这是真的，你一样还是会去相信。
梦法之中皆是虚假，我只是想借此告诉你，你已经不能再进去了，否则你真的有可能出不来。你是不是觉得那梦法之中的天下似乎也挺好？我早便知道不该与天道废话，直接拔剑才对。你是出于什么心理才愿意去那虚假的世界？那在你看来，那梦法之中与这外面的天下而言，哪个更为虚假，更为无趣？满月没有否认他的话，相反的，他更是觉得赵玉清说的有道理。天下本就无趣，宛若一滩烂泥。兴许是宁凡的梦再一次唤醒了赵玉清，又或许是对于那世间的厌倦，才使得赵玉清分不清真假，甚至已经主动的向靠近那梦中。这不难理解，只是满月觉得有些可惜。你还未能跟那天道一较高下，你就这样甘心的去了？你不用在这里跟我说这些，你以为我是蠢，到现在还想不明白这里面的道理？当年之时，我与那天道泛起争执，你敢说这后面没有你们的手笔？没有，最初的事与我没有关系，你应该去问那魔君。不过我也就知道个大概，当年的时候，他跟我提过些许，你似乎是他当初计划之中的一环，不过却没能达到他预想的效果，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。不用你提醒我。世间当如此，百花绽，逍遥游。赵玉清大醉于那九州之中，他与大妖称兄道弟，与人皇对饮，与世间艳美的花妖共舞，与天地之间的造化共吟，与世间的真龙对弈。他享受于这世间的奇妙变化，早已忘乎所以，沉迷在了这虚假之中。宁凡啊，宁凡，难怪啊，难怪你喜欢这儿。早该来的，早该来的。赵玉清，那便送你一劫。老山主，姑娘，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家住哪里？登徒子。我，登徒子。他回想起那位姑娘的面容，再次恍惚了起来。这世上还有这般相似的人。赵玉清好似清醒了几分，晃了晃脑袋，眼前的视线也逐渐扩散，好似明白了自己身处于哪里。但是这也仅仅只是一刹那，他便再度沉在了其中。宁凡轻叹了一声，多的他也帮不上了，只有看赵玉清的造化，又或者说靠他自己的信念，能不能成，宁凡也不知道。他沉下心思，继续忙活着眼下山海梦法之事。赵玉清沉醉在其中，但宁凡却知道这里不真，很多地方都能找到漏洞，而且尤为明显。他要做的就是不断完善这里的规则，最好是难以找到漏洞，不然宁凡也没有把握能将那魔头困在这梦法之中。外面的满月见赵玉清的肉身越奇怪了，他几次放下书观察，每如此，赵玉清身上都会多出几道腐朽的痕迹。照这么下去，不出月余，他的肉身便彻底腐烂了。满月轻叹了一声，他摇了摇头，再叹可惜，那天道都没能难为得了他赵玉清，可他却在心魔之下将自己推入了深渊之中。这样的结局，至少是满月觉得不该的。可事实就是如此，他与宁凡一般，沉入了一场大梦里。满月的目光看向了宁凡，摇头呢喃道：“不管是哪个你，都是那么让人无奈啊。”最新剧情已更新，想看的可自行观看，谢谢大伙。哇，宁好人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有没有给梨花带鱼干？有没有？宁好人，我什么时候有了新外号了？你不是宁好人，你是谁？这才过去了多久，你便不认识我了？梨花现在过得挺好的，人间很有趣。以前过得不好？也还好。梨花顿了一顿，或许在旁人看来，这魔头是个极恶不赦之辈，但他在梨花的眼里却不同。魔君亦是一个和善的人，并不是那般一言不合就会打杀的人，待他也是极好的。你喜欢人间？喜欢。这些猫儿都不如你聪明。可是他们很乖，很可怜，就好像你当初看着梨花一样，不也是因为可怜吗？罢了，罢了。这是我们早便说好的，如此两不相欠了。墨玉呢？他回了他来的地方。我这人没什么朋友，你算一个，只是往后你都要靠自己了。这庙子挺好的，也算是个安身立命之地。我走了。你练武累不累？还好，都习惯了。我能说你是有大本事的，本来不该留在这里的。我这算有什么大本事？无外乎都是一些舞刀弄枪的活儿，厉害的人都瞧不上眼。
笨蛋！他为何骂我呢？赵玉清，你到底喜不喜欢我？不是我，到底喜不喜欢？这是情节。他瞪大了眼眸，眼中尽是不可置信，忽的手臂颤抖了起来。而当他的目光看向眼前的女子时，原本有了打算的内心却又再次乱了起来。我知道了。你不是不喜欢我吗？干嘛还拦着我？现在就去找你爹娘，我娶你。竟然连情节都没过就能有这样的道行，唉，不破不立是个法子。你虽说你不是最佳的人选，但你却是最合适的那个。你给我吃了什么？魔丹入腹，当名为尊。黄河的口中发出了惨叫之声，魔君稍微退远了一些，平静地望着这魔丹。他本是为赵玉清准备的，可事情却推迟了这么久，如今只有另择人选。同样的，他也有些好奇，这魔丹到底能到什么地步？欲要成尊，总是要经受一些磨难的。可惜你这副肉身实在太过孱弱了。不过无碍，本君帮你一把。风。妖怪作乱，人心惶惶。南域的妖乱已经到了这种地步了吗？算好的了，那群妖怪没把这些村子一把火烧了就不错了。倒不至于，说不定这些妖怪还要进来住呢。住个屁！以妖怪的习性而言，他们更喜欢住在山里面，足够隐蔽，草木精气也足够充盈。这人间方阵，他们可不爱戴。可是妖坊的妖怪也是一样的，不也一样在山里面吗？我们先去一趟秋月坊吧。行了，赶紧走吧，接下来的路可就不好走了。我先睡会，你盯着。啊！你不是叫留心一些吗？怎么就睡了？他没在意我们，接着赶路就是了。什么叫没在意？就是瞧见了我们，但懒得理我们。不是说妖怪都喜欢吃人吗？你是人吗？你不是人吗？谁敢惹我？老子曾经可是剑山长老，这些不入流的妖怪，除非是不想活了。你这话都说了800遍了，谁知道你是不是吹牛的？话说你这名字倒不如不取，像个女儿家。至于红豆，当初不懂事，随了他姓了。你个蠢货，这岂不是认了人当爹了？我哪里知道这么多，我早是好连名字都没有一个。怎么周遭山里的妖怪比之前多了这么多？小猴子，我们要去藕莲坊，指个路，指明白了就放了你，指不明白我就敲开你脑袋当酒盅。给这小猴子都吓坏了，还怎么指路？不敢，我知道有莲坊在哪，我知道，我给你们指路。看吧，这不好好的吗？我能不能不过去？我不敢的，我不敢。看你是个胆小的妖怪，也不曾行恶，那便放你一马，到时候你不跟着我们进去就是了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哇，小红豆，你是不是小红豆？好逼真啊！你之前不是就这么大点吗？怎么现在这么大了？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水木之灵。好了，别瞧了，也没什么不一样啊。哟，还知道害羞了？姐姐摸一摸怎么了？话说回来，这老头是谁呀？怎么跟你一块啊？你身上的法力有些熟悉啊，你认识宁凡？认识，不熟。是吗？走走走，小红豆姐姐带你喝酒去。当年你身上的业力怎么解决的？墨渊带我去见了宁先生，我这毛病大概就是宁先生治好的。大概？那时候我晕过去了，所以什么都不知道。墨渊没跟我说，想来是宁先生的意思。为何不告诉你呢？这里面事情可乱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解释。宁先生这人有时候很别扭，我也一样别扭，解释不明白的。不说这个了。对了，你跟那老头来这边干什么？斩妖除魔呀？不是，近来人间太乱了，暂且不是一个安稳之地。我和景长老便打算南下去往非洲渡口，乘非洲前往仙界，去见识一下另外一片广袤天地。
修仙界呀，我当年去的荒海，当时跟墨渊去的，那里太凶险了。墨渊当时不太护得住我，就将我给送回来了。人间也有这般绝美之地，当初南下为何就错过了呢？老剑修笑了笑，酒水入喉，辛辣却又令他沉醉，不知醉酒还是醉酒，他不由得想起了宁凡，估摸着宁凡早便见过这儿了吧。这么好的地方也不吱个声，真能藏啊！话又说回来，宁凡去了哪里呢？景无涯不解，这个偏爱于红尘的人，却好似在这数十年间销声匿迹了一般，多年以来都不见有半点消息传出来。若不是他见了于红豆石海之中藏着的神念，恐怕都会以为宁凡已经死了。最新剧情已更新，想看的可自行观看，谢谢大伙。4象八卦，12图腾。如今还是白虎的5位，八卦差山水泽雷还得慢慢去寻。不过好在这世间气运来的顺利，不然有的多费一些心思。你属水木，为山中之妖，山底之妖，纯粹不易，又有万年道行，最合山水2位。无碍无碍，我再找找，若找不到再寻你，好不好？我出去一趟，过段时日再来看你。你这身精妙绝伦啊！传闻古之佛门有苦行僧人，钻金刚经于身，保其不死，行走世间，一边经历苦难折磨，一边传扬佛法，这般古字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你当是什么好东西？那性命的是看我要报体而亡，所以才出此神通。虽也遏制了那魔丹，但我如今却无时无刻绞痛难耐，手臂身上各处也有裂痕。这股字反倒是将我框起来一般，不然我便炸了。你倒是得了便宜还卖乖，等你消化完那魔丹，你当真可以称尊。那有何用？我求大道，却不是揠苗助长，根基已损，大道已断，我如何去求？道心颤颤，迟早将碎。你还真是，你不要，我倒是想要呢。兴许人看我是魔修，那魔丹无所用处，才选了你。真是。不过话说回来，那姓宁的为何这样做？他不是正道修士吗？为何会有这般魔丹？而且我之前见他路数，好似也与魔道有些类似。他入魔了？谁知道呢？这些年我也在找此人，却是一无所获。不料他反倒找上门来了。那姓宁的不见了，魔君也迟迟未归。这正魔两道都是了2位巨擘。你说魔君与那姓宁的莫非是在暗中斗法？而你我则是2人棋盘上的棋子。少想了，棋子起码也是显眼的那一枚，只要不是弃子就好。真是神仙打架，我等遭殃。你再说这话，我可是要祭出仙剑斩你了。苏俊涵，你狐族霸占此地多时了，如今也该换花主了。就凭你们吗？胡军饶命！我等无意与狐族为敌，只是被各路妖王胁迫的。胡军饶命！狐族弟子何在？一个不留！我等领胡军法旨。不愧为元山胡军，不过10息便能斩得16路妖王。我元山狐族一向安稳于世间，数百年来不曾与外界结仇。你是何人，却要这般暗中算计我狐族？胡军莫要误会，在下与你胡族并无仇怨，此番作为无外乎是想试试胡军你的本事，瞧瞧是否是那未老的宝刀。藏头露尾，鼠辈而已，何以这般作为？是我胡族，死来！剑已被困，拳也被挡，胡军真是让在下大失所望。旨。敕令之术，阁下是什么人？我闻世间有狐妖神君，灵性决然，一人为引，震慑四方，使这狐族在这世间有一容身之地。我有4方八卦，各有图腾，以世间万灵为在，壮我自身，一窥天地。胡军有志，何不与我同行，改天换地？我可保这世间狐族名胜万千，无人可挡。哼，邪魔外道，妄图改天换地，着实可笑。
那便斗法一番，胜则由我，败则由你，公平否？废话少言。木剑柔韧一段，可来回数十回合，我亦不曾落入下风。好叫你明白，若不搏命，那便只会没命。搏命又如何？纵死，我亦能咬下你一块肉来。胡军出事了。萧洞虚看着胡军赠的一些物件，其中的法力在最近竟恢复了平静，异常的平静，好似死了一般。他不敢去想。还算合适。魔君喃喃一声，可接下来却要为别事发愁，还有5个空位需要去填。若是能填满，自然是最好。关键是上哪去寻？自己这次这样冒险，难免会被天帝注意到。面对这样有大气运的人或妖，也意味着天帝很快就会注意到他。纵使是片刻，他都不好去逃了。魔君张开掌心，却见5心有运，人道之运、魔道之运、佛家之运、玄门之运，在于曾经的宁凡落在掌心。人、妖、魔、仙、佛、鬼，如今只缺2道，一为妖，二为鬼，亦作鬼神。不合天下道，不能与天斗，尚且都还要算计，路要一步一步走，只有慢慢来。魔君想着自己或许也得消停几年了，接下来的一段时日，他也打算暂且先不做动作。而在那梦中，数十年岁月弹指一挥，夫妻2人在小院里望着眼前那一片农桑田野，溪水流淌，虫鸣不断。我时常在想，若是你这辈子不娶我，娶一个更好的女子，或许才是一件好事。相公，你有大本事，只是因为喜欢才屈身于我。我偶尔也会觉得，会不会是我害了你这一辈子？怎么会呢？这世间千千万万的人，我赵玉清未曾对哪位女子有心，唯独倾心于你，这一切都是没有缘由的。我赵玉清从不会这样觉得，更不会后悔。你是我娘子，是我此生唯一重要的人。相公，恐怕我不能陪着你了。假的，不，都是假的。唐韵，你该走了。最新剧情已更新，想看的可自行观看，谢谢大伙。心魔化石。不是情节，这是心魔劫，怎会这般厉害？既已至此，何患结局？素汐混沌未分，乾坤出辟，有山海经典籍，编录古人神鬼之文，传承1000年。今余欲以此经为基，铸以小世界，愿天地感我诚意，授我一份造化之能，同创此天地。无忌天地，理宇宙万物，铸天地之根基，无忌万物，敬山河川流，风雨雷电，花木鸟兽，愿赐无灵感智慧，共书天地。无忌古人，念前贤古道，无忌心灵，洗涤心念，塑天地，复生灵灵性智慧。愿以此举继往开来，延续传统，诚意天地，造化万千。愿万物有应，愿此举成，愿得大道。命，愿引山海大地，九州山川，6界生灵，合道万古。这是为何？给我停下！吾为天君，而今天清，岌岌可危，望天地万灵身与元首，一平天生。天地万灵，听吾号令。天地万灵，听吾号令。愿主天君。给我下来！梦法成真了。断了，莫非是因为太过于真了？我便知道你会来。怎么回事？险些化而为真，与你当初做的事情一般。玉轩张了张口，一转头却又看向了一身节气的赵玉清，他皱起了眉头，不明白怎么就变成这样了。满月随即便与之解释起了近来的事情。玉轩听后，这才明白了过来。我进他梦中看看吧。你确定？你难道就不怕被认出来？这不是有你吗？在这儿或许骗不过他，进了那梦法之中就不一样了。
你可要分清楚了，他不是他，爱屋及乌也不妥当。玉轩抿了抿唇，却是摇头未答。或许在他看来，眼前的这个人或许不是小凡子，但却最像是小凡子。当初的人已经变了。玉轩借了满月一缕气息落在身上，掩盖了自身。他迈开了步子，一步踏出，在那一念之下，落入了宁凡的梦法之中。满月姑娘，你怎么进来的？我在外面察觉到了变化，故而进来看看。你如今是被这化而为真的大道给困住了。我若松手，天地将会化而为真，此界生灵也将就此消散。那你如今打算怎么办？尚且还没有头绪。这以梦化界之法，至来就有弊端。梦由你起，若化为真，若还需掌控此地，你便只有化为此地大道。你如今处于这不上不下的情况，只有暂且抑制这大道。不过，却还有一种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当年玉轩以梦化界，便是以我掌控了大道。你需要一抹天道之力，助你收拢此界。那岂不是会化而为真？我的意思是，你需要找一抹天道之力，以此来压制你手中的大道。这样可以吗？可以，前提是这一抹天道之力会为你所控。我可以借给你。你肯借我？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情。什么事？若是往后魔君败于你手，还望你留他一命。你本就因他而起，就当成了这一份情又如何？我无外乎是他的一枚棋子罢了。说什么因他而起，我的天柱与他不同，全因着大局在掌控着我。我有时觉得我便是我，可当明白一切后，却发现我前是那魔头的棋子，后又成了这天地的棋子。是人为棋，我亦为棋，本该黑白分明，可为何我却为灰，于这夹缝之间寻生？这是我来到这儿就该承受的吗？你且考虑吧，过段时间我再来寻你，再问无果，我便不会再多叨扰了。我答应你。你不再考虑了？你不是满月吧？以你的本事，巧借我这梦法之中的天地道运隐藏自身。不过你却忽略了一点，这3000道运都在我的手中，微弱差别对我而言都清晰可见。你所铸就玲珑的经验在我这儿却并不受用，以虚化实与虚假之间的区别甚大，故而漏了破绽。既然你一开始就发现了，又何必与我多言？我也在想，你为何要装作什么都不知晓，在那奈何桥前做了孟婆，如今却明白了个大概。你对他那些手段感到失望，却又放不下他。你愿意对我伸出援手，只是因为我是他的神念转世所化。虽说在表象上看，我的确不是他，可我却尤为的像他，像那个未曾入魔前的他。胡言乱语，你无外乎是那天道掌心下的棋子，你是你，不是他。你若真的分得清楚，就不会进我梦中来了。天道之力，若我为天道呢？宁凡这般想着，他忽的心中一怔，想起了魔头李代桃僵的操作，将自己的神念分割出来，躲避那天道。宁凡恍惚想着，隐约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个法子。如今这梦法之中，不是只有他一个外来的生灵吗？想到这儿，宁凡斩下了一分神念，屈指一弹，那一抹神念落入了眼下的天地之中，就如一枚种子生根发芽。情劫尚未度完，你这心魔劫又起了。你那心魔卷着你的一缕魂魄进了轮回，恐怕不久后将会在外界牵动无量因果，你得回人间天地了。多谢。最新剧情已更新，想看的可自行观看，谢谢大伙。娘亲，你生病了？玄机不哭不哭，好了，别哭，玄机先去玩，我跟童叔叔聊聊天。童大哥，我是不是？五脏六腑皆已阴寿衰竭，到如今这个地步已无力回天了。这里还算不错，比上京城好些，却又不如青山城。想回青山城了吗？看来得劳烦童大哥了，还有玄机这孩子也得劳烦童大哥。一点都不麻烦。平安，阿姐来看你了。满月姑娘，还请帮我留下2个人的魂魄，那2人你见过的，当初在青山城那2个小娃，务必别让他们进轮回。等等宁某，多谢。在那梦法天下之间，当初种下的种子，如今已经长大成人。他习剑法，心中有道，走向了那座人间江湖。机缘于身，得成大道，由武入道，拜入一方仙门，一切从未知开始。仅10年岁月，少年便如鱼跃龙门一般，
成为了这天下之间赫赫有名的天骄，又或许是触动了大道，故而让这少年好似想起了什么一般。那一日抬头望天，他好似看到了另一个自己。我之存在，在乎于天。他明白了过来，不再痴迷于这世间名利，他也不再是什么天骄，而是这广袤世界里一心求道修士。看着这一幕幕的宁凡忽地沉下了心思，他恍惚间又觉得有些熟悉，好像自己所见的人正是曾经的自己，无外乎是一枚棋子，从出生开始就已经被人安排好了结局。宁凡陷入了对于自我的思考，他再次问起了自己，自己的存在到底是为了些什么？他想不明白。日月流转，岁月迁移，曾经那个拜入仙门的修士，如今已经跻身一方，名动天下。谁人都知有一位道痴一心妄想改变这个天下，他想让这个天下井然有序。他欲化天道和天下之间大道，自谓大道。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宁凡自己反而分不清楚了。他清楚地明白这是一场梦，但当他见到那个为了一个念头而奋力拼搏的修士时，却又是那么的真实。那就是自己，另一个自己。宁凡手握着这大道，他忽然间有些想松手了。他总觉得眼下的人是在重蹈覆辙，他所追求的一切都是假的，就好像宁凡自己一样。你当真是好胆，我不找你，你却要找上门来。我为何不敢？你是否忘了，你我同为一人，我是你的内心，更是你自己，你杀不了我的。休要废话。赵玉清，你在想什么？我要改变这个天下，让这里变得有意思，不再是那般无趣简单，这不正是我们想要的吗？这是你想要的。我就是你，你忘了我们在宁凡的梦法中见到的天下吗？那般世道，不正是你我所追求的吗？万物有灵，万事有机，大道万千，谁人都可追求，事事皆有道理规矩，人妖仙佛皆有大道，这不是我们追求的吗？那是假的。可我们不是能将这一切变成真的吗？既然这世界无趣，那我们何不改写这个世界，让这个世界变得平等有序，让这个世界变得人人如龙，让这世间万物再起恢宏序章。我们与人斗，与妖斗，与世间万物相斗，与这茫茫上天相斗。天有天道，万事万物也都有道理，何须多言，又何须多语？若真不虚，为何我又会出现于此？赵玉清真就真，假便是假，你分不清，我分得清。我们何不逆乱了这世道，改变这枯燥乏味的天下，起身随我一同，这不好吗？我与你不同，总有一日你会明白的。当年老子就是一个人一把剑把这座山给杀穿了。你吹吧，你就……你还真别不信，我当真做过这样的事。你之前还说你是剑山长老呢，怎么一转头自己打起自己了？都就是往事了，不堪回首。你瞧好了。你惊动了什么人了？怕个球！见过12长老。来得挺快啊，小子，发什么呆呢？他们，你走着。来，给你瞧个好苗子。还未请教小友，在下于红豆，凡事要修。看我作甚，反正你得给我教会了。领师叔法旨，这才对。我喝酒去了，你好生学剑。不知剑仙名号？我号冬青，冬青剑仙。师叔既把你交给了我，那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便跟着我修行。别担心，师叔不免玩闹了一些，但这就是他的性格。我见山有见点无数，定会有你喜欢的。这世间的变化总是让人觉得恍惚。当魔君再来看这人间，却见此地一团乱麻，各方势力跻身于此，为那人道的气运而来。修仙界的道修暗道劫难，以封神之名，光明正大的来图谋这人道的气运。这所谓的封神，不仅名正言顺，到时候若不成事，亦能躲开因果。这样的法子，当真是两全其美。聪明，可是这是本君看上的东西，怎能让你们搅和了？听雨，老实点，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？
你是那个疯子啊，是你。多谢你这些年为我保管听雨。你变化好大呀，我都认不出来了啊！你没老，收拾干净了，居然这样好看。怎么了？握着剑。这是你的剑。为表谢意，宁某送你登仙道。我头疼。马上就好了，马上。你是一柄好仙剑，可惜你认错了，我并非是你的主人。最新剧情已更新，想看的可自行观看，谢谢大伙。本君以为你还要找上许久。我在轮回里并未找到他，反而找到了你。想得明白吗？你代替了他，又或者说你窃取了他肉身。魔头，你当真大胆。我与他本就密不可分，又何须窃？总有一日他会取回肉身的，你便等着吧。没这个机会了。我执黑玉屠龙，如今已至尾声，这条龙已经无处可逃了。你就这般确信？我有80%胜算，而他半成都没有。你弄错了棋盘了。有意思，有意思。下2盘棋，我就一定会败吗？可笑。屠龙，你想屠龙，那我偏送你一颗子。棋盘之上，屠龙何其之难，伏笔再多又有何用？计谋欠差，便是计谋欠差，只能说你火候不够。是吗？我不过是他一缕神念罢了。若是他本人来，不见得会像这般吃力，只是我心力不足而已。你是完整的，而我不一样，你会输，输得彻彻底底。你就这般笃定？我相信我自己。可笑。你慢慢思考吧，这盘棋留给你，你便多思考一段时日。不必了，就算你看出了这一步又何妨？我亦有后手。魔君，该你长考了。魔君听后神色微变，他迈步向前，看向那棋盘，一时间神色变幻莫测，有些惊讶，有些诧异。再想这后20手又是一片鬼棋，这白子不知怎的前后有了呼应，首位相连，欲屠大龙。似乎从一开始，白子就是奔着屠龙而去的。魔君大惊失色，坐下之后不敢轻视，正如宁凡一般，陷入了长考之中。而宁凡的这一缕神念，此刻却是心力疲乏。这一盘棋费的心力不是一点半点，他不过一缕残魂，是完全不够用的。甚至于他这一缕神魂都有了飘散之象。他坐在一旁，一边稳住神念，一边等待着魔君的长考。这天下是棋盘，而他们2人之间亦有一盘棋，一阴一阳，相互对立。在那梦法之间，那位一心合道的修士在一处山野之间参悟得了妙法。当他抬手，世间万物为之所用，天地道运落入其掌心之中，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。这样的玄妙之感让道人感受良多。他心中思绪微妙，好似明白眼前之道便是合道的关键。道人抓住了一缕机会，可却又参破不了其中。何谓自然？何谓天道？这一切都说不清道不明。这本就是一条玄而又玄的路，越是走到深处，便越是分不清真假来。天下道法，大道殊同，从一二起，再化万物而开。天地之本源，既然混沌之初，吾者言混沌，大道之始也。在混沌之前，无天地间之分，万物莫不归于一，一体未分，万象未生。至于混沌之后，延续了天地之变，阴阳之分，万物生灵之分，天地本源之蒙奥秘，藏于混沌。风雨雷。雷霆于道人的眼前显露，却在那道人抬手的那一刻，所有的阴云与雷霆都在此一刻消散而去，天上落下一道沟壑，顿时之间天光大亮。道人掌握了这世间的根本法则，而在那天地之外，握着这天地法则的宁凡，此一刻也恍惚了起来。他掌心之中的天地法则正在一缕一缕的被抽离，目光望去，却见那道人对着这天地之间发下大誓：吾九霄子，将身化大道，肃清世间，合道万国。大道无情，大道无情。
我亦无情。这是作何？大道无情，可贫道却始终留情。既如此，贫道当斩此深情。我应道长生，亦同道长死。可道长何道万古，难有死期，七情六欲加深，我又该如何熬得过去？那贫道便再添一笔。不会，不会吧？宁凡咽了咽口水，一遍一遍地否决这个念头。可当他回想起自己方才见到的场面，却又好似预示着曾经的一切。宁凡深吸了一口气，此一刻他的思绪乱了起来。所见所知的一切，好似都预示着他的来历，预示着这片天地曾是何等景象，为何会诅咒，为何又会有这般变化？宁凡心中焦急不安，此一刻想要冲出去问个说法。魔君一定知道，若真是如此，好像一切都说得通了。为何世人的敕令之术不见回应，而他宁凡却能得这天地相助，呼风唤雨，召之即来，挥之即去？还有那古字符文，亦是如此，一门落寞的神通，旁人都难以发挥出真正的效果，而他宁凡却能大放异彩。一切的一切都说得通了。满月看着那本他永远都看不腻的书，他的目光却忽地看向了一直平静如常的宁凡。下一刻，宁凡睁开了双眸。梦法成了。我想知道我的来历。你的来历？你知道，你与魔君都清楚的知道。我应该知道吗？我看到了一些东西，好似明白了过来。你不是原本天道的一部分吧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混沌初开，万物而生，那时上苍无主，修是河道，正道万古，成就天道。可他却在最后一刻差缺了一些东西。天道无情，可他却有情。你不是当初的那个人，你是后来者。你与当初的那个人一样，都走到了最后一步，可你却没有自斩七情的魄力。你有所顾虑，索性藏下了情感，毅然决然地迈开了步。这也导致你最终并没有悟得所有的3000大道，只得了轮回一道。够了，你在胡言乱语什么？不是这样的，根本不是你说的这样的。你到底是谁？你不敢面对吗？宁某还会再来问你的。宁凡转过身去，目光看向了那深邃的轮回之门。如今他要去取回他的肉身，那幅被人偷走了多年的肉身。魔君在那轮回之中等待着苏醒，这是这副躯体所要经历的一切。3年又3年的轮回，在魔君看来早已是习惯了。在早年的时候，他便在轮回之中留下了自己的梦，依照这样的法子，让自己能够看见、感受到、听到，这也是梦法的由来，更是那诸神敕令的由来。出去一趟，魔君还没有找到答案吗？这果真是一步妙棋，可这世上的事情却并非如棋一般，一局棋无法代表着什么。你笑什么？棋局开始了，我等的人来了。最新剧情已更新，想看的可自行观看，谢谢大伙。棋局开始了，我等的人来了。魔君，别来无恙。不错，总算有些样子了。19路，有何不可吗？19路，你便更无胜算了。我只是好奇，你是有什么把握，竟敢再度直面于我的？之前的教训才过去多久，你便忘了？坤，山海经。魔君，该你落子了。金石而开，石破天惊，伏魔降妖，赵斗战胜佛。白首赤足，煞意千里，朱焰照来。后浪而起，可震古今。天地有令，宣9曜星官，黄幡星罗侯御敌。如虎有翼，音如好狗，穷奇照来，杀！吾有一子，巧镇西魏，逆转其势，宣镇天真武灵，应佑圣帝君，镇压一方。凶兽有4，一曰穷奇，2曰饕餮，吞天食地，无所不能，无所不为。饕餮照来。
宁凡，你好大的胆子！这才几手，你便如此行事。四位凶兽开口便召了2位，借势也不是这样借的。弃子无畏，有胆你就拿去。这点边角你也要吃？为何不呢？你懂不懂棋？宁某在意的只是你我的仇怨，这不是友谊赛。魔君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杀不了我的。至少宁某要夺回肉身，不是吗？你想说什么？想说自己在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我们逃过天地的束缚？诸多事情本就是一场轮回，我因你而生，你因天地而生，你我皆在天道之下。我们不是活生生的人，而是一个念头，某个人的七情六欲所化。谁告诉你的？宁某亲眼看到的。你既明白，何必又专程来这一遭？你我2人都是站在同一位置上的，与天相争，亦是你我2人都将走上的道路，你还不明白吗？宁某早便说过了，你是你，而我是我。你有我生，何来你我之别？我与你是不同的，你早在岁月之间迷失了自我，千载沉寂早已磨光了你的耐心。你可曾想过自己做这一切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是不甘于天地束缚吗？可你扪心自问，如今你心里留下的除了仇怨，还有其他吗？你才是真不明白，这世上能使人不迷失自我的，除了仇怨，别无其他。本君此行便是要改天换地，有何不可？若无天道，何来规则？你不正是我计划之中的一部分吗？所以你早便算计好了是吗？当然还有别的选择，但最好是你。赵玉清，他算一个。杀！总要有个赌注是不是？你若败了，便要依我所说办事，如何？骑上斩龙，胜者可言。好。宣3官大帝，上元1品赐福天官，紫薇大帝；中元2品赦罪地官，情绪大帝；下元3品解厄水官，动阴大帝。天官赐福，地官赦罪，水官解厄。3官起，龙视线。山海万兽亦有4祖：鸟族羽家，水祖界灵，陆行界坛，土族毛土。4爻而起，修蛇、九婴、风息、亚羽。4邪而起，雕、鳌、蜃龙、鳌。4恶而起，朱燕、霍斗、夫朱、匪。4灵而起，麒麟、白泽、腾蛇、白喜。4神而起，神龙、凤凰、猴、鲲鹏。4圣而起，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。4圣、4神、4灵、4邪、4恶、4妖、4土。赵6御5帝，吴老，东方安保华林清灵始帝君，南方范保昌阳丹灵真帝君，中央御宝元灵元帝君，西方七宝金门昊灵皇帝君，北方洞阴朔善玉觉武灵玄帝君。6御勾陈上宫天皇大帝，中天北极紫薇大帝，东极清华大帝，南极长生大帝，承天效法后土皇帝之。6御5帝听天号令，诛妖斩邪除恶荡凶御灵弑神求圣断祖。雷声轰鸣而起，好似开天辟地一般，两场梦法由此剧烈震动了起来。两方看似不相上下，但在天庭这般诸多神将与天地大势的加护之下，这一方山海天地却落了下风，因为他们身上对比起这些天庭神君，都差了一样东西，那便是天势。宁某助此梦法，梦成一界，万物为道，启立天地，请天道帝君相助。宁凡落下一子。忽然之间，这一枚棋子绽放出神采光辉，随即便见一位道人从那一枚黑子之上踏步而起。道人的目光遥望，见这头顶苍穹之上，见2幅棋盘，一为天庭，二为山海。九小子愣神片刻，看向唤他来此之人，只是一瞬，他便明白了过来。原来如此，贫道并非道君，兄长才是。兄长请言，贤弟无不相助。还请道君与万灵之天意，强山海之势。你与我何尝不是做了同样的事呢？道君还请持剑斩龙。令兄长法旨。
兄长，幸不辱命。你败了。输赢总是常事，你终是会似我一般走上那样的一条路的。台阶我已为你铺好，祝君此行一帆风顺，改天换地。借你吉言。魔君听后愣了一愣，随即便大笑了起来。他一边笑着，一边摇头，那般模样看着尤为癫狂，让人难以理解。魔君被遗留在了这轮回之地，这一次再无梦法相伴，而宁凡也夺回了自己的肉身，走向了属于他的那片天地。宁叔叔，叔叔，宁某对不住你们。叔叔这些年都去哪了？还有你怎么也在这？宁某来接你们回去的。走吧。总算回来了。老龙、胡军、墨玉、魔君，宁凡直咬着牙，眼中尽是怒意。宁凡此一刻恨到了极点，可他却又根本杀不了这魔头。若是魔君死了，他宁凡一样也活不下来。同为本源，主死则次随。宁凡握紧了拳头，他在这一片昏沉的天色之下发出了嘶吼之声，嘶声呐喊，却无人回应。他不明白为何一切算计都落在了他的头上，就因为他是宁凡吗？仅是如此，他不甘地怒吼着。此一刻真正动了杀心，沉重的杀意弥漫在宁凡的周身。这个曾经心静如水、贪恋红尘的先生，如今眼中也多了几分为达目的、誓不罢休的执着。你怎么变得不一样了？我们之间见过吗？我们没见过吗？见过。宁某如今来取剑，你可愿还我？这本来就是你的东西。多谢你这些年替宁某保管，宁某也替听雨谢谢你。小事。道君，于你而言，这世间的根本在乎于这山水自然之间。可是宁某的道又是什么呢？往后宁某亦能够悟得吗？宁凡亦不知这前路如何，他见了九霄子河道自然，这也是他唯一知晓的一条道路。他也清楚这是旁人的道，可九霄子不也正是他自己吗？他只有慢慢的走，慢慢的去见，慢慢的去感悟，将来的将来总会有变化的，从一而起，变化万千，这将是一段漫长的道路。宁凡走在这人间之中，他不再沉于这红尘之中，用目光去看，以此修行。他变得不似从前了。曾经的那位先生，如今似乎不愿意与人交涉过深，他总是匆匆而别，今日在这，明日便不知去了何方。先生，宁先生，你醒了？你什么时候醒的？这些年你去了哪里？你怎么在这？先生，咱们找个地方慢慢说。先生，我此行是为了山门而来。玄九仙山，天机山不缺这天道气运，可我玄九仙山却日益没落。作为弟子，更是候选的掌门，我更是要为宗门考虑。如今修仙界形势复杂，人间有运，我便来了。这样啊，情理之中的事。先生呢？先生之前沉入梦法，却都没能救来先生，也没有半点线索。先生这些年去了哪里？着了魔君的道，一直被困在地府里，如今才脱身。地府，如今是什么情况？正常运作。之前钟先生去了一趟地府，告知于我说地府已被魔修占据，可是后来也不见有魔气再从新生儿身上淡出了。之前的时候地府发生了什么事？先生可有知晓？魔君将一件魔物放在轮回门前，这才导致进入轮回的魂魄携带了魔气出生。如今已经解决了。之前的时候地府的确由魔君为主，但后来魔君离开了地府后，哪里便被地府的规则所整顿过了。如今是无主之地，或者说有天道为主。天道，地府淡出了天道。不错，若是天意的话，便也就不必担心太多了，就怕这地府落入有心之人手中。对了，先生，还有一件事得告知先生。先前先生将那麒麟瑞兽托付于我玄九仙山，可是后来他却平白无故的消失了。山门派了许多弟子去寻，也未能找到他，不知去了何处了。先生，我不怪你们。钟先生他最近如何了？钟先生的情况不大好，先生他早年以命亏天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，如今已至末时。这才过去了多少年？先生此行又是要去哪？四方天下皆是去处，走到哪了便是哪里吧。那便预祝先生缘法自来。借你吉言。
见过天君。你才是，宁某不是。道君，宁某心中有惑，不知道君可否为宁某解答？九霄子听后微微一愣，却又不解，好似是在想自己一个身外化身，如何能指点面前的人？论起修行，宁某远不如你。天君，请问吧，在下知无不答。如今在下遇到了一件难事。天君在惧怕。宁某纠结于此，寻不到答案。曾经亲近相视的人都在怀疑着宁某，那般目光如芒刺背，好似沉进了深渊里一样。天君可曾想过，就算解释清楚了，曾经的故人又该如何与天君相处呢？毕竟事情的确也出自天君之手，那一幅图腾也的确在天君的身上。世上各道各族皆有情感，修士看破世间道理，却一样也有违心之事，就好似挽弓射鹿，却惊死了飞鸟一般。所以这一切的确是与我有关的吗？说有关的确也有关，但说无关的确也无关，关键在于他人是如何想的，这并不是你我之间能说得清的。天君所谓知我者，为我心忧；不知我者，为我何求？这在乎于经世之人的思绪，而不在乎于道君的解释。又或许天君寻错了人了，我已自占深情，有些事恐怕难以给出天君一个正确的答案。不过我倒有一秘法能助天君复活那3个图腾，还有彻底摆脱那魔头的关联。哦，道君请讲。天君可以这样做。可以尝试，此番多谢道君了。天君客气了，更何况我也不知可不可行。宁某还有些事，等过后试试便知。祝天君心想事成。你怎么又来了？魔丹，你不是已经驱走了吗？我们两清了。你都肥成什么模样了？现在说话都爬起来了。啊，宁好人，是你。你这肥的真不是一点半点。梨花的鱼干呢？说好的鱼干呢？你有没有给梨花带鱼干？梨花就知道说话不算话，就属你宁好人最是擅长。梨花的鱼干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去，你怎么不等梨花饿死了再想起来？你饿死？怎么了嘛？梨花不会饿死哦。还真是混得风生水起，也不知道红锦瞧见了你这样，他会不会心里郁闷？臭鱼，等下次见到他，梨花非得啃他一口才行。他定是没有梨花混得好，到时候只能挨梨花的欺负。你那尾巴都要翘上天了。以后梨花罩着你吃香喝辣。行，宁某跟你吃香喝辣。你之前说的魔丹是怎么回事？啊，魔丹啊！听说魔门有一人名曰王和，得魔君相助，吞下魔丹，直抵魔尊之道。是吗？年纪轻轻就学会了骗人，宁某以前便常教育你不要骗人，可你为什么要骗宁某呢？梨花可没骗你，梨花只是没说全而已。你就先好好在这待着吧，过段时日不出意外的话，墨玉也就能回来了。啊，真的吗？宁好人。真的，宁某先去忙了。你去哪？祝宁某一帆风顺吧。宁好人，祝你一帆风顺。借你吉言。恭迎天君归来。宁某不是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论起修行，你甚至是我的前辈。宁某有大梦的本事，但却欠差了不知多少火候。若是实在不知该如何称呼，便称道友即可。也好，道友此行似乎收获颇多，但却又好似陷入了纠结之中。些许风霜，一晃眼就过去了。九霄子道长如今能在轮回之中找到那魔头吗？道友，贫道也爱莫能助，我只是一虚界之人，怎能探实呢？宁某有了解过以虚化实之说，也就是将这梦法化为一方小世界，待之后回到人间，可以一试。只是这一方梦法化为时后，其中生灵最终都将化为法则，作为小世界的根基。不过道长是个特殊，你本身就是天意，想来会随着化石掌管这一方小世界，视为天中之天，道中之道。梦由道友而起，是虚是实，自然有道友说了算。只是道友还是要提防一下那魔头才是，若是其转头杀来，只怕道友无法应对。这般看来，宁某还是得去见一见他。道友可否与贫道说说你与那魔头的恩怨？还有就是贫道的由来，贫道之前也一直想问。道长悟性不凡，想来大抵也有了猜测，与道长想的应该不差。当年宁某深陷困境，不得已之下斩下神念，让你落入了这梦法之中，最终经历岁月沧桑，化为天地自然，执掌天地规则。道长曾是宁某的一部分，但如今我们站在这里，我们却是两个不同的人。也就是说，贫道乃是道友撵起的意思。可以这么说吧。
原来如此，那又是因为什么才铸就了这般局面的呢？此事若是没有差错的话，便要从这漫长的岁月说起了。这般说来，贫道也做了错事。我们都在做错事，一开始时总是难以发觉岁月的变化，人终究难以追赶，但还有挽回的余地。此番多谢天君。你犹豫了？你也曾陷入过犹豫吗？也曾。若是来说教或是来引导宁某的话，那你大可闭嘴，宁某不想听。倒不是，我只是想知道你这次出去遇到了些什么。你不比宁某清楚。你下不去手，我可下得去，甚至连一甲子都不到，我便帮你夺得了数道气运，甚至连修为都拔高到了你做不到的地步，这难道不值得开心吗？你最好少说两句，趁着宁某现如今还不想死，你还有几天命活，总有一天我会杀了你。你想死？真是可笑，你难道不清楚吗？不明白吗？你我不仅没有决定自己生的权利，甚至连决定自己死的权利也没有。我们不会死的，只会在一次又一次的轮回之中经受折磨。你还不明白？你是在嘲笑自己有多惨吗？有你暂且帮我一阵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可笑，都是阴沟地洞里的虫鼠，你我又何必这样针锋相对呢？在我看来，若是你我能合力，这天地说换也就换了。你与我的差别太大了，你的心性实在太过。玉轩他怎样了？一切都好，配药熬汤，没什么别的事情。还有满月是怎么回事？他是一个差错，他也是玉轩，只是大不一样，就好像我与你一般是两个人，如今却来说是两个人了。你知道就好了。总之，她就是个傻丫头。有一事，你可愿做？什么事？宁某把这副身体以及属于你的那部分神念还你。你好不容易拿回去的，又要还回来？不管你作何，我都不会干预，我只要那3个图腾，过后你我再无瓜葛。我都不曾做到，你能做到？走吧。今吾以秘法呼唤尔等归来。还请速速归来。宁凡，魔君。先生。还请原谅我的自私。先生，这是哪？先生，你们先回去流云观等宁某，宁某随后便来。前世因，今世果，还你。如果没有这种事情，兴许我们会是朋友吧。令叔叔，经历了一场生死轮回，有何感想？像是做了一场大梦。叔叔这次还走吗？不走了。不是哄小孩。这次是真的，走吧。老龙王，你。此事说来话长，去流云观等宁凡回来再说吧。臭狐狸，你怎么也？云姑娘，这到底是怎么个事？先生呢？先生，怎么不让宁某进去吗？先生快请。时隔多年，这一日流云观再次热闹了起来。坊间传言观里多年前的白衣仙人远游归来了，也有人说道观又有了新主人。但也只见山门前有2神兽常年争吵，虽然这世间的事情有许多，但最终能落入宁凡耳朵里的却没有几件。至后来的时候，他慢慢也不再关注这世间的变化，他知道岁月会给出一个答案的。先生，该吃饭了。来了。